猎荒者杰夫呼叫队长马克，2队已经到达 B 区入口。杰夫呼叫马克队长，收到请回答。喂，这他妈鬼天气！ 这里的肉毒太密集了，它们像是瞬间衰变形成的。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这应该是旧世界准备逃离地球时的移民飞船，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起飞。要是这艘飞船能被修好的话，咱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别做梦了，现在地上连个活人都没有，上哪给你修飞船去？ 据说旧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只要愿意，都可以整亲密。啊？那只是旧时代的陋习。猎荒者2队呼叫马克队长。1队收到，我是马克。嘿，终于连上了。喂，2队已经到达 B 区。队长，你那儿怎么样了？进来的路口坍塌了，我们正在寻找出口。 2队原地待命。猎荒者2队收到。臣民都给我注意点，损坏了物资全部算在你们的奉献点里。听不懂我说的话吗？是，明白。 又一个储存舱，罗成，没错，还能用。哇！哎，这什么玩意儿啊？是大型世纪兽蜕变的躯壳，它们只有在蜕变的时候，才会释放大量的诱导信息素。 然后夺取猎物的生命，化为己用。这家伙不会还在附近吧？哎，打扰了，有人吗？有人还请你吃饭吗？真是。有人吗？嘉宾，玩够了吗？ 没劲。嗯？你找死啊你！我检查过了，他是从上面离开的，目前没有发现歧途，房间安全。安不安全得这玩意儿说了算。这东西磁场太强了，探测器都失灵了。看看什么能带走，跟工人们说离肉桶远点。明白。1队开工，动作快点。都给我赶紧的！陈明也是人，跟他们说别太过分了。是。队长，这边有情况。好，这就过来。小心点！会不会突然跳出来要咱命？
什么情况？队长，你看，有点不对劲。快点，快点！喂，看样子这趟能得不少奉献点呢。哼，就咱们这点奉献点，还没人家扛枪的零头多。哎呀呀呀，小声点儿！你起开！谁让咱们基因有问题？人家可是上面，咱们有的赚就不错了。而且跟着马克队长出来采集物资是最安全的。这次任务我可花了不少功夫才争取到的。哎，4068，你搞什么呢？这艘飞船坠毁很久了，但这些爪痕都是新的。难道那家伙蜕变完了没走远？这痕迹不像刚才蜕变的那只，应该不是一个种系。怎么了，队长？别出声。喂，你不要命了？小声点儿，嚷嚷什么呢？哟，挺精致的呀！哎，这旧世纪的小玩意儿，在小黑市上能换不少奉献点吧？谁说拿去换奉献点了？4277那家伙就爱这些小玩意儿，这个他肯定喜欢。哎，据说那个会首大人也喜欢旧世界的小古董。我要是你啊，就把这个献给他，说不定他一高兴赏我个上名当当。别扯淡了，没听说过臣民还能变上名的。什么东西啊？啊！放心，没事儿。啊！吓死我了！弄给他！什么？怎么会有疾苦？让开！让开！都下来！下去！别开枪！4179！3352！谁在开枪？佩妮，后面什么情况？听到请回话。佩妮，佩妮，罗成，赶紧敲开舱门，组织队伍撤离。是。冉冰，我和你一起。少了我你成吗？你，赶紧过来敲门。你在干什么？几乎爬在他们身上，我怕。两个臣民的性命一文不值，有什么好担心的？不好，是击鼓群。混蛋！信号区扩散了，他们小心！
会。肉土活了！怎么回事？前面到底怎么了？喂，是击鼓群，快点火！会走到舱门附近。快！趴下！救命啊！小心！轻点，轻点！啊！快跑！快跑！快跑！后面全在后面！队长，佩妮，怎么回事？我们惊动了击鼓群，信号素正在扩散，告诉队长赶紧撤离，我来断后。康妮，听得见我说话吗？康妮，佩妮。别过来！躯壳，这是躯壳！他已经彻底被细红素污染了。看到了，我都看到了。唐尼，给我清醒点！佩妮，我都干了些什么？我都干了些什么？唐尼，我干了什么？他们停止释放性红素。杀了我！快杀了我！什么？不然都来不及了。我看到了，躯壳，只有躯壳，我们都被困在这儿。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放开我！不好，喂，动作快！是。全员准备撤离，前面的赶紧把门打开。
还是不行，打不开！别在这磨磨唧唧，给我想办法！让我来。上面！城主大人，灯塔的能源最多还能撑10天。如果马克他还不回来的话，行了，你呀，还是那么个急性子。是。连接航行控制室。遵命。封面前沿垂直风速紊乱，风暴中心还在接近，灯塔规避航线正在测算。收到。动力系统稳定，各引擎功率正常。启动推动装置，环5、环6推进器分别点火，降低灯塔高度，航向增大15度。调出采集区域平面图。1号线中央指挥厅呼叫控制室。城主大人，景南，猎荒者有消息了吗？报告城主，猎荒者还未进入灯塔的探测范围。另外，沙暴区正在向灯塔靠近，我们是否再等等？马克一定会回来的。是。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一起。带上物资，赶紧走！快点，快点！队长，别过来！快走！这些家伙从来不会单独行动，再这么下去，谁都走不了。都死在这儿，物资怎么办？可是你和冉冰，快走！这是命令。来呀，混蛋！
跑什么？不好了，快跑！快跑！慌什么？到底怎么了？是机兽来了！什么？快跑！快跑吧！喂，马克队长呢？怎么回事5次装箱，紧急撤离！啊！我的天哪！还傻站着干什么？火力掩护！怎么回事？好像是 B 区入口。快通知各部队，我们受到世纪兽的进攻！别让他靠近车队！克里，接奉安利卡，在，赶快启动重力体！是。猎轰者小队，掩护驾驶员！是。我去启动重力体，这个出口一定要守住！遵命！混蛋！坚持住，我的飞，我的飞！29队保持队形，射击那些发光的丑角。敌人的正面攻击！救我！救我！警告：不明身份，非法操作。白鲨14号，身份验证，准备启动。白鲨11号，身份验证，准备。武器正在准备中，请稍后。武器尚未就绪。你没事吧？还行，看来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增值速度。喂，这些家伙在干嘛？那些闪光的触须，既是进食的器官，也是他们沟通的桥梁。他们在共享情报，小心点。接生弹药，看准了再打。是。准备战斗！快！把物资全部装上货车！警告：这都是些什么鬼东西？快走啊！非法启动，强制开启限制模式，部分武器模块已锁定。这个还活着！喂，没死就站起来！来，振作点！都是躯壳。什么？喂！不要怪我，被击伤的都得完蛋！光晕众生，众生随意。光阴无魂，引力无体。一
一道之语，乐而不已。令残体肤，武器光影。很久以前，我们自以为可以超越神明，却引来了毁天灭地的灾难。是光影之主拯救了我们，将我们带上灯塔。在光影之主的庇护之下，我们才得以在这满目疮痍、怪兽横行的世界里生存。没有主的帮助，一切皆是虚妄。冰冷的战斗设备，并不能让猎荒者们彻底消灭那些凶残的怪物，更不能给我们带来胜利的希望。我们只有虔诚地恳请无上的光影之主，将生存物资完好无损地带到我们的面前。光影众生，众生随影。光影之主告诉我们，世人皆是洞穴中被钉在墙壁上的苦难者。我们所见之一切，均是从墙上投射下来的影子。故我在。只有挣脱束缚，走出洞穴，才能看见真理。故我在。告诉我，孩子们，为了走出阴暗的洞穴，你们都做了什么？崇高来自给予。会首大人，这是我5年来第3次完成晨曦大厅的神圣使命。光影之主以你为荣，你要为自己感到骄傲。故我在。你呢？会首大人，今天我狠狠教训了一名试图向我寻求父子关系的老者，并将他交给了律教所。你做得很好，遵从光影之主的安排，鄙夷旧世界的家庭关系，用行动迎接更好的世界。你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主都会知道。尊敬的会首大人，站住！怎么是个臣命？臣命是怎么混进来的？他有什么资格到这里来？无论上民还是臣民，只要在祈福会上说出你合理的愿望，光影之主一定会帮助你。告诉大家你的编号。1225。我请求光影之主帮助一位虔诚的上民绘图，更换一颗合适的心脏。哦，他为了救我，被一根钢针插进了胸口。不过我很好奇，一个上民是怎样和你这个臣民形成了可以互相拯救的亲密关系？30年，灯塔颁布3大法则之前，我和他是夫妻关系。原来是这样。不过据我所知，灯塔上已经没有可以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了。可是，你是希望在场的绘图中，有人愿意献出一颗心脏给他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是希望，如果光影之主能允许，我愿意把自己的心脏换给他。哦，你的？3大生存法则颁布至今已有20余年，
其中首要任务就是优化我们的基因，让灯塔在未来能够更好的运行。你与他换心的要求，在我看来，简直荒唐至极。天生的基因缺陷让你成为了没有繁衍资格的臣民。如果我同意换心，就意味着那位可怜的上民接受你心脏的同时，也要接受你的缺陷。会首大人，难道光影之珠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上民就这样死去吗？1225，请你相信我，光影之主宁愿这位上民有尊严的死去，也不愿看到他的身体里跳动着一颗臣民的心脏。死了还有什么罪业？贵族们，一颗低贱的心脏可以拯救一位上民，但这位上民是应该屈辱的活着，还是光荣的死去？让他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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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死。怪物！你们这群怪物！你们这群怪物！让我们继续为猎荒者小人祈福。这可怎么办？喂，怎么还不走？2号运输车受困，请求支援。这样可不行，赶紧叫2个人下去推车。金骨，他中骨了，脖子都断了。小哥，有话好好说。救命啊！怎么还不撤离？都想被吃掉吗？地面塌陷，轮胎陷进坑里了。闪避！白沙19号，他还有救。马克那边怎么样了？哎，轻点，轻点。怎么是科里？谁在驾驶19号重力体？别管那么多了，快启动引擎！飞雪，火力掩护！最后一批物资了，大家加油！快呀快呀！太棒，是今天的第5区。那边又来了一只！注意，8点钟方向。开你的车，少废话。
追他！队长小心！我弄死你们！这里的世纪兽马上就要再生了，得趁他们复苏之前赶上车队。队长，有好多世纪兽都朝着车队的方向去了。时间不多了，赶紧追！报告，沙尘暴正在向灯塔逼近。呼叫中央控制室，这里是烈方4点钟方向，切换波段。是，提升通信装置功率。收到，请回答。这里是灯塔，队长，是你吗？这里是猎荒者，采集任务已完成。猎荒者请求返回。是马克队长。太好了，到了。哟。马克队长，欢迎回来。下放 ES-01号升降台。猎荒者收到。喂，马克。刚刚发生的事情，你也看到了吧？这恐怕是猎荒者近几年来最大的发现了。也许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看到的一切。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这小子了呢。哪天你要是不咒我了，我可能就真回不来了。现在排场不小啊，让整个灯塔等你一个人。让老师久等了。回来就好，跟我来吧。
你给我等着！抓不着，抓不着！等等我！抓不到我，抓不到我！来呀！哇！你看，是烈荒者回来了。你看！欢迎烈荒者回城！哎，你看，是马克，哎，马克！这么多人都是来欢迎我的。哼，这帮愚民，忘了都是因为会首祈福，猎荒者才会平安归来。他们应该感谢会首大人才对。树则治，怒则愚。只要保持清醒，自然会受到光影之主的眷顾。故我在。能源优先入库，绕口令15，请走冷藏通道。喂，还不赶紧过来！4068，哎，你小子怎么会在机甲里呀？怎么样，像猎荒者吗？看把你给嘚瑟的！刚才多亏了这小子了。喂，快下来！被绿教师发现，你就完蛋了。行了，知道。要是能进猎荒者，我肯定比马克更威风。科里的情况不太妙，他的伤势太重，风险点不够。医疗所那边判定他无治疗价值。先到我的顶着。那你怎么办？干什么？放给我！你还想威风？我没找你麻烦就不错了。要不是我，你们能带回这些物资？什么？看你这小子是活腻了吧？喂，是何光者，他们怎么来了？行。你们为什么打我？怎么会是打人？喂，你们别过去！我做错什么了？灯塔律法规定，臣民无权以任何形式触碰上民的武器，违者罚12鞭。我刚才帮了他们啊！执迷不悟，不如将他带回绿教所，好好管教。放开这位绿教士。贺光者大人，这小子好不容易从地面捡了条命回来，你要是把他给打伤了，我就又少了一个人干活啊！
各位可别忘了，你们可都是受到了光影之主的庇护，才能安全地带回物资。这可全是会首大人祈福的功劳。你莫成，回去请转告会首大人，这小子已经记住他的教诲了。哦，你们该记住的是光影之主的教诲。希望他老人家下次能够保佑我们少死几个弟兄。哼，那就得看你们的祈祷是否虔诚。我们走。一群蛮不讲理的家伙！我明明保护了物资。喂，注意你的言辞。保护灯塔是上民的职责，身为臣民就要时刻记得自己的身份。就凭什么基因？优秀的基因意味着更高的生存率，这就是末日的规则。凭什么？哎，走了走了走了。看样子，想对猎荒者表示感谢的不止我一个呢。不在控制室顶着，就让灯塔在天上这么瞎溜达吗？这次猎荒者满载而归，城主吩咐，今天的廷议带上你的副官。我吗？哇塞！这就是中央电磁炮的发射轨道吧？是啊，但平时这里只作为各大核心部门的内部连接通道。听说发射一次，整个灯塔的供电系统会瘫痪3分钟，是真的吗？没错，只有在君王级噬级兽威胁到灯塔时才会启动。开始吧。报告城主，这次猎荒者采集到的物资主要有可控能源、压缩食品、稀有金属以及旧世界战斗设备若干。经过统计，能供灯塔最低消耗3个月，但是灯塔通过乱流层时损失了部分药品储备。汇报战损情况。重力体机甲损坏1台，正在抢修。臣民损失若干，上民共计牺牲34人。尸体有带回来吗？仅有一部分。回收装备和住所吧。人口补给情况：优质人口补给链正常循环中。供子儿教中，年满16岁、受过末日军事训练的战斗人员能立即投入战斗。基因优化环节也已安排适配的上民执行繁育任务。每一届分批次的补给人口都在相应的年龄段上进行着严格的培训。很好。城主大人，灯塔子民在光影之主的庇护下非常安定。回来的战士都正在接受净化，不过这次伤亡众多，猎荒者是否在行动中有所懈怠？城主大人，关于地面的情况，猎荒者有重大发现。这次我们不光遭到了兽群的袭击，而且他们追上来了！右边的那波已经被我干掉了，小心后面！
我的天，这么大！所有人员全速撤离！精彩精彩！能在兽潮之中带着物资突出重围，的确英勇过人。不过，你说地上有人，马克队长，怕是猩红素干扰你的判断了吧？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很确定我看到的是什么。灯塔已经20多年没有搜救到生还者了，如今人类在地面生存的几率几乎为0，地面上不可能还有人类啊！灾难之后，除了采集物资，我们从不登陆地面。我们才到这块大陆几个月呀，缺乏全方位的扫描和搜查，说不定这儿真有活人呢。按你所说，地面上不光有活人，还站在市级兽身上，除非他可以控制市级兽，你自己信吗？好了，荒谬！马克常年战斗，多少有些疲惫，偶尔有些错觉，也不足为奇。但正是因为他拼死战斗，为我们夺取资源，灯塔才有今天。城主大人，马克为灯塔鞠躬尽瘁是理所当然的，这都是光影之主的安排。没错，马克每次都能凯旋，这确实是受到了眷顾。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可灯塔的航线还很漫长，是时候交给年轻人掌舵了。这个人需要有崇高的品德和坚韧的意志，所以，我决定，城主之位将由马克继任。什么？凭什么？他就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凭什么成为人类最后的守护者？马克为灯塔鞠躬尽瘁，难道不是光影之主的安排吗？这没有意义的话，
7天后举行仪式。父亲。城主大人，我失言了。都下去吧，我和马克有话要说。城主大人，这件事我没打算和你商量，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看看外面一座座悬吊的建筑，还有那些各司其职、恪尽职守的人们，我们是最后的人类了，马克。你是个出色的战士，但不能一辈子当猎荒者。我老了，我希望你来接替我，照顾好灯塔，别让它掉下去。这么重要的使命，恐怕我承担不了。什么使命不使命的？少在这儿给自己脸上贴金。我只是让你这臭小子把屁股挪个地儿，替我保住这个在天上晃悠了几十年的铁疙瘩，让我这把老骨头能在死之前过上几天清闲日子。城主大人，这个位子本来你有更合适的人选。是，虹口曾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猎荒者指挥官。要是他还活着，也许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比任何人都尊重您，可在他最需要您的时候，却一个机会都不给他。你还对15年前的事情耿耿于怀？他是我姐姐，那都是旧世界的家庭关系了。你知道，灯塔是我们最后的庇护所。灾后恶劣的环境迫使我们改变了生存方式，等级划分、基因优化也好，取缔家庭关系也罢，包括远行，都是为了争取我们存活的最大可能。我们每个人必须成为灯塔的一部分，而他却为了自己公然对抗3大生存法则，置整个灯塔的存续于不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我在地面经历了那么多场战斗，他们有多危险，我比谁都清楚。我们一直以为地面无法生存，可现在我在地面看到了人类，说不定灯塔还有别的选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更不可能再回到地面生活了。他们有多危险，你并不清楚。什么？大典7天后举行，交接好手上的事情。等你继任的那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城主大人，下去吧。有时人会被自己的双眼所蒙蔽，忘了这件事吧，以后不要再提了。城主大人，您觉得会是他吗？让家里启动临渊者计划吧。如果真是他，我们也只能这样了。是。都怪我，要不是我受伤，就不会拖累大家了。你别说了。后面又来了一只，给我顶住！是。
办法。怎么样了？报告队长，子弹快没了，物资损失。我是问你的伤怎么样了？队长放心，死不了。立刻撤离，物资能带多少是多少，人全部上车。是。快！救命啊！救命呀！救我呀！队长，我们没时间了，那只是个臣民。臣民也是人。队长，快出来！谢谢队长。不好，他在召唤同伴。队长，红空！队长！红空队长，红空！队长！队长，还活着！小队活着，还活着，还活着！队长！烈火者！队长！他们不会吧？一斤吃什么呀？天天都这饭菜。就是啊，一顿。猎荒者破晓，根据您的奉献度，系统今天为您提供的饮品是牛奶，祝您用餐愉快。快！是这儿啊！小子，是从你生奶的这儿啊！加油啊！马克，小心把粑粑憋出来。等我当了猎荒者老大，让系统天天给你们喂粑粑！哇！加油！马克要看先例了！加油啊！哟，小老大摔倒了，快把小老大扶起来！走开！谁要你扶啊？红空，再来！愿赌服输。来吧，小老大。对啊，加油呀，可别呕出来啊！快喝！陈方军怎么到这儿来了？怎么还带着家伙呢？他们怎么来了？让开！红扣队长破晓副官，麻烦二位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要干嘛？这里可是猎荒者的地盘，你给我把他放下！喂！马克，红扣队长，我们为什么会来这儿，您很清楚，就别让我们为难了。谁谁敢动他？试试看！
喂，干嘛？马克，叫我一声姐。啊？你不是说以后都不能这么叫你吗？别废话，叫一声。姐，你这是怎么了？这个归你了。记得喝牛奶。姐，前列荒者指挥官红寇与战士破晓公然违抗灯塔生产法则，判处2人火刑，公开执行，以儆效尤。油泵开启，高温准备。马克，不能过去！不要！电击就位！红寇破晓！你们虽然背叛了灯塔，但你们毕竟为灯塔战斗过。如果你们今天能当众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保证永不再犯，灯塔可以饶你们不死。队长，队长，这都什么时候了，别犯蠢了，快跟城主认个错。红寇，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我是个战士，怕的不是死，而是当世界面对死亡，灵魂点燃了没有真正的活过。那是救赎者的妄想，是末日冰冷的悲伤。当我们面对死亡，我轻轻吻你的额头，温热的脸庞，闪烁着的眼眶。行刑准备！姐姐，才不被唤起的向往，无法阻挡，不顾一切去疯狂。活着，告诉每一个人，生命是多么不可想象，珍藏着无尽顽强，在那
马克队长。马克队长。喂，你洗一洗，去厨房吧。长官，我不会做饭。我是让你去厨房把自己炖了，去了地面也是一坨肉土，还不如让大伙开个荤。手臂不要太紧。你先练着。你看啊，3号训练进度完成65%，重力体右腿的负荷能力下降了。所以说，重力体上的所有设计都有它的功用。这个按钮有什么用啊？这个绝对不能随便动，动了会怎么样？哎，舱门怎么打开了？那就这样。照你们这些新人的练法，科研部有再多重力体都不够你们糟蹋。遭遇了脊骨，解决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破坏主神经。听懂的举手。面对的是四级兽，你们想变成肉骨吗？想多活1分钟，就给我多练1年，争取在远行之前保住你们的小命。哟，今天火气那么大。哎，马克，上来陪我练练，给这俩蠢货做个示范。老师，我的奉献点都垫给科里了，如果您老再受伤了，我可负担不起啊。上次我把你屎打出来，又把你打进屎里，忘了吗？教官在说什么呀？那都是10多年前的事儿啊。来，我来替他疏通筋骨。怎么了？教官和队长对上了。这下有好戏看了。您最好悠着点，毕竟年纪大了，生命公式可不和您讲道理。小子，今天老头子我就给你上最后一课。队长，队长好凶啊！恢复的真快。等一下，我先热热身。嘿，走，嘿，走。喂，你说队长和教官谁会赢？3天的高级伙食，队长赢。你们知道队长这身功夫是谁教的吗？5天的高级伙食，教官赢。开始拿我打赌了。我赢了，伙食对半分。没问题。这么多年了，您还是这招？嘿，少废话！灯塔最强大的男人，真想和他去晨曦大天。你说的哪个？2个都不错。好！教官怎么了？教官！艾龙老师，老师，你怎么了？攻其不备，善抱拳。趁火打劫，飞个鬼！马克队长还是太年轻了。你不是想看新招吗？这一招就叫兵不厌诈。您这叫臭不要脸吧？5天的伙食啊！急什么？还没打完呢。好，再来！你就是他！你就这么点本事？我打！摩根城主，老师，算了吧。参见城主。城主，阿达！让你看后面，让你粗心大意。趁你脚踢腿。马克，老师，这次您说什么我都不会再信了。哎呦，我这老腰啊！啊，这就不打？
不打了，不打了！哎呀，哎呦喂！咱们的赌注怎么算？这该怎么算呀？算什么算？老头子得恢复下体力喽！来，傻小子。走了。哎，教官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都这么足？教官进了远行名单，明天就要出发了。什么？你看，多美的太阳啊！我老了，该去远行了。但您是灯塔最好的教官。得了吧，一场拳赛都打不完，留在这儿还有什么用啊？我去向城主求情。你打算为每一个远行者求情吗？你要是在以前的战场上，今天已经死2回了。可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市级兽啊。没错，看市级兽你挺在行，但对你来说，人心也许是最危险的。你忘了查尔斯和摩根是什么关系了？傻小子，就该当城主的人了，凡事多长个心眼儿。老师，您相信我们能重新回到地面生活吗？在末日中，人们总想寻找希望，但要真有希望的话，那还叫末日吗？医生，克里的情况怎么样？他能恢复吗？他的生命源质被抽走了大半，认知能力及潜意识等神经活动严重缺失，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急剧衰弱。要不是你们的马克队长给他输过血，他早就死了。但他的身体还是很虚弱，你们自求多福吧。请你们用最好的治疗手段，如果奉献点不够的话，你们这是在浪费资源。他现在和以后对灯塔的贡献，远远低于所消耗的医疗成本，这可是有违生命公誓的。真是。克里，你一定要挺过来，大家都在等着你回来啊！是啊，马克队长就要当城主了，他专门叮嘱军械库的人，不管你什么时候出院，重力体都给你留着。我记得猎荒者正好缺一个战地随行军医，护士小姐有兴趣吗？我去结算奉献点，你们先照顾他。赖以生存的各项资源都十分紧缺，但其中最紧缺的资源就是优质人口。为了补给人口，灯塔制定了基因优化法则，在晨曦大厅内将灯塔适龄的上名男女按照基因进行合理分配，以便于生产出更加强壮、更加智慧的下一代。凡是经基因检测被判定为上名的优质婴儿，从诞生那一刻起，将会进入供子而教系统，接受最科学的集体哺育和统一教导。他们未来会进入灯塔。
刚完成任务的产妇不要随意走动。别去！患心脏病的几率5%，患恶性肿瘤的几率0.2%，脑血管病变的几率0.03%。这个婴儿的基因质量很新。别把孩子抱走！让我看看。别闹了，你刚完成任务，不要到处乱走。医生，我保证不靠近他，保证不去抱他，只要让我看他一眼长什么样子就行。求求你们，就一眼。你为什么一定要看他一眼？为什么？你看他一眼就会永远记住他，未来与他相关的事情，你的处理必然会失去公正。祝贺你，这个孩子是个上民，你的奉献点奖励将在3天内发放。别走！不行，给我不要了，就让我看一眼，让我看一眼！别走！为了完成任务，整整10个月我都提心吊胆，我付出了这么多，还是我拿命换来的，看一眼也不行吗？上民吉雅，虽然你完成了基因优化任务，但如果你触犯了生存法则，灯塔一样会侵扰你。你给我冷静点！吉雅，我知道你为了完成任务受了很多苦，但它之所以能降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灯塔按照基因匹配出来的成果。这是灯塔的孩子，现在灯塔的人口补给需求这么迫切，你却在为自己的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耽误大家的时间。吉雅，你觉得这么做对吗？可是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这个孩子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使用你的奉献点奖励才对。啊，为灯塔贡献了一个上民，多光荣啊！下周我也要去晨曦大厅了，真希望能像你一样圆满完成任务。智能解码系统应该升级过了呀，那时候怎么会没法解锁呢？你轻点儿，让你乱动上民东西，现在知道疼了。猜猜我带来了什么？切，还不是变了味儿的虫饼？你看。啊？你要给我上油吗，大姐？我又没有一只。哎，我的解码器！你干什么啊？啊，是酒。嘘，嘿，好的还挺快。有吃有喝才快活嘛。嘿嘿，这要被绿角所给逮着了，得挨多少鞭子呀？别废话，这次地面任务，大家都知道你是好样的。灯塔不奖励你，咱自己奖励自己。来，干杯！干杯！干杯！如果我们不是臣民就好了。臣民怎么了？挨了打有人上药，还有酒喝呢。不过也不能白喝你的酒，我也给你带来点东西，等着。啊！旧世界的计时器。啊，这玩意儿搁以前。那可是1等1的好东西啊！哼，嘿嘿，不愧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修理师，就是识货。等会儿，你就是为了这玩意儿惊动了击鼓群？嘘，这事儿就我们3个知道。再来一杯。你就不能让人省点心？那你还我啊？想得美！可我听说，
在旧世界，送这些钟啊、表啊的可不太吉利。就你话多。真好喝，你这从哪儿弄的呀？老班那儿顺过来的。这次回城的时候，第一回有那么多人为我欢呼，我就想，我4068和猎荒者比起来，就缺一台重力体。得了吧，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还重力体，我看你多干点体力活吧。你们懂什么？知道吗？进入重力体之后，就像不再是自己。感觉那一刻，我无所不能，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沉湎，不再害怕，不再受任何束缚。那种体验真是太美妙了。滚开！下贱的东西！啊！糟了，3852出事了！哎，干嘛去啊？那可是咱们队里的人。走，去看看。哎。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抢商民的食物！原来是这个味道，原来他妈是这个味道！一头畜生！让你吃，让你吃，吐出来，让你吃！你想要干什么？我要像上民那样活一回。3852怕是要受重罚了。385，别吃了，快起来！你想死吗？喂，我们这些劣等货，可不就是等死吗？是猩红症！什么？让开让开，无关人等一律走开。你们城防军可算是来了，抓起来带走。是。别过来！就能吃！放开我！都别过来！喂，别激动，把枪给我放下，不然我就打死他！在场的人一律不许离开。是喝光者来了。陈明编号38522411，越级使用上名实体，主动引发暴力事件，反抗执法者，非法持枪，一律罚16鞭，禁食，长跪3日，清除20天奉献点。喂，别折腾了，投降吧，会死人的。我好歹在死之前像个人一样活过一回。你们劳累了一辈子，到死都不知道面包是个什么滋味。已约线，抓起来！别过来！别过来！滚开！别过来！滚开！别过来！别过来！怎么会？
家贱货总算老实了。带回去，关起来。你们还想干什么？你也不想活了？对不起，这个陈明的基因太差了，脑子不好使。你走开！已经快要死了，就不能放过他吗？你拉我走开！好吧，那就再算上2个。等等，你们听我说，喝光者大人，这个陈明就快死了，他只想吃一口上民的食物，请你饶了他吧。4068，陈明编号4068，企图阻止执法，依律审命。也是人。陈明连繁衍权都没有，不配为人类延续火种。严格来讲，算不上人类。等等。会首大人，他是之前跟猎荒者下地的搬运工。哦，教化光影之主的信徒不宜施以惩戒，而应当给予净化，一并带回律教所接受光影的洗礼。会首大人，摩根城主还在等着您。光运众生，众生随应。查尔斯，我还记得这是你最喜欢的乐器，对吧？我们这个时代唯一要做的就是生存，我不会忘了您的教诲的，城主大人。好久没听你弹过了，孩子。还记得你母亲最喜欢的那首曲子吗？遵命，城主大人。查尔斯，其实你很优秀，你在艺术上的天赋和你母亲一样，在旧世界，你也许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会受到无数拥戴，这让我感到欣慰，也感到悲哀。如果你不是出生在这个时代，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没想到我会跟你说这些吧。这些年，你尽心尽力地打理光影会，帮我维持着灯塔的秩序。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是我？我不希望你强行去负担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这样活着太累了。这是末日，孩子。我不得不做一些艰难的抉择。原谅我。你认为我真的只是想当这个城主吗？查尔斯，你从没有正眼看过我。
有时我在想，如果灾难没有发生，也许我们能做一对普通的父子。即便有争执，我们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我曾经以为你真的割舍掉了和我的父子关系，无论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徒劳无功的。20年了，你第一次像这样对我。父亲，我什么都不要，我会像以前一样，一心一意打理好光影会的。往日我的苛责，让你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光影之主。现在你不再需要那虚无的东西了。新城主即将继位，我终于可以放下担子。你就来好好陪陪我吧，把光影会交给他来打理。好的，父亲，今后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子民们，今天我十分自豪，又有5位勇士站到了这里，他们为了灯塔奉献了一生。如今，他们将继续为了灯塔而前行。他们当中有曾带领猎荒者征战地面的埃隆教官。他为灯塔最初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塔拉女士将旧世界的种植技术带上了灯塔，为空中农场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工程师莫林那伟大的设计，让灯塔以最节能的方式运行了数十载。资料员高登记录的每一件事，都纪念了这个时代的苦难和每个灯塔人的勇气。还有臣民0591，今天他同样也是灯塔的英雄。我是英雄了，我和他们一样了。他们是唯一有资格走出洞穴寻找真理的人。他们用行动捍卫了我们共同的信仰。
他们是为灯塔奉献了一生的伟大的人。我以灯塔城主之名，为勇士送行。灯塔以你为荣，愿为灯塔而前行。我去，哭了。老师，好了，差不多该走了。老师第一次教我用枪，仿佛就在昨天。没想到他也到了远行的年纪了，希望他真的能找到真理。能不能找到真理我不知道，不过他们几个去了地面，倒是能为灯塔省下几顿口粮。会首大人，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我都知道远行意味着什么。快死的老家伙们就应该被丢弃。灯塔的物资得用在活人身上，这笔账，城主大人算的可是清楚得很啊。哦，这可不像光影会首说的话。哦，我忘了，再过几天你就不是会首大人了。老师，灯塔与您为荣。你真相信地面可以活人吗？高登总归还是记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资料室在哪儿？不用我告诉你吧？老师，孩子，我愿为你而前行。勇士启程！查尔斯，城主的急救药快用光了，我已经调整了航线，全力搜索附近的医疗采集区。以后照顾城主的事，可就归你操心了。城主大人身体好着呢，你多虑了。城主的心脏一直不好，现在又上了年纪。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于公于私，这都是我该做的。我会好好照顾他，直到他远行的那一天，让他亲自践行一下自己定下的生存法则。我知道城主的决定让你很难接受，但我希望你作为儿子能多关心。别忘了，灯塔上早就没有什么父子了，这可是城主大人自己定的。那为什么之前停会时你当众称呼他父亲？你懂什么？需要的时候我是会首，不需要的时候我才是儿子。一个长得像我母亲才被他收养的女人，最好给我少管闲事。查尔斯，城主的决定不会改变，做好你分内的事。哼！还是济南有办法。哇，灯塔几十年的资料全在这里，这要找到什么时候啊？刚才可是你自己要跟来的。少了我你成吗？那我找这边。跟我来。
喂，啊，城主为什么要你忘掉在地面上看到的一切？有时人会被自己的双眼所蒙蔽，忘了这件事吧，以后不要再提了。他并没有否定地面有人类的存在。哦，真的？其中可能另有隐情。这里也许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如果地面真的有人，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哎，那些噬极兽真的被他们控制了？噬极兽是大灾难的时候从破碎的地壳中爬上来的，就像那些被海啸卷上岸的深海物种。只要它们还属于地球生物，被驯化也不是不可能。哎，你看这儿。出来了。这不是和书上教的一样吗？旧世界人性崩坏，人类的精神修为不足以掌握飞速发展的科技，最终导致文明彻底毁灭。你看这儿。什么？灯塔以前竟然是一座旧世界的公共监狱，末日中幸存下来的竟然是一帮囚徒。他们既是囚徒，也是灯塔的开创者。灯塔元年，初代城主平息狱警与囚犯间的战争，塔尔塔罗斯更名为灯塔，寓意人类最后的家园。11年，地面最后据点遭噬极兽侵袭，损失惨重，灯塔确定地面无法生存。12年，猎荒者部队遭遇毁灭性打击，并且只有一个人。这是重力体吗？从没见过这种型号的。难道？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个年代的人基本都远行了，想进一步调查的话，只能找上了年纪的老人。我知道了。终于弄好了。你刚才说的是？灯塔最老的一个臣民，编号好像是0609。0609。
这边，这边。你别急啊！你怎么都碰成这样？你胡说，你才是呢！醒醒！我来！安娜，也许有些债，这辈子你是还不了的。啊！哎呀，真是能吊人胃口。碰到世纪兽你也哭，看这破玩意儿你也哭，也不知道后面活没活成。要不是碰上末日，这片子草大结局了。私藏灯塔竞品，你们还是担心一下自己的结局吧。就谁呀，在我这儿还敢提竞品？嗨，马克队长。这东西是他的，是他的。这你们这群没良心的小兔崽子！马克队长，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是那个老头子硬拉我来的。马克队长，我们再也不敢了。来点儿。我问你，12年灯塔被入侵的事，你知道多少？哦，那一年啊，好像是有些事儿。不过呢，我人老了，记性也不大好了。如果能多点奉献点的话，奉献点没有，其他的倒有点。啊？现在想起来了吗？唉，灯塔12年根本就没被入侵过。那几年前后啊，灯塔可太平了。什么？那一年，摩根还是猎荒者指挥官呢，我是他的随队搬运工。锅开了。唉，还记得那年有次地面任务，我们被世纪兽围攻，嘿，那叫一个惨呐！一个接一个的被那些畜生抽了魂儿，眼看就要轮到摩根那家伙。只听哐当一声，杀出一副神秘铠甲，那简直就是天神下凡，唰唰唰几刀就砍倒了一群世纪兽啊！神秘铠甲？对呀。那副铠甲可比你那黑机甲要厉害多了。没曾想到，从铠甲里出来的竟然是个17、18岁的银发美女。他救了摩根城主。摩根为了感谢他，就把他请上了灯塔。但是没过多久，那女人连着铠甲都不见了。可惜啊，最后我也没能跟她说上话。佩妮，冉冰副官，房间已经清理好了，随时可以分配给其他上民。通知新进的猎荒者吧。信息已清除。那个佩妮真是上民的耻辱，私藏灯塔物资。喏，好家伙，还是禁书，这全是禁书吧？他们猎荒者不是应该最遵守灯塔律法的吗？是啊，还是马克队长。灯塔51年1月28日，那个叫唐尼的家伙脑子里都装的什么啊？为了救我，差点丢了胳膊。我给他包扎时，居然还嘲笑我战斗水平差，真是不可理喻。
2月21日，好烦呐！到底怎么回事啊？最近满脑子都是那个过分的家伙。今天集体用餐的时候，他离得很近，我突然心跳加速。现在只要靠近他，我的暗影值就会上升。万一哪天被喝光者发现怎么办？3月14日，灯塔教育我们，身为猎荒者要英勇、无私、奉献，献出全部。但看到你之后，我开始胆怯了，开始害怕死亡，怕死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你。4月2日，终于完成了晨曦大厅的繁育任务，感觉很奇妙。如果是和你一起，该多好啊！6月1日，终于偷偷读完了从地面带回来的那本书。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忍不住要去看它，就像口干舌燥的人明知水里有毒却还要喝一样。我本来无意去爱它，我也曾努力掐掉爱的萌芽，但当我又看到它时，心底的爱又复活了。写得真好。原来我对他的那种感觉叫做爱情。原来旧世纪的人们会因为爱而组成家庭，他们不是为了人口补给而在一起，而且男女之间竟还有书里描写的那些有趣的事。不行，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再和其他人执行反御任务。灯塔上这么多上民，在晨曦大厅遇见唐尼几乎是不可能的。谁都不能再逼我，谁都不能。我知道拒绝执行反御任务会被处死，如果真到那一天，就让我死在唐尼手里吧。猎荒者冉冰，这里是战损补给处。由于战士佩妮阵亡，本该由他执行的21449号繁育任务，现由你代替完成，请于今晚9点准时前往晨曦大厅报到。下场你应该很清楚。冉冰说道。你们还想怎样？挨了10几鞭子还不够吗？嘘，真正的洗礼才刚刚开始。我要见马克队长，是我救了他们。
会长大人。擅入重力体，又干扰贺光者执法，还敢说你什么都没做？当时情况危急，我才擅自进入重力体。后来我帮他们保护物资，还救了一名猎荒者。哦，有这回事。可马克队长回城汇报时，并未提起此事。我没有说谎，也许他觉得我不配保护物资吧。光影之主洞悉一切，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蒙受冤屈。你会得到你应得的奖赏。警告：解析进程意外终止。猩红素样本成分分析第136次，解算失败。准备清理冗余数据，3个标准时后再次启动。收到。这么些年了，还对我的小可爱念念不忘？上面有新的任务给你，没想到你会带这玩意儿来。城主已经下令重启林渊城。给你最高的资源调取权限和技术部的全部设备支持，但是有一条，这一次绝不允许进行人体试验。实验室就是研究者的战场，谁能保证不牺牲任何一名士兵，就打赢这场战争。这种道理还需要我教你，维克多将军？你难道就没有后悔过吗？后悔？他们都是伟大的先驱者，虽然没有带来最终的胜利，但却成为了我的杰作。被你们终止试验，才是我唯一后悔的事。要不是因为他，我早就把你打成筛子了。当年正是因为你擅自进行人体试验，才害死了他们。你这个疯子！他们都知道现在是末日，如果没有人死在实验室里，灯塔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在噬级兽手里。最先死的可都是你的人。他们都是军人，宁可死在战场上，也绝不会待在你的罐子里。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牺牲就取得胜利的战争是存在的。新鲜的。
到上面去来了。冉冰副官，冉冰副官，9033要死了！9033，怎么回事？医疗所的人说我血不好，就算有奉献点也没法治。他一直想看看灯塔到底长什么样子。今天我们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那你们准备怎么看？我们要去最高的地方看。要开始了。冲啊！冉冰，101、102。姐，哎，快看，他们在那儿！喂！哇，我们飞到灯塔的顶上了。快看那儿！啊，那是灯塔的空中农场吗？哇，那一定是灯塔上最美的地方。想去玩吗？好呀，好呀！抓稳喽！哇，真好看！把手给我！救我！什么声音？走了！天哪！你看，他们要掉下去了！不要怕，马克队长会接住你的。不愧是马克队长！漫天的雪花，在黑夜森林的边缘，我遇见了你，
静静地站在雪的尽头。你怎么在这儿？我发现刚才有人玩的挺开心的。反正比下地打世纪兽刺激多了。让我们来陪伴着彼此，你让我不害怕孤单，火光会驱散掉黑暗，用你的手握着我的手，燃起一个温暖的美梦。真美啊！要是时间能停在这一刻，该多好啊！以后别胡闹了，下次我可不一定来得及。是因为你要当城主吗？原来灯塔只有那么点儿大。如果它真是人类最后的家园，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守护它。哎，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回到地面生活，你有什么打算？现在说这些还太早，我们得先弄清楚那天看到的人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听说旧世界的人以前是会组成家庭的。你到时候会和谁在一起？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些？会和谁在一起？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情。我想过，和你。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为什么？这是命令。是吗？是猎荒者指挥官的命令，还是未来城主的命令？命令就是命令，猎荒者要做的就是服从。在你眼里，我只是一名猎荒者。不是吗？世界兽都打光了吗？地面安全了吗？猎荒者的尸体你数得过来吗？我就要去晨曦大厅，就在今晚。这就是我要服从的命令。你希望我完成它吗？除了世纪兽，你害怕一切。完成你的任务吧。这个叫做苹果，尝尝看，合不合你胃口？
这可比你们在地板上舔的那些面包和牛奶要珍贵多了。味道怎么样？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还有啊！你这么吃，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学得还挺快。美食只有掌握了技巧的人，才能品尝到它真正的滋味。会首大人，谢谢您对我的奖赏。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我们那儿除了虫饼，什么都没有。那你现在还吃得下虫饼吗？食物下一件事，当臣民还是上位，可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有没有想过，你决定不了的事情，对光影之主而言，也许只是举手之劳。啊！你们去了那么久，才带回来这么点吃的呀？知足吧，就这，好多臣民孩子都吃不上了。为了这么点物资，我俩差点把命都搭上了。下面有这么危险吗？看来还是灯塔上幸福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吗？永远都有饼干和棒棒糖吃。你个傻小子，干嘛打我？你知道你告诉我呀，就知道弹我脑门。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那才叫幸福呢。这个简单，等我当了猎荒者老大，就把那些怪物全打跑。那时候，咱们就能和喜欢的人在地面生活了。嘿嘿。傻小子毛都没长全，你有喜欢的人吗？有啊，我当然有了。我喜欢做凉粉的苏珊。你喜欢大妈？口味不轻啊。对呀，你不知道那凉粉拉的可得劲儿了。那还喜欢谁呢？艾伦教官。啊？男的你也喜欢？你们想什么？这就叫做不分彼此，相亲相爱。睡觉。要开枪，得先关保险。带我去上面医疗区。你得了什么病？非得去上民医疗区？我要把我的心脏换给一个上民。你就是那个陈明。
快带我去！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件事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帮不了你。马克队长，我看到了你救了陈明孩子，你和其他上民不一样，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就算你去了，他们也不会把一个臣民的心脏换给上民的。即使只有一线希望，我也要试试。不可能的，你的要求灯塔上没人能做到。趁没人发现你，赶紧走吧。我试试怎么知道？你疯了吗？你这样死也是白死。马克队长，你有喜欢的人，对吧？你像以前的人，不守着冰冷的法子活着，你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救爱的人，就像你救冉冰副官一样，我也可以。我和他是一起从天崩地裂的灾难里幸存下来的。我们在废墟中被困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躺在他怀里。那时我以为我快死了，他跟我说一定要挺住，只要有你在，即使世界毁灭我也不在乎。但没有了你，对我来说才是真的末日。马克队长，他在等我救他。坚持住！他在等我。我带你去医疗室。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吗？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更不可能再回到地面生活了。你有喜欢的人吗？这就是我要负责的命令。我希望我完成它。
他的心脏换给那个圣民。马克队长，这样做是违反灯塔律法的。一样的话不要让我说第二遍。马克队长，晨曦大厅正在执行任务。让开，我不想跟你们动手。队长，擅闯晨曦大厅可是重罪。繁育任务是3大法则之首，你想要违背吗？别害怕，这是光影之主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为了灯塔的存续，我们必须将优秀的基因传承下去。光映众生，众生随影，光敌无魂，影蔽无体。基因选择了我们，就一定是正确的。等你生出优质的孩子，就会感谢光影之主的安排。光映众生，众生随影。光敌无魂，影蔽无体。这是灯塔的生存法则。你如果不肯执行任务，我也会跟着受罚。你以为今天你走得出去吗？一道之律，乐而不淫，令残敌国，不弃光明。以后不要再说出去。我会和谁在一起？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我现在才明白，红口宁死也要守护的东西是什么。这么险吗？世纪兽打光了吗？地面安全了，不用守护灯塔了。你说的没错，除了世纪兽，我害怕一切。而我最害怕的是像失去红口一样失去你。世纪兽是还没杀光，地面依旧不安全，但那里比灯塔更广阔，更自由。冉冰，你愿意和我恢复旧世界的家庭关系吗？和我离开灯塔们，去地面组成自己的家庭。只要有你在，即使世界毁灭，我也不在乎。但没有了你，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末日。冉冰，从现在起，我只守护你一个人。你不会再受伤，也不必再忍耐。无论地面有多么艰险，我都会为你建造一个家。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世纪兽，我都会挡在你的身前。不管未来还剩多少时间，我都想在这操蛋的末日中和你共度余生。你愿意吗？不愿意。我不愿意什么事情都是你挡在前面。我要和你一起建造我们的家。遇到危险的时候，我要挡在你身前。少了我，你成吗？
马克队长，冉冰副官，麻烦二位跟我们走一趟吧。马克队长，我们为什么会来这儿，你很清楚，就别让我们为难了。带我去见城主。放心吧，等我回来。城防军把冉冰副官先带下去。维克多将军，马克队长不过就是做了些小小的蠢事，罚点奉献点就完了。你弄出这么大阵仗，难道真想惩戒他不成？马克帮臣民换心脏，破坏繁育任务，这都是妨碍基因优化的重罪。按律法说，这些确实都是重罪。可马克队长不是普通上尉，他是为灯塔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猎荒者指挥官，还是即将继位的城主。难道他的事不应该特事特办吗？那他更应该以身作则。照你这么说，那就是要处死马克队长了。将军，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处死了马克队长，你下去采集物资，或者你来当下一任城主。你为什么？为了活着，真正的活着。你以为是什么让你活到了今天？是灯塔教会你如何战斗和生存。无论你愿不愿意，你都是灯塔的一部分。克里为灯塔冒死带回物资，受伤了却得不到医治。艾隆老师操劳一生，老了却被放逐。那些臣民搬运工干着最繁重的活，吃着最廉价的食物。司令68立了功却还要遭到毒打，还有1225，连放弃自己的生命拯救爱人都被视为罪行。所以作为灯塔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这样活着的。这样活着，我们和冰冷的尸体又有什么区别？你知道灯塔每分钟要消耗多少能源吗？你知道战损后会有人口补给，但你知道培养一名猎荒者需要消耗多少资源吗？你只看到灯塔放弃你那些受伤的战友，那你知道救治一名重伤的猎荒者会让多少臣民连虫饼都吃不上？你觉得灯塔是把老人赶去了地面，可你不知道喂养没有贡献能力的人会饿死多少刚出生的婴儿。灯塔可以不控制繁育，等人口超出承载上限，那时你来决定抛弃哪些人吗？
如果我们能回到地面，也许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放下你那不切实际的念头，我们早就不是地面的主宰了。在世纪兽面前，人类根本就无处可藏，他们比你想象的更加危险。可那个女人就站在世纪兽的肩上，如果她有办法活下去，我们也能。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该放弃。她根本就不算人类。什么？灯塔经不起任何多余的消耗，现在除了活着，别的都是奢望。城主，他到底是谁？城主，带他下去。城主，我恳求你，让我和冉冰远行吧。马克，你疯了吗？你还记得红空的下场？我只记得姐姐想要和她爱的人回到地面好好生活。灯塔才是人类最后的家园，回到地面就是送死。对我来说，这里更像是坟墓。城主，你会害死所有人。城主，城主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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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主怎么样了？他的急救药已经用完了，并且被生命公司判定为无医疗价值。最近的采集点在哪儿？目前已知的医疗采集点在60公里外的 T69地区，可那里是生态密集区。按照律法，灯塔不能拿整个猎荒者冒险去救一个人，就算城主也不例外。准备好我的重力体，我去取药。你们回来了。我们这才出任务几天呢，你小子就上房揭瓦了？小老大，不够意思，干仗也不知会声，是嫌弃我们老胳膊老腿了？他敢！第一次拿枪还是我教他的呢。甭跟他废话，走，出发。走。等等，这次太危险了，不能让你们几个老家伙和我一起冒险。得了吧，咱们老哥几个什么没见过？可不是，就是。马克，我们已经没了他，不能再失去你了。战士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来帮我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次战斗意味着什么。这是猎荒者有史以来最凶险的一次任务，我们将在夜间行军，还要进入生态密集区，很有可能一去不回。但现在城主生命垂危，他能否醒来，全看我们是否能够及时带回药品。我们愿意为您出生入死，可生命公司已经判定摩根城主不值得再浪费任何医疗资源。马克队长，我们干嘛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冒险？是啊，
抛弃无用者，这还是他自己定的法则呢。是啊，这就是他不能违抗生命公式啊！没错，生命公式是城主定的，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无论对错，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没有它，就不会有灯塔的今天。在我看来，今天要救的不是城主，而是一个为灯塔耗尽毕生心血的可怜的老人。我们扪心自问，有谁比他为灯塔操劳的更多？这就是他不能违抗生命公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在灯塔上，他却要被大家抛弃。你们觉得生命公式这么判定合理吗？这就是他不能违抗生命公式。不合理！我们猎荒者是离死亡最近的人，如果受了重伤又付不起奉献点，就会被抛弃。你们愿意自己的生死为一个冰冷的公式决定吗？不愿意，不愿意！我们这么做是违反了灯塔的法则，违反法则是为了救城主。你们想想，如果城主醒来，他该怎么判定生命公式，又该怎么判定三大法则？因为他自己就是灯塔上第一个违反法则的人。这座浮空城不应该是苟活的庇护所，而是承载我们希望的载具。所以这次任务不是为了救别人，而是为了救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条法则能从一出生就否定我们。没错，无论是生还是沉湎，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虽然我没有完全搞懂队长在说什么，可是我好激动啊！猎荒者，出发！都给我精神点儿！这次老娘可是把压箱底儿的装备都拿出来了。要是马克这次真的带回了药品，那样的话，老东西很可能会力排众议把位置传给他。如果带不回来的话，只怕猎荒者会狗急跳墙。你觉得我会坐视不理吗？更何况，生态区那么凶险，他回得来吗？车组人员请确认，舱门已封闭，电子系统正常，冷却装置运行正常，引擎压力已达设定阈值，弹射起步准备，各车准备。5、4、3、2、1，出发！嘿嘿。
固定阀，解锁。已就位。车内气压稳定，平衡系统就绪，启动地形监控，开始校准。石峰，石峰！雪峰，赶紧打开推进器！副队长，太他妈刺激了！哎，0609，马克队长临走前的那番话，大伙可都议论着呢。说等他做上城主啊，以后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那可不，说不定我这老寒腿呀，也能有漂亮护士给揉揉呢。那我要去晨曦大厅见识见识。你这小子还挺有出息。903要死了！什么？这孩子快不行了，我这里根本治不了他，你们赶紧想别的办法。我们几个臣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9033，这是上次马克队长给的饼干，我不跟你抢了，这些都给你。这里治不了，那我就带他去上民医疗区。别说是上民医疗区了，就是上民生活区，咱们都进不去啊！要是硬闯，肯定得吃枪子儿。马克，前4号频道，跟你说点正事儿。完成任务之后，你还是打算离开灯塔吗？我倒应过然定，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去。拉倒吧！先不说你们俩在地面能撑几天，能不能离开灯塔都两说。现在摩根年迈，万一救回来也没法痊愈的话，查尔斯必定有所行动。灯塔实权一旦落到光影会手上，你和冉冰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灯塔。
现在要活着，你只能当城主。上面哥几个已经安排好了，只要拿到药，保住摩根的命，就能稳住维克多的城防军。那时对付那些不经打的女教士，我们绰绰有余。你本来就是摩根城主钦定的接班人，就算他醒过来，也不会怪你的。屁股先坐上去，后面什么都好说。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保证冉冰的安全。想想一切。也许干这事，我们晚了整整15年。要是红口现在还活着，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知道了。好嘞，就这么定了。谢谢你们。哟，小老大还跟咱客气上了。行，那咱今天就大干一场。队长，蛇口到处都是。各车炮台就位。开火！伯克，注意后面！后面的交给我们。开火！救命！救命！莫城，你呢？你们是来看风景的吗？厉害呀，魔城！炸了他们都不敢过来了，这也太帅了吧！那当然，哼，你小子。莫城！是地吼！全速前进！所有猎荒者回到车里！
得打断他们蓄力。众离天准备！老子都憋半天了，看我不打爆你们的红卵蛋！节省弹药，这些家伙只是抛人。以下起步，不许停！这些混蛋的都是我的！飞雪，收到。0609，就凭咱们几个进得了上民医疗区吗？那可不，你们还记得马克队长单独来找过我？我记得。他跟我说，等他当上城主，我就是副城主。好，而且马克队长救过9033，他是绝不会让这孩子就这么死掉的。对，哎，这是怎么了？上！喂，这，你们这是干什么？就是干你！你们这些家伙不要命了吗？你们这什么情况？好臭！都滚开！又来这么臭，都他妈不洗澡吗？我们臣民哪来的澡洗啊？你们这群疯狗，给我站住！0609，你们快走！一定要救他！快跑啊！0609，给我起来！放手！这群蟑螂，给我放手！他妈打死你！你们一定要救他！快跑！快跑！桥面裂开了，完蛋了，这次死定了！把油门踩到底！说什么？踩到底！点火！
马克队长送来的心脏已经成功的移植给了那个上民。是他人强迫你执行那场手术的吗？我的确是因为马克队长的要求而执行的手术。好的，我们会向律教所说明这一情况。不，请按照灯塔律法对我执行相应的惩罚。我们会接受你的申请。医生，帮帮忙，这孩子快不行了。你们救救他吧！大夫，我知道我们是臣民。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来到这儿的，现在马上给我出去！这，铐上！是，你们给我过来！还有你怎么？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他还是个孩子，我们只想救他。放屁！再过几小时，猎荒者就回来了。这些医疗物资他们都不够用，还给你们？这真是神经病！他们这猎斗基因有治疗价值吗？救救他吧，他很聪明，也很听话，长大以后一定能为灯塔做很多贡献。这臣民生下来就是垃圾，还以后呢？垃圾哪来的以后？马克队长说过，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由一个冰冷的公式来决定。没有人能从一出生就否定我们，无论是上民还是臣民，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一枪崩了你！长官，8925，你们不……这是什么？让我进去！后退！都给我后退！他是传染病吗？回答我！他是不是传染病？回答我呀！退后！给我后退！别动我！让开！0609，孩子，在以前，医生救人是不看基因的。0609，0609，0609。People whisper and pray while vision touch your dream. Those memories will fade away. Don't be sad, glimmers still remain. 抵达目标采集点，到达时间2点06，离预计时间提前21分钟。采集点整体下线，常规入口被掩埋，可选择从天顶进入。安装滑梯设备，从天顶进入。其他小队做最后准备。收到。嘿，给我递个扳手。动作还挺快啊！装好了，行了。啊，3955，怎么回事？马克队长这边的设备太多了。那我跟你换吧。帮你调整了轴心传动的灵敏度，武器冷却做了优化，连续加速要间隔2秒，否则动力模块会过热。记住了吗？傻笑什么呢？其实下来执行任务也挺好的。好什么呀？还不一定能回。没事，我会保护你的。有事记得叫我。也可以叫我呀。嘘，小点声。又不在灯塔上，你怕什么？所有通讯网络准备接收现况报告。
车队前往西侧寻找撤离点，准备接应。2小队在大厅严密警戒，架设通讯增幅装置。其他队伍分头探索，静默前行。20分钟之内务必找到目标要紧，行动！知道。大家保持警惕。什么鬼啊？这可能是旧世界的医疗机器人。也不是这儿，走吧。Nirvana 科技创造更完美的世界，欢迎各位投资人加入由全球最顶尖的几名专家领导，致力于生物美容与抗衰老的最新研究。我们的产品将为您带来永恒的健康与美丽，让全人类从腐朽中解脱，重获新生。原来是全息投影。您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未来吗？这样的未来肯定是你们想不到的。通过对各类生物进行的大规模实验分析与测试，基本达成了细胞再生的初步应用，建立了相应的基因信息库。目前，通过对 CRISPR 技术以及 Cas9 蛋白复合体家族的基因研究，能够将脱靶效应的风险降到最低，进行完美的变论修饰。您的参与和支持，终有一天能让人类挣脱时间的束缚。旧世界已经在研究细胞再生的技术了。那莫成的腿，不就能长出来了吗？哎，我一直年轻的话，岂不是不用远行了？现在，请您跟上我的脚步，亲眼见证这项技术为人类带来的进步。走吧，下一个房间。是。收到。这些人都得了什么病？怎么都被装在袋子里？这是活体器官容器，都是商品，算不上人类。哈，这你都知道？走。好家伙，还明码标价呢！真他妈操的，丧心病狂啊！什么？这……喂！啊！刚才进来的时候，居然都没注意。天哪！这他妈是怎么回事？这怎么会？这全都是马克！你轻点儿。行，你忍着点儿。亏你能忍到现在啊！哎，你知道这个
回去得花多少风险点吗？得花多少？你的脑袋肯定是被升降平台加过。攒那么多风险点，可是又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你攒那么多风险点干嘛呀？你活的还不如个陈明。你混蛋！别打了，你让我死在世界肉里行吗？哎，以后小心点，手废了，攒再多风险点都没用。谁说没有？如果有足够的风险点，不管以后你受多重的伤，只要没死，我都能救你。你就盼着我点好吧。傻子离顿，不要命了！为什么离顿？我只是想帮点忙。你能帮什么忙？老实点，万一引来了噬气兽怎么办？健康所需，性命相通。您好，我是健健，您正常可靠的医疗向导。挂号请按1，缴费请按2，自助查询请按3，紧急医疗请按4，人工服务请按5，投诉请按6。提供自助扫描。检测到您的意志损坏，神经接驳有高度延迟，不要伤心，不要气馁，残缺也有残缺的美哦。去你的，谁残缺？您可以前往仿生意志科，医生会根据您的身体结构进行私人定制哦。啊，真的吗？无病症反应，但检测到您的细胞端粒异常，无法完成分析。走吧。警告：局部轻度烧伤，高感染风险，需立即治疗。本公司有滨海区最大的药品仓库，里面的药品一应俱全哦。药库在哪儿？我这就带你前往地下药库，请跟我来。记得给我5星好评哦。喂，那个什么活体器官容器，怎么和马克小时候一个样？旧世界是有克隆技术的，只要一个细胞就能把生物完整的复制出来。开什么玩笑？马克是在灯塔出生的，他的细胞怎么跑到旧世界去？球队注意，已经确认要服位置，3队正在前往目标地，其他队伍立刻返回1楼大厅，做好撤离准备。收到了。前方空气指数异常，做好防护。1楼留守的人呢？高哥，报告你们的位置，听到请回话。重复，听到请回话。重复，高哥，听到请回话。
高哥，你在哪儿？报告你的位置。救我！高哥，高哥，喂，你到底在哪儿？高哥，救我！是那边。信号越来越强了。我去，这玩意儿哪来的？那他们人呢？救救我！高哥，他们全都在里面！别开枪！大天羽袭，呼叫马克！大天羽袭！喂！不好，是凶物！带上保护罩！开火！有在他体外形成了保护盾，目前的攻击伤害太低。为战斗人员后撤，其他人火力掩护。不好，快散开！快躲开！放开我！放开！他死了！阿虎！趁着逃跑，拦住他！别让他跑了，把手队还在他肚子里。不好，他要上天体，爬出去就再也救不了他们了。给我把他们吐出来！汉顿！别冲动，可能会有附属东西。哈顿，哈顿！竟然会萎缩！找掩体！后撤！躲开他们的虎刺！马克，东西到手了吗？喂！车队准备爆破撤离点，除掉车队。喂！二小队的人还在里面，听说还在吸收他们的生命元质，得赶紧想办法。盖文，危险！小心！我们掩护你。跟我上去。好。快！高哥，撑住，我马上救你出来。救他！王宁，高哥，加温快点，他们全都过来了！赶紧丢方向有组织，集中火力，别让他冲进来！太快了，快散开！小心！都他妈给我稳住！
线！高阁！啊，是冰雪！他们已经没救了，你们也想被吃掉吗？我技能！弹药来了，快点，快点！对。怪兽的大军西侧！撤退！撤退！所有人注意，至少这里上是高点。队形散开，自己逃离他们的射线。快散开！快快快快快！3队到达西侧，5队正在建立防线，4队汇报自己的位置。进去的人都全了。哎呀，哎呀，哎呀！报告你的位置。喂，报告你的位置。牺牲生命原质。报告你的位置。高阁，高阁！方宁。别动！叶警长，只有当人处于虚弱状态时，才会被他吸收生命原质。烈皇子师傅，呼叫队长马克，收到小胡话。喂，我是马克。队长，药拿到了，这笼全是十级兽。什么？先求增援！先求增援！这里交给我吧。坚持住，我马上就到。抓紧时间。是。真倒霉。兽队得有10分钟之下，到后方重新建立防线。
卡瓦诺，快上来！哦，丽塔，丽塔，丽塔！父。队长，马克队长，马克队长，你再晚点，咱们都得被揉成肉腿球。马克，药拿到了吗？魔城还在群。雪峰，你们队伍小的收到。改装型重力体跟我来。收到。休顿已经失效，我们尽量拖延时间。明白。所有人补充弹药，在岩前内攻击，配合重力体作战。快！体型超过8米还能释放锈雾，应该是蜕变型。改装型重力体做最后调整。收到。准备战斗！开火！重装地面掩护。收到。飞雪配合我的行动，进行远程打击。明白。保持队形后撤。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大爆锤！我在这！这一枪为了高阁，这一枪为了光宁，还有所有留在这的战士们，来呀！以为个子大就能欺负人，就像是伤害我的同伴。没有人会白白牺牲。刚才你们废话真多。嘿嘿，干掉他了。我有大意，尽快解决其他试剂兽。明白。姐夫，联系魔城。嘿，找到药了，这里。小心点。我们待会儿就和马克队长会合吗？大厅出现了市级兽，我们直接返回车队。哎，可算搞定了。等城主醒过来，肯定会奖励我们的。喂，你怎么了？那，请准备紧急医疗救援，伤者生命体征正在消失。什么？是熙攘！快撤！是吧？检测到攻击性植物细胞异常分裂，对生命体产生相容性。刚才有谁受伤了吗？不知道。熙攘非常罕见，但不遇到血红蛋白是不会有活性的。快，三有龟！布克，快救我！快呀！
希尔的攻击距离有限，只要撤出他的攻击范围，他就无法识别到我们的存在了。快跳过去！手手的药，我们先走。莫城。去你的！快，那边！那是什么？不好，希尔好像控制了那些机器人。跟我来！快走！冲过去！滚开！剑快过来了！快关门！等等我们！等等我们！喂，别过来！我行，快呀，快呀！等一下！莫城，来不及了，快啊！求求你们！等等！不要关门！不要！要一队，不成，药拿到了吗？喂，这他妈破地，突然又没声了。新种系的情报太少，灯塔以往的再生评估数据未必准确，建议尽快撤离。好，继续联系魔城，等他拿到药，我们立刻离开。这些光是怎么回事？飞雪，明白。
吗？扫描现场。收到。周围已出现强烈的再生迹象。他们再生了！怎么会这么快？一定跟那些光的异动有关。出现高能量反应，快离开那边！该死！二哥，喂！阿基，呼叫内部人员，收到求回话。这里是车队，收到求回话。阿基，阿基，阿基！我操！赶紧准备医疗设备。别担心，小意思，回去装个义肢就没事了。看什么看？反正也不用去晨曦的天。老子干死你们这些王八蛋！阿基，关上保护罩，坚持住，我带你回去。小老大，我真想看你真正当上老大的样子。阿基，别说了。那天我们没护住你姐，今天算是还。阿基，阿基，已和莫城取得联系，消息已拿到，预计5分钟内与车队会合。队长，请就撤离，请就撤离。它在传递能量。只要在这只蜕变型的地盘里，这些泛生型就会迅速再生。不好，攻击它的尾巴！快离开那些古册！是那只小的，裴雪还能动吗？火势离距离远，还撑得住。恐怕一枪解决不了那个大家伙。干掉前面那只小的！快呀！
有人呢！雪峰，雪峰，放开我！赶紧带大家撤退，我来拖住他，不能再有人牺牲了。这笔账，我来跟他算。全员撤退！走！快点，都想死在这儿吗？维克多将军，半小时前，一帮臣民为了救一个孩子，闯进了上民医疗区，和城防军起了冲突，据说还有人中枪。但有意思的是，领头的那个臣民嚷嚷着说是马克让他们做的。对不起，将军。下去吧。是。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位上民医生竟然主动收治了那位臣民小孩。当然，那位医生也会得到相应的惩处。那家伙下地之前这么一闹，对灯塔的影响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停的。和他姐一样，太感情用事。将军有没有想过，也许马克是对的，也许这次真的是改变灯塔的契机。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过改变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吗？猎荒者已经进入目标采集区，但在1刻钟前，灯塔忽然失去了他们的信号。祸是他闯的，任务是他揽的，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把东西带回来。没错，我们应该相信他，就像城主常说的，他一定会回来。维克多将军，如果马克取回了药，光影会还要对他不利，将军会怎么做？如何处置马克，只能由城主亲自决定。
这里竟然没有朽物。395。世纪兽随时可能会苏醒，这里很危险，你快离开！真不怕死，还挺适合当猎皇者。上次你保护了物资，还救了颗粒，没想到这次又欠你一个人情。锁定队长位置了，就在下面。司令刘伯，如果以后有……对不起，我没得选。
吧，又该挤奶了。撑着，顶住。什么情况？管不了那么多了，得赶紧给他处理伤口。走。这下马克队长是没救了。你说以后我们跟着谁下地啊？还能分到物资吗？呸！不早不晚，赶上这么个时候。那之前说的话不跟放屁一样。药反正是拿到了，回去只要城主按他说的办，他也算没白死。说不定马克队长能扛过去呢。做梦！你是没看到那脖子上那么长一道口子，机甲扭成那个鬼样子，血流得满地都是。4068，你小子可真贼！你要不是从2队换出来，现在早成肉土了。会首大人，我一个臣民，哪能对付得了马克队长这种人物？马克的眼里从来都只有市级兽，对他来说，臣民根本算不上威胁。除掉他，我就给你一个上民的身份。会首大人，这件事我真的做不到。是做不到，还是不愿做？会首大人，我是很想成为上民，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可是，马克队长，那个人救过我一命，我不能。身为臣民，你还算聪明，可惜还不够聪明。会首大人，这东西是……277。身为臣民，隐瞒登塔私藏地面物品，该怎么处置？一律扣除1个月奉献点，罚16鞭，光刑禁罚3日。会首大人，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东西是我偷带上来的，你要罚就罚我吧。这么重的惩罚和死刑没什么区别。光影之主怜悯世人，还是给他个痛快吧。这种旧世界的小玩意儿，我也收藏了不少，正好让你见识见识。会首大人，求你了，求你不要伤害他！
对付。四儿姐姐，四儿姐姐。有时候这种老古董比枪要好。会首大人，四儿姐姐她什么都不知道。疼，疼才算是教训。我答应，我答应你，求你放过他，求你放过他吧。四儿姐姐，四儿姐姐，会首大人，我什么都答应你，不管是对付猎荒者，还是杀掉马克，你让我怎么杀我就怎么杀，你要他死几次我就杀几次，就算跟他同归于尽我也干。哦，光影之主曾经给了你选择的机会，可惜你并没有抓住。怎么不想见他一面？不是四儿姐姐，只有选对了路，才有活着的可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说好要和你快开门！任兵副官，可现实的蜿蜒，如今模糊双眼，想伸出手，你已走。器官已缝合，伤口已封闭，已经恢复自主呼吸。当时大厅里还残留着锈物，以防万一，给雾化药剂。山边，冉冰。从此我空的手，一起快！如
为什么不带上我？大家回来就好，队长不是头一次这样了，没事，他一定能挺过来的。请让一下，请各位稍等。生命公式计算中。我理解各位的心情，但就算是重伤人员，也需要进行生命评估的。你们这帮小子！不用算了，不够的话，我的奉献点全给他。还有我的，还有我们的。快，搬人！小心！什么？后撤！你们疯了吗？他是马克！可他被寄生了！呼叫城防军，升降平台区发现寄生体，请求武力清除。喂，放屁！焦力博士，还以为这次又白跑了一趟，没想到马克队长亲自给我烧了条脊骨回来，这么珍贵的生态样本，你就想这么给扔了？快，动作麻利点。请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勿带走一切从地面带回的物品。被采样完毕的人员，忍着点。请立即去隔离室进行消毒处理。有用的，统统打包带走。是。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别想打他的歪主意。放心吧，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你们队长。请你想办法摘除脊骨。办法倒是有，就怕你们没那个胆子。一切众生本来而有，圆满清净，同于涅槃。我怎么了？
您之前被生命公式判定为无治疗价值。那我现在……要不是马克队长及时带回这些药，您早就死了。但他也让您成了灯塔上第一个违反生命公式的人。不知道城主大人要怎么处置马克队长？他人在哪里？已对脊骨和目标进行了亚低温处理，脊骨状态稳定，没有检测到释放猩红素的信号。气管浅层的甲状软骨骨裂，但无大碍。已对颈外动脉和颈静脉进行了修复。目标有中度脑震荡，颧骨轻微移位。左侧第4、第6、第10肋骨断裂，左臂耻骨、左腿胫骨断裂性错位，右小臂、右小腿粉碎性骨折。以上生理损伤已进行医疗处理。但脊柱以第7颈椎、第5、第10胸椎以及第4腰椎处完全断裂，脊髓严重损伤，碎骨有理，并且被脊骨完全覆盖，需要摘除脊骨才能进行医疗处理。不着急，他们的神经在融合，脊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寄生人体，控制人类的。不过以往是脊骨细胞单方面入侵人体，而这次却是……这是马克的细胞在吞噬脊骨的细胞，难怪没有表现出被控制的迹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很有可能就是马克还活着的原因。脊髓损伤破坏了马克的中枢神经，他却利用脊骨的神经活了下来。这真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呀！难不成马克会吸收整条脊骨，然后就能恢复正常？没那么容易。博士，脊骨正从亚低温状态逐渐苏醒，生命活动频率增强，融合度上升，代表脊骨的细胞还在被吞噬。再这么下去，不出20分钟，脊骨自己就会脱离宿主。怎么会这样？脊骨不是一旦寄生人体，就绝不会自己离开吗？你去吃肉，却发现肉要吃你，你不跑吗？没了脊骨的话，如果真的是脊骨在维持着马克的生命，一旦脱离，马克立刻会死。既不能让脊骨死，也不能让他离开马克。总算有个脑袋灵光的。加利博士，如果让脊骨成为马克的脊柱，对吗？你疯了吗？原则上来说，只要遏制住脊骨的主神经，就能让它失去自主活动的能力。这样的脊骨，在我看来，和维克多将军的义肢一样，都属于医疗辅具。旧世界已经有大脑移植手术，证明个体的大脑完全有能力控制另一个个体的中枢神经。所以，只要马克的大脑能控制脊骨的神经，脊骨完全有可能成为他的脊柱。不过，那毕竟是脊骨。谁也不能保证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唯一能让他活下去的方法吗？活下去？我很好奇，身体里揣着条虫子，还会是以前的马克吗？或者说，还是人吗？哼！加利博士，请问之前被脊骨寄生的人会有什么变化？肌肉活性大幅增强，力量和敏捷性也远超常人，还可能保留一定程度的智力。档案中就曾出现过寄生体使用枪械以及驾驶中立体的记录。马克队长赤手空拳就放倒了晨曦大厅近半数的绿教士，重甲护神的沙利夫现在还躺在医疗室。此次猎荒者又损失惨重，万一马克失控，就凭光影会和城防军拦得住他吗？马克为灯塔付出了这么多，你们就这么撒手不管了吗？他是为了灯塔吗？他是为了你吧？城防军立刻赶到生态所，处理脊骨。城防军无权进入生态所。城主大人，他现在还不能死。灯塔连个寄生体都对付不了了吗？城主大人，我知道你的顾虑。如果怕失控，就提前布防。他是为了灯塔的未来才伤成这样的。他说的没错，这2年
灯塔确实拥有了重返地面迎接挑战的实力，我却迟迟无法做出决定，因为我不知道灯塔能不能扛过一场几乎毫无胜算的战争。就像马克即将面对的手术，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城主大人，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该放弃。是啊，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该放弃。脊骨的生命信号波幅稳定，但激素类信号显示脊骨处于非稳定状态。机械臂已校准。我一直觉得你们就是一群没用的蠢货，蛀虫、鼠呆子。但我们现在只有20分钟，一旦脊骨脱离速度，不光马克会死，在这密闭的空间里，如果脊骨释放猩红素，我们一个也跑不了。所以，拜托大家了。是。实时监测并分析脊骨的活动。是。对目标进行麻醉。收到。目标脑电已进入深睡步骤，肌肉已放松，应激反应已抑制，可以开始手术。撑开伤口。吊起脊骨。口气已露出，可以开始切割。超声鼓刀。是。脊骨的应激反应指数开始上升。启动奥斯勒，清理所有断骨。脊骨的应激反应指数还在上升。指数开始下降。启动福斯曼。是。加固骨节，建立着力点。准备电击。电针充电完毕，放电。不说话了。确实是人类的语言。贾利，你确定你们真的能遏制脊骨的自主活动吗？功率开到最大。可是，我是。马克，目标血压上升，200、120。
佳丽，快停止手术！吉古的体温也开始上升。佳丽，立刻关掉电源。所有操作都在容错范围内。目标心率上升过快，158、162、171。融合继续了，再坚持一下。190、210，心率已超过极限值，还在上升。快停下，他快不行了！快停下，他快不行了！再坚持一下，再等等。佳丽，就差一点了，就差一点了！目标的生命指数恢复正常了。博士，这次手术的意外惊喜可真不少啊！先是脊骨的寄生行为被人类反制，马克利用脊骨活了下来；再是脊骨主动依附马克的骨骼，二者神经完全融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城主大人，马克接下来可得留在我生态所啊！这些谜题我一定能解开，说不定还能挖出些马大生态的秘密。终于没事了，真是太好了，真是千钧一发。没想到会首大人料中了，只可惜马克还是活着回来了。喝光者大人，我已经尽力了，我真以为他死了。会首大人信守诺言，这是你应得的。喝光者大人，胸牌上怎么还是臣民的编号？上面不是有医疗权限、繁育权限，不是还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和名字吗？马克现在死了吗？我看你是忘了那个长辫子的臣民是怎么死的了。请喝光者大人放过四儿七七，她是无辜的。上明4068，你该关心的是马克能不能早点断气。只有他死了，你才能活着离开这儿，否则你在地面上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一律惩处，绝不姑息。可不都是你们要我做的吗？哼，但谁会信呢？这小子因祸得福，获得了一根坚不可摧的脊柱，但脊骨是否永久失去了自主能力，会有什么排异反应和后遗症，这还都是未知。目前仅仅是手术成功了而已。家里心情不错，马克会没事的。
帮蠢货！没有脉搏，检测不到血压，脑电波异常，没有自主呼吸。呼吸器切换到控制通气，准备气管插管。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位置没问题，心跳开始恢复，目标失颤。除颤仪双向报2把焦耳。肾上腺素1毫克。冉冰，加利博士，马克队长已经……什么马克队长？他是第一个人类和马纳生态的嵌合体，你们不明白这代表着什么吗？肾上腺素！马克，你不能输！你不是从来都没有输给过马纳生态吗？你给我起来！他的生命原质已经开始自然流失了。这台手术已然是保全了马克作为灯塔人的颜面，他这样死去，好歹是保持了人的模样，总好过被噬极兽抽走生命原质变成肉土的好。猎红者马克，死亡时间9月25日7点42分。你不是说要带我离开灯塔吗？不是要带我去地面吗？有危险的时候，你不是要挡在我身前吗？不是还要和我一起组成家庭吗？你快给我起来
会儿见到红扣，替咱哥儿几个跟他道个歉吧。毕竟我们没能遵守约定，就算死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也是没脸见他的。老师，我始终还是没能完成您的嘱托。您把我们的希望留在了灯塔上，可他身上的秘密还没解开，就因为我而失去了生命。我要是早点把实施三大法则的真正原因告诉他，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了。是哪里弄错了？分析已完成，目前样本处于惰性状态，但检测到再生迹象。惰性状态再生？
那天起，你一直认为自己是那个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人，但真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这扇门后面有你想知道的一切，但它从此将成为你的囚笼。现在你还有选择。但你没有了，不是吗？权限已更改。这里是灯塔的能源和运算中心。灯塔曾经就是靠这个设备维持运转和规划未来的航线。它在塔尔塔罗斯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它能同时观测到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我们至今无法理解它的运作方式，但它曾经告诉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活到了现在。当年在它还能正常运转的时候，监狱靠它提前知道了灾难发生的时间，成功躲过一劫。后来我们尝试用它来推演人类的未来，试图找到对抗玛纳生态的办法。他给出的答案却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符号和公式，唯一能解读出来的只有一个坐标。初代城主立刻前往那里，但在那儿只找到了一个婴儿。这个孩子是谁？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不管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一个婴儿未来能对抗生态，这怎么可能被预测出来？你难道还相信占卜这一套吗？从宏观上来说，物质无非就是一堆堆聚合的原子，而原子的运动都符合物理方程。就像你知道一个小球的位置、速度和所受的力，就能计算出它未来的运行轨迹。理论上来说，只要确切地得知宇宙中每个原子的状态，再拥有足够的算力，我们就能计算出未来了。原本我以为将马克培养成一名伟大的战士，将来他就能带领灯塔战胜玛纳生态。直到击骨手术那天，我才意识到，马克的使命也许是成为人类和生态连接的桥梁，又或者只有他才能窥视到生态的秘密。你这个老疯子，几颗子弹就能把它打成筛子，任何一头世界兽都能把它撕成碎片，你还指望它窥探什么秘密？我知道，也许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跨过最后那道边界。洛蒂医生，你救了我，不会受罚吗？这不是小孩子该关心的事。手术虽然成功了，但你活下去的希望不大。好好养病吧。但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对吗？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你。上名落地，你屡次违反生命公示，为臣民进行手术，浪费大量医疗物资。根据律法，将扣除你6个月奉献点，降职。
到律教所接受体罚，拘刑10日。查尔斯，为什么不让我们见摩根城主？这是现在的代理城主，你们应该叫他城主大人。没有城主的批准，你有什么权利担任代理城主？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摩根的批准？维克多将军，由于你的渎职，城主身受重伤，现如今未来城主又变成了一只怪物。现在的灯塔就跟摩根一样，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各管理部门也该换些新鲜血液了。这是刚上任的城防军副指挥，专门来为将军你分担工作的。这可不算条好狗。查尔斯，你到底想干什么？作为灯塔的代理城主，我当然是希望二位能够像摩根城主在位时那样尽忠职守，让灯塔继续庇护着最后的人类。哦，对了，灯塔现在并不太平，这几位律教士是我精心挑选出来保护你们的。你还有心思在这练拳？啊？怎么了？莫城，你怎么会蠢到出那种馊主意？别冲动，莫城，冷静点。对啊，有话好好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那马克变成现在这样，怎么办？以后怎么办？至少他还活着。真行，那样也算活着。分化街死伤那么多人。反正我是不会再靠近他了，今天差点把命给搭上。怂货，你去我去，有跟我一起去救人的吗？行，你们真行。我他妈自己去，我把他救出来一枪给崩了，也比在里面天天生不如死的要好。等等，冷静点，莫城，别冲动啊！是啊，逞什么英雄？要不是你当时取药磨磨唧唧的，马克会成现在这样。你是说我害了队长？你是只多的一只手不够过瘾是吧？不要这样，老子一只手也能捏死你！当时那么多人，竟然还让马克落单，还用我？够了！哼，别碰我！你们觉得？现在生态所关着的还是马克吗？如果我们救出了马克，你真会对他开枪吗？你是真的怕死，还是怕面对这样的马克？如果从今往后他一直是这个样子，你还把他当队长吗？你别说了。你们觉得？他已经不是人了，对吗？他的事我来解决，我闯的祸不牵连别人。闪电，都走吧，这支队伍已经散了。博士，他好像没有认出自己。对马克队长而言，看到具备攻击性的生物有这种反应也很正常。
博士，你是对的，他不光认出了自己，还有一定的情绪波动。开始测试目标的前额叶和海马体的反应。记录镜子实验结果，4号实验体除了外貌体征发生改变，还失去了语言和情绪控制能力，但是保留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部分情感记忆。检测到4号实验体释放出的强烈生物磁场，放射成像设备无法正常对其内部进行扫描。另外，基因分析有结果了，巨物跨物种的基因突变没有导致基因链断裂，反而活了下来，真是奇迹。调取人类马克的基因记录做进一步比对。还有人类马克的细胞样本吗？脊骨移植时还保存了一些没有被污染的样本。立刻进行基因测序。是。这里是生态研究所，你们要干什么？新晋城防副指挥森格长官有令，要我们来做好预防措施，以免焚化间事件再次发生。哼，城防军就这么小毛几只，还弄个副指挥？加利博士，我们是专门过来测试怪物对不同武器的耐受程度，毕竟要是再出事，谁也负不了责任。哼，开门。无论你是英雄还是狗熊，我都不在乎。但你在文化间害死我的人，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哼，还挺准。他们让我平时把我的物资分给臣民，你以为你是谁？不能这样！别废话，开始记录数据。从打击结果来看，肌肉强度、骨密度和表皮坚韧程度远超远古时代的大型爬行类动物，但在这个距离被连续射击，只怕……它是很珍贵的实验体，你不要太过分了。都说他每次受了伤，没过几天就全好，焚化炉都烧不死他，这点体能算什么？城主大人，别记仇。博士，4号实验体的细胞竟然有类似细胞壁的结构，它的血红蛋白也高于人类数十倍，能够带来超强的耐力。另外，样本细胞中的线粒体完全没有遗传物质，并且类比相同组织的人类细胞数量翻了1倍。细胞中还有数千个超级线粒体，它们生产能量的效率远超人类。如果能进行复制，那我们和噬击兽的战斗可能就不会这么艰难了。博士，人类马克的基因测序结果出来了。什么？这种偏离度在生物学上已经不属于人类了。这不可能！3大法则颁布之初，每个人都进行了基因检测。马克的基因如此特殊，怎么会没人发现，还成为了少女？博士，4号实验体的各项生命指数都接近死亡临界值。你们要是发现完了，就赶紧给我滚出来！你肯定不知道，焚化间牺牲的战士中，有一个是那年公子二教中最好的学员。你之前不把我们城防军放在眼里，我们能什么？
现在竟然连自己人都杀！在你把他们砸成肉泥的时候，想过他们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吗？博士，4号实验体生命体征有所恢复，并且呈现剧烈的情绪波动。马克队长，伤口恢复的好快啊！城主之位将由马克继承。城主已下令重启林渊者，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该放弃。这根本就不算人类！快放我出去！我不想死啊！求求你，放我出去！光晕众生，众生随影，光敌无魂，隐僻无极。以道治愈，恶而不语，宁残体肤，不惧光晕。现在可以释放马克了吗？执迷不悟。你就这么确定那家伙还是你认识的马克？对你来说重要吗？他一直为灯塔拼死战斗，他是英雄，不应该被这样对待。正是因为他一直这么卖命，我才没有立刻处死他。我们的队长目前依然在战斗，只不过换了个战场而已。他现在可是加利博士的心肝宝贝，我都见不着呢。据说会被切成一片片泡在罐子里，听说皮还挺硬的，都切坏了好几个刀片呢。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现在灯塔已经是你的了，放过他吧。哼，怎么放？让他现在穿上制服回到猎荒者部队吗？让我带他离开灯塔。我想，光影之主这次也许可以答应你的请求，不过得按照灯塔的规矩来。你想让我们远行，可是民众……没错，我想看看灯塔民众会怎样欢送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马克的尊严与性命，你只能带走一个。都希望受他人宽恕，希望你能信守诺言。
再等几年，咱们就能一起远行了。会首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恢复的不错嘛，看来那颗心脏很适合你。会首大人，感谢灯塔再次拯救了我。还记得当年我们被那些怪物围困在废墟中，命悬一线，多亏灯塔及时出现，击溃了那些畜生，我们才活了下来。还有会首大人您，是您的教导，让我们即使在这样残酷的末日，还保有互相帮助的善良本性。可是听医疗区的人说，灯塔已经没有可供移植的心脏了，不知是哪位勇敢的上民会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将心脏捐赠给我。那的确是位勇敢的灯塔子民，实在是可歌可泣呀。原来是一位臣民，在会首大人您的教导下，灯塔才会有这样伟大的人。我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是我们英明神武的猎荒者指挥官不惜违反灯塔律法，亲自把那个人送到了医疗区，为你安排了手术。原来是马克队长，会首大人，希望您能允许我当面向马克队长道谢。恐怕没这个机会了，马克队长马上就要远行了。什么？那至少让我知道那位臣民的编号。他的编号是1225。正是他在你快死的时候把心脏给了你。你体内跳动着臣民的心脏，鲁克这个名字以后就不要再用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1225，你可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心脏。我带你离开这里。他们不知道这片大陆的玛纳要进化了吗？新来的老家伙还说上面的人都没有感情，不会招惹那些丑八怪呢，净他妈骗人！赖大师说的那家伙叫马克吧？他周围的人是这么叫他的。赖大师这次怕是又他妈喝懵了吧？那家伙被大脸虫子上了脊梁骨，还能自己去错肩峡谷。我刚用了灵隐弹，虚得很。先说好啊，我可不想去送死啊！走吧，星璇又出现了，得趁他们进化之前把事办完。赖大师不会错的。哟，这不是上明4068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该不会是人家把你赶下来了吧？闭嘴！城主的药可是4068找到的，立了功，灯塔就应该奖励他。再说，4068才不稀罕什么上民身份呢，不然他早就搬去上民区了。别说了，咱们走吧。马克队长！马克队长！
马克队长怎么看上去没什么精神啊？马克队长，等一下，等一等。等一下，等一下。无论你有什么事情，都不能干扰远行仪式。任凭副官，我本来要死了，是马克队长给了我第2次生命。我只想当面跟他道个谢。马克特，我们也是来感谢马克队长的。谢谢马克队长，谢谢马克队长。都是你，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退后！任何人不得妨碍马克队长远行。喂，他说这家伙是马克队长，怎么会变成这样？太吓人了！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有尾巴？这都没个人样了，是被香红素感染了，还是被疾苦咬了？这真的是马克？来！你们都看看，这是什么狗屁马克队长？他就是个怪物！就这么几条破链子拴得住吗？开什么玩笑！是啊，万一失控了，这2台机甲也拦不住。怪物，他就是个怪物！别靠近他，肯定会咬人的。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才会受到光影之主如此的惩罚。升降平台就在前面，我们要挺住。马克违反3大法则，亵渎了光影之主。他这副模样正是受到了光影之主的惩罚，我们应该烧死他。有道理，说得对。马克在焚化间杀了许多人，他这种怪物不配远行。什么？真的吗？太可怕了，这种事。光影之主绝不会饶恕一个残害自己同胞的怪物，烧死他！不然光影之主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怪物不配远行！你们哪一个不是靠他才活到现在？你们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靠他用命换来的？你们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能活到现在，靠的是光影之主的庇佑，而不是这只怪物。光影之主降罪了，都怪这头怪物！快住手！怪物不行了，趁现在弄死他们！
任何人不得妨碍远行一事。会首大人，他手上沾满鲜血，要是活着离开，光影之主定会降下天罚。刚才的惨剧就是前兆啊！是啊，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样的东西绝不可能为灯塔带回真理，只会带来灾难。光影之主的怒火到来之时，我们将遭受无尽的痛苦和折磨。让他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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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晕众生。马克，光敌武魂，以道治愈。看到灯塔英雄沦落至此，心生怜悯也是人之常情。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杀子，就这一次，明白吗？拿出来戴上吧，已经是上名了，不用这样遮遮掩掩。硬汉匹夫，点火！马克！怎么？发生什么事了？什么情况？你们都被我包围了！给我追攻！好不容易才弄回我的光影，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光影之主早已洞察一切，把他们拿下。问问你的光影之主，看我今天会不会打爆你的狗头！放肆！你敢吗？叫下面的都停手！都停手！停手啊！快，后撤！后撤！
都给老子闪开！喂，接着，你们的二人世界跑堂了。猎荒者老大和副官被一群废物按在地上摩擦，传出去也太丢人了。作为猎荒者的王牌，我是没脸在灯塔上混了。来，给你开锁，别咬我啊！先说好啊，以后大家住在一起，你们不许打鼾，不许磨牙，不许放屁。跳猪那么小，可坐不下你们。到时候谁先上车带谁走，掉队了我可不管。我看你们这队伍啊，是散不了喽。哼，丽塔，你那边准备好了吗？随时可以出发。妈的！别他妈催了，不如你咬断它得了。没想到猎荒者连锁都打不开，太虚了吧！你干嘛呀？您可得学着点哦。啊！推那么远干嘛？有什么好怕的？喂，妈的，怕不怕？怕不怕？你还怕不怕？我他妈早就想揍你了！怕了怕了！呼，怕了你还那么大声？怕了！这么小声，谁听得到啊？怕不怕？啊？怕不怕？嘿，搞定！哇，这招好使吗？曾经英俊勇猛的马克队长，就因为被脊骨寄生而变成如此丑陋的怪物。闭嘴！你有没有想过，马克在重力体里是怎么被人把脖子给划开的？什么？又是怎么被脊骨寄生的呢？你说什么？啊？是你？原来是你！不要！啊！别着，马克失败。盖文，盖文，喂，盖文，出什么事了？收到警徽。1225去求马克给伤民换心脏，詹品的翻越任务，最后再让人把马克给摸了脖子，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你这个畜生！
重力体出动！饶兵副官，马克队长，你们没事吧？马克队长。马克队长，你没事吧？马克队长。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但是马克，你不是他们口中的怪物。虽然不知道你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不是一直都想回到地面吗？我们马上就要做到了。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说我们离开灯塔，去地面组成家庭。马克，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家人。下去之后，整个地面都是我们的家，我们可以整天黏在一起。你知道吗？听说旧世界相爱的人会举办一场仪式，叫婚礼。他们会收到朋友们的祝福，会交换彼此的信物，然后他们就会永不分离。我多想到地面之后，也会有一场属于我们的婚礼。马克，我真的好想跟你一起变老，想看看满脸皱纹的你还打不打得过10级手。我好舍不得你，但是为什么在末世中和相爱的人厮守是这么奢侈的事情？站兵！站兵！马克！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事，就是告诉你我爱你。即使会和这操蛋的末日一起化成灰烬，我都不后悔。真好，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少了我，你也要活下去。
马克，叫我一声姐。喂，听说你又被人给揍了？谁让他们说我姐？烦着呢！走开，走哪儿就跟我到哪儿。艾龙教官说，你明天要是再不交作业，就真的把你打进10里。我特地来提醒你的，少了我你成吗？喂，你有点追求好不好？天天盯着个铁盒，不上课又不训练，活该打架。你只能当被揍的。在这种地方，有什么好追求的？哎，你以前不是挺喜欢这儿的吗？我才不喜欢呢！怎么可能喜欢这种地方？这种烧死红扣的地方。你照片有什么好看的呀？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真的见到他。哼哼，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揍你？哼，不信算了。哼，喂，你弄好了没啊？别乱动啊！你到底想干嘛？别动，别动。就快弄好了。大功告成。你是不是有病啊？来这儿干嘛？快放开我！你干什么？抓我了！抓我了！快抓住我！抓住我！我来啦！干什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吗？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喂，马克，你看到了吗？姐姐。差点就打败艾龙教官了，下次我肯定赢他。我现在也气得自己喝牛奶了，姐姐，你们放心吧，我会好好长大的。姐姐，他骗人，他都旷课好多天啦。真是个疯丫头！大兵，怎么回事啊？别怕别怕，我会拦住你的。
沉啊，把机器都弄坏了。哦，哎呦喂！傻小子毛都没长全，你有喜欢的人吗？怎么会这样？闪兵副官被抽了魂，原来他是噬鸡兽！原来马克队长是噬鸡兽！灯塔上的噬鸡兽！快走，快离开这里！摩根这老东西说的竟然是真的。马克，不疼不疼！人品！你这个混蛋！混蛋！你都不知道自己刚才干了些什么。猩红素。他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要亲自验证。接受现实吧，现在的马克才是我们的希望。你才是希望。原来老家伙所说的桥梁，就是让你成为真正的噬鸡兽。从你被宣布继任城主之后，我每天都想把你挫骨扬灰，没想到我所做的一切，反而成就了你。讽刺，真是讽刺！快跑了！好，很好。看来我确实低估了你这个莽夫。既然你现在对灯塔来说确实还有些用处，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留下来，完成你的使命。
会首大人，您的伤得及时处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给我走开！费首大人，你赶快的做手啊！你说什么？现在手术还来？重力体全部出动，一定要给我抓活的！这是。灯塔即将进入重力区，所有人员保持镇定。请民众尽快进入灯塔内。航控室正在调整定位算法，各战斗单位保持警惕。他在哪儿？什么情况？别开枪！别开枪！目标位置更新。小七七，他是王国，拦住他！目标已到达新战区，位置信息已同步至其他重点。白沙23号，请求支援。定位白沙23号。他在下层环道，所有重力体锁定我的位置。灯塔正在驶离云层，预计还需17秒。他在这儿！你不是很能跑吗？跑啊！灯塔就这么大，看你能多大去！打猎畜生！停火！城主，4277。
都站住！你们干什么？快让开！我是上民，让我进去。去！哪个上民的胸牌上会是一串数字？你可以过去，他不行。目标市集兽位置丢失，请各战斗单位扩大搜索范围。司令大人，重力艇的对付马克思厕所机动的能源管道引发了大爆炸。让航空室汇报受损情况。平衡系统发生故障。会首大人，灯塔中心正在偏移。多处能源管道坏损，环一推进器报废，环三推进器准备重启。是。所有人员注意，启动应急预案。会首大人，灯塔即将失去平衡。我们无法再倾斜在灯塔上追击它，得速战速决。是。不好，马上激活备用动力系统。是。快！已激活。会首大人，已启动穹顶小型推进器，可只要怪物还在灯塔上，我们根本不可能派人对环一推进器进行抢修。如果再不想办法，灯塔的倾斜会达到极限角度，将有坠毁的可能。那个怪物它想毁了整个灯塔。如果害怕坠毁就迫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我活捉马克。可现在下面全是聚集的噬击兽，现在紧急迫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环三推进器重启完毕。好，902你快点，快点！能源不足，快着陆。森哥长官，重力体的续航能力不足以支持我们长时间飞行。啊，什么声音？啊！开什么玩笑！快点死开！4277，你醒醒！4277！记忆深处的对话，引领我们将自己爆炸，在作茧自缚里愚昧的将自己都融化。当皮肤神经都已融成了渣，我当流浮在那是谁挖走了我的眼？为了那破茧成蝶的欢愉，只是向我诉说，这是必要付出。
队长大人，他从这边过来了。没用。不跟我做个了断，他是不会放弃。你不是他，你却是破晓而出的怪咖，粉碎了他，也要随着肩膀。亲手摧毁了你自己保护了一辈子的庇护所，感觉如何？我知道，你觉得是我害了你，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走的每一步都会如我所愿？你无法接受染兵被迫执行繁育任务，忍受不了冷酷的3大法则。你不能对一个老人袖手旁观，也无法拒绝1225的请求，更不会对一个臣民设防。就因为你太感情用事，才会一步步落入我的圈套。你的愤怒毫无意义，不断涌出的情感只会让生命原质散发出强烈的气味。正是这种气味，使我们在世纪兽眼中无处可藏。这正是摩根实行3大法则的真正原因。不管以后你受多重的伤，只要没死，我都能救你。你就盼着我点好吧。救他！快躲开！快死！没事，我会保护你的。可我离开灯塔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你所真实的情感，不但一文不值，反而是人类生存在末日中的致命弱点。正是人们的感情，才让我们每每处在危险之中。你知道摩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吗？是因为他害怕在灯塔这个封闭的系统里，只要出现一个背叛者，人类就将彻底失去最后的家园。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把一切告诉你，你就几乎毁掉了整个灯塔。你现在还有挽回的机会，成为世界兽，跟我合作吧，为灯塔解开生态的秘密。比起夺回地面，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比起清除玛纳生态，重建人类文明，你我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变成世纪兽？为什么？都死了，都死了！因为你，大家都死了！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们的吗？
真是讽刺！现在整个灯塔只有我将你视为希望，但你却执着于过往。人类永远都被情感所困，哪怕真相就在眼前，也无法看清。能源不足，请尽快着陆。你小子还挺沉。一直都是被你救，这次老子以死还清了！马克，爆破支柱环带地扇区7号飞镖，3、2、1。3型的信息开始找到。手脚麻利的，把这里的尸体都抬走，快点，再回去来不及了！金珠，金珠啊！医生呢？这边，他还活着。就算我活下来，还是会被扔下去。大把手，救孩子！现在人都没了，灯塔不会留这种废人的。在之外
生，众生死矣。荒地无魂，隐蔽无体，以道治物，乐而不淫，宁残体肤，不弃功名。救救我们！都死了！请检测所有遗体，被污染的直接送到焚化间，其他遗体回收可用器官之后送到处理中心。突然大把手！还有气！优先搜救上明。你这个背叛灯塔的叛徒！此次分任务只是断绝灯塔的延续。操作过程中，请勿直接触碰遗体，严格遵循消杀流程。下辈子我一定还会找到你。可我再也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你们这些叛徒！你们是人类的罪人！你这一身还挺像个上民。上来吧。曾有人告诉我，光明孕育了黑暗，可也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诞生光明。现在是灯塔的至暗时刻，也正是迎接光明的时候。我辈必不能放弃复兴人类的重任。在会首大人的指引下，灯塔一定能好起来的。是吗？那斩断那个猎荒者的锚索，也是我的指引。我是为了……是为了救我，还是为了你的那些臣民朋友？您说过，只有选对了路，才有活着的可能。很好，比起上一次，倒是干净利落了不少。那你说说，那些和光影之主作对的人，应该怎么处置？会首大人，现在夏国地的猎荒者已经没剩几个了。如果您能让他们将功赎罪的话，哦，你不怕他们知道了真相，生吃了你？
会首大人，我想当猎荒者指挥官。我说过你很聪明，但还不够聪明。你忘了上一任猎荒者指挥官的下场吗？4068这个臣民的名字，以后就不要再用了。会首大人，就任仪式已经准备就绪。光运众生，众生随影。以后你就叫随影吧。多谢会首大，多谢城主大人赐名。你觉得我们还能重回地面吗？知道吗？变成市级兽的马克正是我们回到地面的关键。但你却斩断了我们与生态唯一的连接。指挥官大人，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马克队长给我从地面安然无恙地带回来。这一到交租的时候，三姑六婆、妯娌亲戚的都来了哈。喂，你们说那个叫马克的进得来吗？不好说啊，跟往年比，这次来新选的可多了不少。都怪大锅盖子送了那么多人头，不知道这次会蜕变出个什么玩意儿来。
反正能走到花王跟前拓魂的，就能升职加薪了。等这么老半天都没见那个叫马克的，咱们还是赶紧走吧，一会儿被发现了就走不了了。他已经来了。啊！你们看。啊？哪儿呢？你们见过4条腿的吗？啊！这是那家伙吗？他怎么……上面的大锅盖子是在救人还是整人呐？赖大师说过，这家伙体质特殊，难道……管他是啥。不过这个时候来星璇，我靠，难不成已经开过荤了？控制情绪，保持归元状态。赖大师该不会是他们的奸细吧？让咱们带这么个玩意儿回去，是要里应外合吗？没错，我就觉得他长得像市级兽的亲戚。别扯了，老板，赖大师怎么会让我们带只市级兽回去呢？如果他真的是马克变的，就算是人变的，他这副样子带回去又有什么用呢？你们想想，除了市级兽，还有谁能进入星璇的泉眼？可他的灵元怕是被侵蚀的差不多了，应该已经没有人的意识了。就是，老板，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险啊！趁丑八怪们还在忙着交租，咱们赶紧走吧。好像还有点人性，看来生态还没有完全侵蚀他的灵元，说不定还有救。准备动手，解除归元状态之后，我们将出现在市级兽的视野中，大家一定要小心。准备。系统已启动，正在搜索附近的马纳里派终端。E3的原质信号最强。开工！山大上钟了，打断他们的原质输送。
打断后，他们和生态的传导通路会进入短暂的紊乱期。趁现在标记灵犀子，速战速决。得嘞。哟呼！注意保护目标，一旦灵元受损，带回去了也是个傻子。下路小心！你晃得我都瞄不准了。他们已经全都醒了，全冲着目标过去了。你们看那边，大意了，他的血激活了信壤。下动！碎星！碎星！老板。
现在出手会加速细胞衰竭的。再拖下去，来焦速的会越来越多。你们躲远点。接着！喂，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别难过了。你看我，你当时对我的狗狗一招黑虎掏心，我直接痛晕过去了，现在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嘿，我这几天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大个子你怎么还是半死不活的呢？
杀了我！哎，老板，他开口说话了。松开他！啊！撒豆，这上最后一关了。哇！对于噬节兽来说，灵犀子受到重创后，如果不及时摄取足够的生命原质，很快就会死去。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你亲手杀死了他。但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即便是人类，也不一定能控制住自己。杀了我！灾难刚爆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像炼狱一样，人们在顷刻间失去了一切，为了生存相互争斗，不择手段。饿疯了的父母会吃掉自己的孩子，从最小的那个开始。亲友间会为了一个避难所的名额互相残杀，爱人被掳走沦为奴隶，自己却无能为力。我们被最信任的人背叛，大家都在担忧，害怕哪天晚上成为同伴口中的食物。你知道自己朋友的肉是什么味道吗？为了生存，我们曾一度失去人性，虽然像人一样在地面行走，但却如禽兽一样活着。而你是多么幸运，有爱人，有朋友，还有一群你一句话就可以去送死的部下。即使你变成了怪物，他们还是愿意为你挺身而出。你心中的那个女孩是为了她爱的人而牺牲，而你呢？你希望他们的付出毫无意义吗？你在完全不了解灯塔、不了解噬极兽，甚至不了解人性有多黑暗的情况下，就妄想去打破末日的生存规则，这让你所做的一切都事与愿违。残酷的生存环境会让人心中的恶变成吞噬一切的深渊。在这样一个无人生还的炼狱中，你我的悲剧将永无止境。只有彻底根除玛纳生态这个摧毁一切的元凶，人类才能真正迎来新生，我们才能与所爱的人回到地面，自由的生活。玛纳生态自诞生那刻起，目的就是要摄取所有人的生命原质。星璇的出现意味着他们正在孕育更强大的噬极兽，而星璇中的通道可以直达生态的中枢，唯有进入那里，才能找到对抗生态的方法。但可惜，人类完全无法进入通道。这里的人大多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但绝望与恐惧没有压垮我们的意志。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大家拼死救你回来，是因为看到了你还保留着人的情感，对挚爱的思念，对背叛的愤怒，乃至遭遇苦难时的痛不欲生。这些在逆境中迸发出的强烈情感，正是打开人类潜能的钥匙。情感既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就像严酷的环境迫使生命体不断进化，我们的精神世界也需要这样的跃迁。成为生态嵌合体的你，也许是唯一可以进入星旋通道的人，这也是你所肩负的使命。如果你愿意，我会告诉你如何激发先天就蕴藏在人体内这不被察觉的能量，你将经历难以想象的磨砺，忍受锥心刺骨的痛苦。你既要忘掉你是一个人类，完全成为生态的一部分，还得牢记你的使命。就差最后一天，又要重新来了。今后是选择背负苦难继续战斗，还是逃避责任选择放弃？这取决于你自己。因为植入了脊骨，我变成了噬脊兽，没想到却被视作人类的希望。可身为人类的我早已经死了，现在我就像一块石头，空耗着时间，仅仅只是存在着。不知道一个失去所有的人究竟应该为什么而活。将我带到这里的女人叫白月葵，她告诉我，灯塔并非人类唯一的庇护所。这里的人们依靠着特殊的力量生活在地表，那股力量就潜藏在人类独有的生命源之中，是目前直面玛纳生态最有效的手段。他们称之为原质潜能。为了得到这股力量，我每天重复着无休止的训练。虽然不知道弥补过错是否还有意义，但只有铲除一切灾祸的根源，也许才能让我得到救赎。脊骨过于躁动，将抑制剂注入椎管的蛛网膜下腔。今天这侦查可比我想象的要麻烦得多。别想那么复杂，调动原质潜能，总共也就3步骤：产生愿力、原质湍流、激发潜能。是，就你知道的多。可是我连第一步都做不到。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咱们今天就是帮你跳过第一步。其实常规情况下，人们在极端环境中就能产生愿力，就像在面对危险时，我们会产生保护至亲至爱的动力，这有概率让原本渺小的人体释放出巨大的力量。我一直对这个说法的理解就是求生本能。那可大不一样，求生本能会产生战逃反应，甚至冻结反应，而情感产生的愿力会使大脑中神经突触之间电流不断增幅，形成独特的生物电磁场，强度到达一定量就能做到第2步，让生命原质进入湍流状态。进入湍流状态后，就能激发人体潜藏的能量。你们觉得他受得了吗？如果能坚持住，基因中从不参与编码蛋白质的部分就会被激活，有概率加速我们的演化。是的，这就是第3步，激发潜能。但愿这次能成功。肯定能中。准备了嫩球，就差这一哆嗦了。据说那村饱受了。是啊，
我就是那时候失去了英俊的面庞。电流也好，磁场也罢，为什么我一直感受不到？我们推斷是频繁的殊死戰鬥，使你承受極端環境的閾值過高，很難激發願力。如果繼續提高訓練強度嘅，你會冇命嘅。不過都唔知你有啲咁嘅情況嘅。我哋呢度主動激發失敗嘅，都要靠呢台圍障設備嘅。潛能激發時得進入無我狀態，需要隔絕外部對你的所有干擾。我會用特定的電磁脈衝刺激你的穴位，以此關閉你的五感，然後將你的生命源質引出體外，輔助其進入湍流狀態。馬克，準備好了嗎？開始吧。准备导出生命源质。连接源质导线。源质通路已打开，启动源质投射仪。他的源质导出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吧？振频设备辅助进入源质湍流。小董，组员。神经突触电传导增幅，即将达到特定生物磁场的强度，大家稳住。让我看看人兽嵌合的生命源质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果然没看走眼。生命源质已经进入湍流状态，非编码基因有反应了。唉，这次要输惨了。我再加10枚金币，让马克成功。你真贪得无厌。等等，不太对劲。糟了，生命源质与躯体的连接受到干扰。
白左，快把设备关掉！马克！唉，仆街啦！喂，你咪咁孱啊嘛？先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游戏画面就像真的发生过，但我从来没有那样的经历。喂，你噏咩啊？白老板还是看走眼了，也许是棘兽的身板根本无法开启人类的潜能。老板，激活失败，设备也报废了。他的身体系统比我们复杂的多，再想办法吧。你带几个人去趟生态基地拿些元件回来，把设备修好。明白。人没事就好。至于马克，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吧。那我先去准备。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或许马克的生命原质更为特殊。看来我小弟激活潜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还是多操心你自己的修炼吧，白痴。激发潜能一直没成功，还把设备弄坏了。长老会那边我都不好给他说话呀。哎呀，老爹别心烦了，有白老板给他兜底。哎，交出的10金币也赶紧交出来。别撵着，没钱。啊，你知不知道毒品就是人品啊？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知道了，等我从生态基地回来就给你。你要是敢赖账，我可扔你老娘用了啊！我去你！打不着。到哪儿都有人拿我开盘。别老叹气了，会把福气探走的。激发潜能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个方式只是我们根据成功的经验复刻来的，其中很多原理并没有完全弄清楚。原本激发设备就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数据进行反复微调，也许我们还不够熟悉你的身体系统结构，多试几次总能成功的。我就是龙虎村调试次数最多的人，你离打破我的记录还早着呢。村里那些还没成功的，要怎么保护自己？喏，看那儿。听我爸说，这些高塔都使用滤波器捕获着一个秘密核心释放的特殊磁场，然后用等离子发生器进行放大，因此噬体兽才不会靠近。所以村子以及有高塔覆盖的区域都是安全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噬棘兽体内的植物细胞可以让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能量。你上课都在干嘛？我小弟才不是噬棘兽，这家伙每天在我家都要疯狂干饭。白痴！切，马仔，你是人还是噬棘兽？白痴！哎，你说呀，到底是人还是噬棘兽？你要是想变成肉屠，我就是噬棘兽。哎，有你这样跟大哥说话的吗？哼！
好奇，当年给你接生的医生，是不是把你的时间观念和脐带一块剪掉了？哇，这是特供给城主的食物，城主现在还真是赏识你啊。不过，我还是喜欢你以前像牲畜般吃肉的样子，就很有胃口。喝再好的酒，也改变不了臣民的劣等基因。换了臣民当指挥官，越荒者身上也沾着一股屎臭味儿。行。我要的人呢？莫城他们4个猎荒者严重违反灯塔律法，绝对不可能跟你去执行任务。出征在即，我却连人都凑不齐，你让我怎么出发？灯塔从来没有臣民荣升上民的先例，如果不是你救了城主大人，我一个人都不会给你，低贱肮脏的东西。贺光者大人对臣民成见很深呢，但如果这样的话，你自己去生态核心区把马克那个怪物给我找回来。那群叛徒可不会因为你嗓门大就跟着你。你以光影会的名义去把这个戴到他们脖子上，下去之后谁不听话，我就把他脑袋炸上天。放心吧，贺光者大人，他们不敢乱来。真看不出来啊，你这道貌岸然的家伙。多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就多一份活着回来的机会，我也是没办法。如果你失败了还敢活着回来，我就把这玩意儿也套到你脖子上。我想城主大人不会反对的。我们已经知道马克的大致位置了，我会把他带回来的。那时候我就揭下你的面具，看看下面是张怎样的脸。我想那时城主大人也不会反对的。生态核心区异常凶险，以前马克从不敢涉足。先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吧。挡住我！飞影指挥官，城主大人让我们提醒你，希望4277的事情不会影响你证明自己的价值。
子都要被你烧了。我身为龙骨村的解毒专家，间歇性排放点废气是很合理的吧？合理。原质潜能激活了你的阑尾，生成巨量可以分解锈物的菌群。可刚才那里面全是大家昨晚宵夜的味道呀！就是，那我的底线在哪里？不过，大家在职外勤时所服用的解毒药，正是用它肠道里的菌群制作而成的。原材料可都是从它臭臭里提取出来的，不要太介意嘛。不是的，校长，为什么要说出来啊？你老糊涂了吗？夏豆呀，我记得你的潜能激活后影响的是松果体，虽然可以增强精神力，可是却影响了垂体释放生长激素，导致身体发育缓慢。那时候你急得天天都在抠鼻子，我看看现在好了吗？不要你管！你笑什么？你小时候激活了跟动物沟通的潜能，后面就丧失了语言能力，只会发出叽叽的声音。现在好啦。校长，你真讨厌。科夫每次和老板一起锻炼都很投入嘛。他是被白老板带大的，这叫孝顺。他还会带孩子？村里这些老家伙，谁不是白老板一把屎一把尿给喂大的？我是被带大的，你说的那些我可没吃过。哎呀，这东西煮熟了才能吃啊！马步蹲得好，人老气不少。马步蹲得牢，归元不动摇。想早日成为觉醒者，就要打好基础。老子蹲坑都比你稳。师傅，我用的是马桶啊！少废话，马桶不健康，今天回去就给我拆掉。哎，乖宝，早上顺利吗？今天诱导设备坏了，下一期的原质激活恐怕要延期了。敖道师傅，对不起，是我马仔弄坏的，给个面子，这事儿就算了。还是想变成肉土吗？但是他很努力，以后一定会成功的。八仙怪兽，觉醒者出击！怪物投降吧！还要来！怪物已在我控制当中，觉醒者更换目标。是正义班长，遵命。哇，不愧是初代正义班长，姿势还挺标准嘛。他们不像我们，亲人都在身边，
好多这样孩子的父母都为村子牺牲了，过不了几年，他们也要面对外面残酷的世界了。至少在童年留下一点快乐吧。克洛娃，克洛娃，姑姑，你爸在吗？不在，不在。破空的腿上个月不是刚被克洛瓦他爸打断吗？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勇敢呢。我为什么还是单身？是因为没人打断我的腿吗？你得先来我这儿看看脑子。终于到了！艾丽呀，你们慢一点，慢一点。孙颖队长，陈民4277失足坠下灯塔后，我们找了3天，还是一无所获，恐怕凶多吉少了。快，是4068！哎，他来了。4068现在可真威风。是啊，真是不一样啊。竟然这么不守时，城主怎么让一个臣民当猎荒者指挥官？是啊，连咱们城防军司令官都得在这等他。这是城主的任命，让你们等着就等着。不过，这家伙每次都还是带回来不少物资呢。如果不是光影之主的庇佑，他能活着回来吗？没想到现在要我这个灯塔骑壶官跟一个臣民骑壶，真是废纸。哎，你什么时候去把牙给补了？我觉得你把牙补好了以后，祈福效果会更强大一些。是吗？过来了。城主大人许久没有露面了，他还好吗？正在尝试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情况不太乐观。各位，真是抱歉呐，这么糟糕的天气，还让大家等我这么久。孙颖队长，我知道这次主要是找马克，但生态核心区都是旧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如果方便的话，你要的东西我都知道。哎呦，那可就麻烦孙颖队长了。欢迎众生，众生随影，双敌无分，硬币无体，一道之运，和而不淫，宁残体乎？不弃光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几次下地采集任务中，发现马克最后的踪迹消失在生态核心区。城主需要我们下去把他带回来。队长都那个样子了，怎么带回来啊？我没办法保证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但我能保证的是，只要活着回来的，就会得到3倍奉献点。他说3倍奉献点，3倍，大手臂啊！可核心区也比之前危险。富贵险中求，我都想好该怎么花了。押上自己的命去赌3倍，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谁抓到马克，再翻一倍。什么？再翻一倍？再翻一倍！太棒了！翻倍！翻倍！有没有奉献点，我都会完成任务。那回头把你的那份分给我吧。滚，想都别想。有新货吗？哦，都是上个月外星从都市那边冒着生命危险逃回来的。来，不过我说的是动作片儿。哒哒，一句台词都没有，全是动作。老夏，你有品位呀。哎，马仔，我带你去玩个好东西。又来买游戏机啊？下到还有钱呢？就这一台，最低价了。老板，这个归我了。好嘞，欢迎再来啊！方舟早已经开走，留下了几条出口，却一无所有，阴谋赶我出口，只剩绚丽化作荒丘，大地山峰冲淡光守，在这混账的末日里说放纵。他潜能算个屁，2个币，造型百变，立即实现。关老师，有个面。哟，伤口挺严重的。二位新人对礼服可满意吗？满意，回头我俩的丧服也朝你做。可得给我们打折啊！没问题，携手戏剧套餐一律半价，保证你们到时候满意。慢走啊！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日子。大小别分离。大小别分离，大别是美，小别连难。来，咱们打2把。不太会啊。不会，就对了。打着我们！来呀！打着打着！吃吧，美拳！哇！哈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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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弱了，再去练10年吧。我的无限连让你颤抖。今天我打倒你像条小狗，可惜再练10年你也不是对手。想当我小弟的人从这里排到春筒。老妈，你怎么在这儿？山石灰，就知道玩，让你不去谢客，帮忙啊！你妈一个人揍你还不够吗？就你打游戏，还有手小弟，无限不落地。今天就让你尝尝无限连的奥义。有 respect。马克，你太不仗义了！干！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拼一拼，黄土变白金。电视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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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搞快点的站长！急什么？等着出钱嘛！电视机，妈的，还真是电视机！喂，三大，你今天不是要看店吗？我怕你老婆收拾你。谁收拾谁呀？我作为一家之主，打个牌子嘛。西风和北风都留着吧。会不会打牌？这2张都没用。反正你店铺都不要，留着和西北风吧。老婆，这么巧啊？
再不告诉老妈你在哪，我屁股都被打开花了。你管着孩子打我，这是以多欺少，而且精神上属于带着未成年人进行办事。违规了，我警告你！老头，来，小心你肚子！干！你这个西北风你还真溜着呀！金大牌呀，后面挖的菜呀，我们这里烧子是人人爱呀。就看不练成，又是你这小子！你说我吧，就没你这个妈！这家伙怎么？你也饿了是不是？马克，过来一起坐，我们这有位子。他那么大屁股还带条尾巴，我这儿可坐不下。干嘛？查开，多吃点。老板，结账。马克来了！大碗清汤磨面，挂在白老板账上。你这矬货还学人吃软饭？不是只晒太阳就好了吗？也是啊，马克，你确定需要摄入碳水和膳食纤维？快吃快吃！我还需要补充大量蛋白质，比如秃头和肥大妈。嘿，不讲礼貌！不知道白老板怎么就相信一只市级兽能拯救大家？白老板，白老板来了。白老板，吃点什么？来个咕咕丹丹，然后一个咕苦伶仃，哎，再加个咕嘟一声。好，马上来。这是你应得的。今天早上你失败，我可赢了不少哦。要不咱俩一起做局，每天都能赚到钱，新权也不用去了。好啦，我这次亏大了，赌你成功，我要的更多。这就对了，别着急。今天山石会问我是人还是市级兽，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许以我现在的身体，根本无法激发人类的潜能。有过和我类似的情况吗？你的潜能是怎么激发的？你和我很像，经历过万念俱灰，都是失去了至亲至爱的人。也许没办法像普通人一样激活潜能，这里才是开启潜能的关键。
您的菜好了。谢谢。人体是一个开放且复杂的巨系统。在极端环境下，人们会爆发强烈的情感，以此产生愿力，改变大脑的意识活动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影响着我们所处环境的一系列宏观参量：电磁信号、物质结构、能量流动，甚至是时空构成。而强大的愿力会让大脑产生最高层次的意识活动，从而激发生命原质湍流。对于自主激发来说，调动愿力是最困难的部分。而你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只是顾惜着一个逝去的人留给你的第二次生命。这样的愿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今天在激发的过程中，感觉到。东北侧屏3区屏蔽塔的故障原因找到了，是马纳生物辐射变压器导致短路，可能是滤波设备的过载。要尽快更换等离子环和水晶。妖人，麦朵，哥，我吃饱了。但是别连科夫受伤了。谁把设备弄坏的，谁去顶那个大块头呗。也是，你的开销不能总挂我账上。白老板，跟您商量个事儿呗。其实还挺不好意思开口的。什么事儿？说吧。我知道，您对我们家一直都挺好的，但是马克那家伙太能吃了，他的我认为你多少再给一点。你知道我们家小花也快生了，家里又要多添副碗筷。他打麻将把马克的伙食费都输完了，要是对不上账，老妈肯定打死他。行，还是老板讲胃口。回去我亲手把钱给你老婆。啊，其实也没那么着急。你家老二名字起好了吗？还早呢，不过我们家夏花说了，老二跟他姓，大伙儿一起出主意。下马用不下去，下油锅。你这傻小子，那是你亲妹妹。那又怎么样？挺好听的呀。走了这么久，一只石级兽都没有，好像生态从来没有侵蚀过这片大陆。为了夺回地面，我们失去了不少战友和家人，但这就是觉醒者存在的意义。终有一天，这片大陆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像你看到的一样。还打游戏呢？外星留言录完了吗？去呀，我没录。又到例行公事的时候了。这次来点什么花样呢？给大家来首歌搞好气氛吧。还有1个半钟头太阳落山，咱们必须在天黑前把东西送过去。好嘞。我们成长，一道彩虹去远航，海风呼啸卷走了忧伤。不要害怕，弄丢明天的太阳，我们要改变世界模样。
随影队长，如今已经是城主大人的左膀右臂了。士别三日，但刮目相看。他现在活干得不错，也许光影之主对我们不只是索取，还有馈赠。但只有成功带回马克，他才能彻底坐稳现在的位置。城主大人，这么久了，伤口还是没有愈合的迹象。克洛托苏醒后，虽然一直在持续释放微弱的脑电波，但从目前监测的结果来看，没有发现任何信息。纪南大人，您还没行礼呢。你来找我，不仅仅只是汇报这些坏消息吧？让我去见摩根城主，他是整个灯塔最了解克洛托的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未必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你别忘了，如果不是为了灯塔，就凭你当初对马克、冉冰还有摩根城主做的那些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帮你的。如果你打算继续隐瞒摩根的现状，航控室与克洛托，你就重新找人去管吧。摩根城主一直有病在身，你打算将他关到什么时候？按照他制定的法则，历代城主卸任后都得远行。如果我让他出现在民众面前，三大法则的权威将会土崩瓦解。你知道那时灯塔将会面对什么？毁掉他几十年苦心维持的一切，还不如一刀杀了他。随影上次从地面带回了一批贝塔受体阻滞剂和治疗心脏病药品的原材料。等家里将这批药品研制好之后，你再去找他吧。城主大人，您忍耐一下。还没有找到治疗办法吗？灯塔从来没有治愈猩红症的先例，大人明知故问，无非是想知道城主对自己的继任者是否有计划。光影之主不会这么快就带走我，做好你分内的事。你和佳丽对林渊者的研究不要再继续了，那种残酷的试验只会白白牺牲更多人。做好你分内的事。探索号要起飞喽！
星际探索号将带领各位遨游浩瀚的宇宙星空。这是什么？这个叫大变活人，是你的潜能吗？回头有机会给你变一个。哎，你的潜能开发的怎么样了？哎，聊点别的吧。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把陆地上的生态全清除掉呀？啊！哟，小沙盖还会帮忙干活呢。什么呀？他净添乱。嚯，9个等离子环烧坏5个，水晶也快烧成炭了。喂，把家伙事拿到这边来。把塔上的植物清理干净后，尽快换上新设备。今天带新人外勤实习，即便在屏蔽塔区域内，大家也要保持警惕。知道。这种玛纳植物叫做木流，早年间生长于地幔层内部，成熟后就会喷射播种。它会自行寻找舒适环境落地生根，成为玛纳之花，并释放玛纳孢子。孢子又会成长为木流，再度扩散。为防止清理过程中木流应激释放有毒孢子，首先要喷洒防护胶。然后在10厘米左右的距离启动谐振枪，产生周期性的作用力。随后调节谐振枪使力的频率接近植物自身的频率，引起共振，破坏木流内部的细胞结构。哇！屏蔽塔虽能干扰赤棘兽的感知，但不能抑制木流的生长，所以得定期清理。明白了，老师。这种黑色的也是吗？所有木流只要没有养分，就会自然干枯。闭上眼睛，不再喷射孢子。可它即便枯死了，生长基上残留的孢子也会要了你的命。你是想裤裆里长眼珠吗？到时候我拿10斤也解不了你的毒。哇，七巧果然是铜的。潜能激发时，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我似乎还在母体当中，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但那个环境让我恐惧。后来我被一个女人带走。潜能激发时，确实有人看到过新生的景象，这并不奇怪。那个人和你很像，只不过是一头乌黑的长发。我和他一起流浪、战斗。但最后，他却将枪口指向我。激发设备关闭了你的五感，前额叶的逻辑判断肯定会受到干扰，琐碎的信息可能会被无意识的组合起来，但这就像梦一样，不一定真的发生过。之前在地面见过你2次，应该不只是巧合吧？自从灯塔来到这片大陆起，地面所有人都关注着你们的一举一动。所有人，除了村子之外，地面还有其他人类。世界比你想象的宽广得多，在这片大陆的地下，除了龙骨村，还存在着其他3大聚落，他们都有独特的方式躲避噬脊兽的追踪，而在地表也有活得像动物一般的人苟且于世，他们用残酷的代价换取着生存的希望。来村子这段时间还住得惯吗？想念灯塔的生活吗？来到龙骨村之后，那段在灯塔的日子才像是一场遥远的梦。
拾荒者发令官怎么这么多愁善感？是猎荒者指挥官。麻烦来了，所有人归位。抓紧时间干活。他们数量太多，没法一个定位灵犀子。这里没有玛纳之花，他们无法对手。万一和他们开战，直接攻击要害。麦朵，还要多久？马上开始焊接了。兽群是从西南方的过山车轨道进来的。是的，目前无法得知具体数量。保护好孩子，务必等待屏蔽塔启动。启动之后，他们自然会离去。到嘞。坚持住，千万别在实际中眼中现形，不然就算再次归元也没法隐藏自己了。别怕，都是小怪，只要不来大的就没事儿。小心！快，抓紧我！千万别松手！是会。大家伙上去了。快点！再快点！4件完成，安全协议通过，即将预热等电子环。炸开！麦朵，线缆修好了，赶紧上来。麦朵，麦朵，炸开！喂，下面到底怎么了？快出来呀！老板，麦朵破归元了，所有的噬金兽都会攻击他。所有人注意，准备战斗。是的。
让他尝尝探索号的滋味。收到。星际探索号陪你遨游太空。浩瀚宇宙，广袤无垠。跨越银河，超越光速。快，趁现在把孩子们带上来。老天保佑，孩子们没事儿，阿弥陀佛。白老板，对不起，我没忍住。我知道你们家把茶盖当亲人一样看待。好了，你的长枪不是摆设，给小朋友们做个榜样。老板放心。夏豆，你给他搭把手。我下去收拾这群丑八怪。老板，屏蔽塔启动需要时间，只有你的基因能解锁程序。恢复运行前，你要是出事，我们就全完了。而且你的细胞衰竭是不可逆的，只要战斗，身体状况就会更糟。凯西，炸到原振信号最强的那只上。哼，那只个头够大的，你吃得消吗？豁出去！这里交给我们，后面有事就叫我。茶盖，该干活了。这也是潜能的一部分吗？没错，我能和影隼共享视野，这样就不会被丑八怪偷袭了。巨头，保护好孩子！要是出事了，还是他妈非得打死我不可！少废话，赶紧过来，这样快顶不住了。系统，人到齐了，动手！快跑！指挥，往这边来！
孩子安全了，后面注意保护屏蔽塔。山达、旭彤，大家伙要出来了，找个位置放林泰诱导。是。你他喵是该减肥了！马克，我们去堵住抽血过来的入口。预热即将完成，准许切割随机，锁定波段。白老板，我外公说你近期如果再使用潜能，就会元气一散，非常危险。没时间用切割仪了。屏蔽程序启动时间较长，请确保操作环境安全，禁止中断运行，否则内部精密元件会遭受不可逆的损坏。他想放人！灵太诱导还没就位吗？哎，杰朵，队长淘回来的这个监听望远镜好用吗？少啰嗦，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哎，丽塔前辈，你们车上的以前跟过马克，这次抓到他了， 3倍缝线点准备怎么用啊？好好盯着前面的路，
等你有命活着回去，我再告诉你。马克队长曾经不止一次的救过我们，你们几个家伙说话小心一点。这可不好办了，回头马克要是龇着獠牙朝我冲过来，我可不会手软的。好了，要进核心区了，我们大员有限，谁有车载武器？是，收到。季姐，距离目标还有多远？这真的能把他们脑袋炸开花吗？别摆弄这玩意儿，我还指着人家干活呢。队长，你说马克那家伙都变成怪物了，墨城那帮人为什么还要救他？那时候你也去帮忙了呀？那可不一样，我可没打算跟他们一起去地面生活，我只是觉得他那时候很可怜，但他后来想吃我，还害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都死了，大家都死了，别死！墨城他们如果知道马克后来干的那些事情，还会去救他吗？如果不是城主要活的，我一定要杀了他。各队注意，路线确定，开启巡航定速。2队收到，3队收到。陈明4队收到，5队收到。灯塔开了索引这个先例，咱们之后总算有看头了。人家救过新老2代城主呢，你们有那狗屎运吗？你们别看他表面很风光，其实光影会一次翻越任务都没给他安排过。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还不是因为他是臣民，基因不合格。1队，什么情况？附近发现不明声音信号，正在搜索中。队长，前方300米，好像有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什么？怎么可能？是地面幸存者吗？目前无法确定，但人还活着。我们想下去看看。随影队长，咱们这次任务只是找马克，而且就快靠近核心区了，还是不要多事的好。如果是从前的马克队长，他不会见死不救的。前面是必经之路，准备好装备和武器，还有急救设备，务必注意安全。是。丽塔、苏黎，随时准备支援。收到。自从马克上次汇报完地面有人之后，灯塔就一直传言奥亚新大陆有幸存者。如果是真的，那我太想知道这帮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了。也不知道马克队长现在怎么样了。光影之主保佑，与其担心他，还不如担心我们自己吧。撑着点，我们现在救你出来。
呼召队长，我们遭遇了血击手！苏丽，立刻支援！快，走！各队注意，弹药有限，找到马克之前先用车载武器。是，收到了。快！可能是你太醒了，实际上，我们得抓紧时间。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吗？没别的办法了。真是会挑食哦。他们要干嘛？来讨论战术。走，你去弹药仓，把所有设备武器检查一遍，把剑也带上。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瞄准了你的手、脑和心脏，手指感动一下，立刻就让你变成死人。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叛变？少废话，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做了什么？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为什么马克重伤回城，你就成了上民？灯塔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不是查尔斯让你在任务中暗杀马克？我为老城主摩根找到了解药。查尔斯说我救了他的父亲，虽然我不能体会父亲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查尔斯因此给了我上民的身份。马克被火刑的时候，盖文为什么对你开枪？你说当时那名拿枪威胁查尔斯的猎荒者吗？他在对我开枪之前就已经打伤了一个上民。我和那些上民一样，我们都是用来向查尔斯示威的工具。大家都知道，马克队长的伤口是刺满的骨刺造成的，难道我还能控制噬气兽？如果那根骨刺是你手上的呢？我那天根本没有遭遇过刺满，队长一直待我不薄，曾经还救过我，我为什么要害他？掩护他们撤退！快走！快走，快点！呼叫队长，我们遭遇了未知型，刚才的手是他的尾部，应该是用来吸引人类的诱饵。所以在队伍遇险的时候，你们拿枪指着我，就想问这个。卡罗，冷静点，这不是什么未知型，大概率是腹刺兽，进食器官在尾部的诱饵上。如果是反射性，打击进食器官就能干扰他们的行动。我们正在和队长商量对策，你们迅速撤退，不要缠斗。攻击他的尾巴！撤退！快！马克染病的远行仪式上，查尔斯为什么让你站在他的身边？而且你为什么故意从3队换到1队？快说！再磨蹭就轰碎你的头！换到1队，是因为马克在1队。是吗？所以你进1队是为了对他下手？我进1队是因为他曾经那番话，让我感觉自己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想为灯塔做点什么。消防器让爆发时，我亲手把伯克从药物下拉了上来，你们都看到了。最后我跑到门口，明明可以脱险，但是为了救一名猎荒者耽误了时间，才被莫尘关在门里的。我他妈哪里对不起你们？难道就因为我臣民的身份，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被你们承认吗？难道独一无二的就只有你们上民吗？也许真的不是他。马克遇害的时候，你在哪儿？那时我从药房爬进了通风管道，幸亏光影之主庇佑，我从管道直接爬到了。撒谎！你怎么知道马克什么时候遇害？我根本没说过准确时间。对呀，
自从马克离开药房后，你就不知道他的行踪了。你知道吗？我从你眼神里看不到一丝真诚。我的直觉让我现在就打死你。救你的。这是你战斗的痕迹，记住你最后模样。我是只眼角的泪，麦多，坚持住！洗净弥漫着伤悲。你是白老板计划的关键，带着我的尸体，你走不出去。我的控制时间快到了！让生态躲藏任何一片生命原质，带我回家，让我被他们偷走。没有
一抱你，再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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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抱你。冥河上独行的列车已经熄灯，伴随着呼啸的风，顺着窗外云层翻腾，倒放着我的一生。他们说回头无岸，这就是必经的路。他们说轨道尽头没有答案，只有迷雾。离开了过往人生，驶入到宇宙的深处。我开始忘记了我双目带着视线模糊，骤然想起是你的声音，喊我的名字，美好往事都奔涌充实。我泪流满面，不能自持。记住你最后模样。他们说回头无岸，宿命难逃是我必经的路。送你过雪天的河。他们说轨道尽头没有答案，出口只有迷雾。要记得回来的路。都说我杀人无数，却没办法把你留住。变了模样，别在乎。但他们最烦人的挚爱，眼中啼哭，让人参与你的气息。我热血沸腾，踏着风地和风雨之谷，墙上还有你的血滴。我横冲直撞，穿越光速，冲破神的维度。这是你战斗的痕迹，记住你最后模样。可是我不能驻足，可是我记住你最后模样。将马克带到回家的。至少我们没有失去他。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带麦朵的肉土回村，他们告诉我，肉土是觉醒者战斗的丰碑，也是拯救这片大地的痕迹。可我真的有被拯救的价值吗？我厌恶这样的自己。但就是这种厌恶，至少让我觉得自己还像个人。撒谎！你怎么知道马克什么时候遇害？我根本没说过准确时间。你知道吗？我从你眼神里看不到一丝真诚。我的直觉让我现在就打死你。快进！孙队长，孙队长，你没事吧？坤姐，坤姐，你们这些叛徒！我最后悔的就是帮你们救了马克，你们还要因为那个怪物害死多少人？队长，马克的行踪，我是从其他臣民那里听到的。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马克队长的遭遇与我无关。你们如果想为坤姐报仇，就冲我来吧。
又飞过来了，小心！别过来！快撤！这边！别动！这边！立即撤退！快撤！小心脚下！快走！快走！起来说，请别忘救援，伤者生命体征暂时稳定。快！突破封锁，全速前进！飞雪，艾丽卡，保护车队。他们的弱点在肚子上。打腹部，小的打腹部。
去那家伙！你们帮忙啊！别在车里开枪！艾丽卡，你还是去别的车顶吧。车队并排行驶，减少受敌面积。收到，收到。收拢队形，冲进去！今天在乐园，我没有守护好你，害你被噬级兽欺负了。要不是那大家伙洗我屁股，他早就被我大卸8块了。我是害怕了，我道歉。可是，佳雅，你没事吧？你确实害怕了，但害怕是对的。就算是真正的觉醒者，遇到噬级兽都要归元隐藏自己，不然就会像麦朵那样害死自己，害死别人。你怎么这样说麦朵姐姐？我说错了吗？你的屁股怎么长脸上了？
好笑吗？发生了这些事，你好像很快乐。珍惜这种感觉吧，以后应该越来越少了。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大人要把我们生下来？这件事，他们从没问过我们愿不愿意。那一刻的快乐，应该只是短暂的吧。我本来很期待执行外勤任务的，从旧世界的杂志上看到，外面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充满欢笑的地方。可现在这里只有废墟、荒漠、死亡、鲜血和哀嚎，遍地都是肉土。把我们带到一个注定痛苦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个错误。如果放弃新生，那我们战斗和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未来又是什么？还战斗？好像你打得过似的。打不过就跑呗，侥幸活下来就努力变强，总不能现在就认怂吧？可今天白老板也在场，我们还是死了那么多人。在这个世界活着确实很难，但大家都不抗争的话，龙骨村早就不存在了。现在只要村子在，我们就一定有希望。而且，我老妈怀孕了，我不想妹妹一出生就看到这样丑陋的世界。是什么味儿啊？百草治百病，千花医千人。我被我妈揍了，就是拿它涂屁股的，很快就消肿了。山石灰，别想再趁我作业！大小子，哦，上车了！来了！哎，姜雅，你等等我呀！生死有时，无心无止。元魂归西，生生不息。我们为生存而战，也为生存而死。龙骨村不会忘记所有牺牲的战士，无论是长眠家园，还是坠入生态，待人类胜利之日，我们定会再见。元至归藏仪式开始。觉醒者方圆，一名勇敢的战士，同时也是妻子和母亲。亲爱的游风，如果我这次回不来的话，恭喜你，终于可以换个老婆啦！虽然你没能激发潜能，但我知道，奶孩子不比打10级兽轻松。这些年我主外你主内，你一直把我跟娃照顾得很好。你做的辅食和蘑菇拌面比范世刚的味道还棒。怎么可能？我相信你一定会把聊聊好好带大的。但假如我真的没回来，聊聊还那么小，握着他的小手，我的心都快融化了。聊聊，妈妈一直想为你创造一个没有10级兽的世界，但现在妈妈的身体已经不能再为你战斗了。长大了，无论你能否激发潜能，妈妈都爱你。如果白老板的计划能成功的话，
也许未来咱们一家3口还能相见。跟妈妈说再见。送别第2位觉醒者乌兰麦朵。又到例行公事的时候啦。这次玩点什么花样呢？啊，给大家来首歌搞搞气氛吧。我这个真的播了，这是要弄啥呀？来，旭头，帮我拿一下。无论是曾经的还是现在的，所有正义班的战士们集合！别哭了，正义班长不希望我们伤心。你们来猜猜看是哪首歌，看看有没有默契了哈。3、2、1，走！我们乘着一道彩虹去远航，海风呼啸卷走了忧伤。不要害怕弄丢明天的太阳，我们要改变世界模样。跌跌撞撞，搀扶一起往前闯，头破血流来个棒棒糖。如果未来遭遇黑暗和荒凉，银河伴着我们大声唱，未来的光在远方，的远方不彷徨，大把星星照亮我的船桨，无望的海随宽广又浩荡，干一场，晚风会指出故乡的方向。
作为初代正义班长，我准备卸任了。下一任正义班长就交给马克。正义大班出发！出发！正义大班出发！还不快准备动作？你看我弄啥了？这也太他妈羞耻！哦耶！开嗓，走开！喂，冷静点！把我妹妹还给我！子弹和拳头都弄不死我，来，照这儿捅！找死！查看！给我闪开！茶盖都比你懂事。现在麦朵的生命原质就在马克林西子内，你把他捅死了，麦朵怎么办？麦朵已经回不来了。都怪这头畜生！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他！麦朵的生命原质还有办法取回来。什么？许多年前，麦老板和夏天来就使用过一种叫振波器的设备，从玛纳之花中取过生命原质。只要用同样的方法，也能把麦朵取出来。真的？那麦朵就能回家了？如果用振波器取出生命原质，就得破坏玛纳之花。用在马克身上，他的灵犀子会被震碎，他会没命的。是啊，有别的办法？如果调节振频强度，应该就不会伤及性命了吧？万一失败了，麦朵也会随之消散。我们要想清楚。如果什么也不做，生命原质在灵犀子内本就会慢慢消散，为什么不赌一把？马克现在是我们的正义班长，你们不许伤害他！原质归藏，生生不息。我们储魂的目的是为了生命迭代系统研究成功的那天，能让亲人回到身边。也许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但至少麦朵还有回来的希望。可如果连生命原质都没了，麦朵就真的回不来了。但你也知道，生命迭代系统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研究还在初步阶段，能否成功并无定数。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每一个幸存的生命。那麦朵难道就不值得被珍惜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什么方法设备，都拿出来吧。我答应过麦朵，要带她回家的。
儿不太好啊。你说什么？村里的小孩都知道，这玩意儿是用来训练定位灵犀子的，打坏了又得算我账上。别折腾了，想救出麦朵就跟我来。你呀，你这老毛病又犯了，既没见过震波器，又不了解灵犀子，你就敢答应敖登？拳头再硬，最高阵符下你也撑不了多久。一会儿你即将面对最严峻的考验，想活命就听我的。嘿，嘟噜。白老板来了。一会是不是这个大鸡佬要进来呀？没错。哇哦，你小鸡悠着点哦。咦，老板讲胃口啊！我待会找老夏他们做2把。这就是你说的严峻考验。之前在灯塔上，你面对战斗都是全力以赴，放轻松找乐子，你却从来想都没想过。离谱！你现在还不够熟悉这具世级兽的身体，就算急速跑个几百公里，你也做不到合理分配体力，要动脑子才行。你说的和这些破游戏有什么关系？想要促进神经元连接，提高大脑信号传递速度，精准地控制自己身体的所有组件，就把这里的破游戏都玩明白。还是多练练了。你被山石灰打成孙子的事啊，在村子里都传开了。山石灰是全村玩游戏最菜的。不行，今天就先歇着吧。赢一把再睡。正义班长，你是怎么打出来的？够义气的话就别说出去。好的。可是菜鸟，可是菜鸟！第一局你闪避慢了0.2秒，第二局大招前摇太慢没发出来，第三局大招又摇错了方向，第四局连段忘记开 BC， 第五局能量不足，第六局安全跳距不够，往后的动作都跟不上意识。如果打的不是游戏，还有几条命够你挥霍？要学会精准控制自己的想法和行动，
地随心生，如臂使指。你把这当做游戏，这永远就只是个游戏。喂！闲过景则断，去村子里转转吧。把任何事情都看作是修炼，那么借此虚名，俯拾皆是。道不通，只愿身处山中。今有功，可是前路无用。和极光同期成，虚极尽度相融。有的像山岗的清风，心动移动，庄周一梦。写不尽则断，大千世界里转转，道不清转，感受万物生长。世事无常，天地人道不自然，在相无形状，乾坤有真的灵异也是阴阳。道非常道，道必道很难悟道。天之高，地之妙，山之妙，水之道，君之教，相之闹，酒之笑，魔之好，生之奥，死之料，梦之照，皆为道的道。人是道，消化道，皆玄道，地是道的道。天之道，只有天才知道。祭奠膨胀，有说无极，不现实，灵阴阳，基础四力，五行深刻，观察如猫咪。无视所及都是电数据，就像水和兄弟撞破世界，你将地球是谁的本不逆环与本爱唯一。道可道，非常道，在天地好下无道，名可名，名不名，无语一贯奇妙。地之料，山之妙，水之道，天所有余，不足在其一波，其里奥，生之奥，死之料，梦照照，皆为道的道，都是迷，一生二三万无道，人行道，消化道，皆玄道，地是道的道。何为道？只有天才知道。我的无限力让你颤抖，今天我打得你像小狗。反骨仔竟然欺负老大！我跟你打一局吧。Ready, go！ 你这是输我去吗？你上次用这套设备从玛纳之华里震出的是谁的原质？我的老伴儿啊，也送入贮存设备了。过去的事别提了。最高镇平玉池已经给到镇谷松波了。震谷一旦开始，你将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一定要挺住。
取出脉朵之前，如果灵犀子被震碎，不光你会完蛋，他也会彻底消散。反正后悔也来不及了，来吧。让经络和体内的脏器渐渐放松下来，直到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变得轻松。试着让思绪变轻，敞开灵犀子，让它慢慢接受颂钵的震动。现实也许和游戏一样，游戏时我们用设备控制着代码组成了一个个角色，而现在你脱离外界干扰，忘却自身杂念，脑中所有神经元同步，就能进入心神合一的心灵状态。在这里，你既能控制自己的生命源质，也能驱动身体的最小单位。真实宇宙千变万化，但都可以被东方古老的神秘符号所归纳。这个简单明了的秩序被称为阴阳，就像计算机中的0、1。假如真实世界的运行也类似二进制的话，也许人类的行为模式和世界的构成都是既定程序。如果突破运行程序的束缚，你就能操纵生命源质进入灵犀子内，把脉朵带出来。我怎么才能找到脉朵？生命源质是信息、物质、能量三位一体的存在。在你的灵犀子里必然存在着脉朵的能量信息，那是独属于它的坐标。记住，心流控制状态也有极限，一定要抓紧时间。计算机是二进制，真实世界的算法更加复杂。那灵犀子究竟是以怎样的机制运行呢？这样的场景，我似乎在哪里见过。我的生命源质怎么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有这么多备份。这就是灵犀子里面吗？和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区别，一丝生机都没有，真能存住生命源质。乐园的狮子头，是脉朵留下的信息。沿着这个方向，是不是就能找到的？
你不要命了？这里不安全，跟我来。原来你没有，你还在。你一直都在。你说什么？可你怎么好像回到了从前？喂，你怎么回事？想死在这儿吗？喂！这身手真像马克。你枪法不赖。我是灯塔猎荒者冉冰，你是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吗？现在算是了吧。我还是第一次在地面上看到活人。除了身手，你长得也很像我们队长小时候。喂，你同伴呢？我正在找他。你能帮我吗？行吧，我也暂时联系不上同伴，先离开这里再说。他不知道自己在我的灵犀子里。记忆也回到了从前，难道真像海桑说的那样，他在灵犀子里太久会慢慢消散？我该怎么带他离开？可是他的身体……根据灯塔搜救条款，愿意上缴武器的可以无条件收容。等找到你朋友，就跟我们走吧。我听说过灯塔，那里的3大法则规定，不能有家人，也不能有情感，活着没滋味。我和朋友们都向往自由的生活，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去了。回去？你是从……怎么会？这是马克的重力体。破晓，你知道它的型号？只要重力体还能动，我就能找到队伍。喂，你等等！别胡来啊！你会看那玩意儿吗？看大家看了很多遍了，熟得很。冉冰！重力体什么时候可以双人驾驶了？哇，还能共享体感。神龟又来了，在这边。你还没学过驾驶重力体，别闹了。没学过就不能开吗？你松手。算了，先跑吧。这是什么地方？至少那些噬巨兽没追上了。
自从我来到这片废墟，怎么都走不出去，也始终联系不到灯塔。我感觉不到饥饿，也不用喝水，甚至不用休息，似乎一切都不太对劲。不过马克那家伙一定会找到我。他已经找到了。你说什么？这里也许已经不是你曾经生活的世界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刚才你说再也不想回到灯塔，还认得破晓的型号，你到底是谁？其实你是马克，在晨曦大厅繁育的后代。难怪灯塔的事你都知道。冉冰，你快看！总指挥大人，近亲人造神经回路的刺激试验结果出来了，单细胞记录反馈的数据显示，巨脑细胞膜外的电位毫无变化。所有的研究手段都用尽了，难道现有的思路要全部推翻？怎么会这样？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唤醒他？这里怎么会有众生墙？6组，是死掉的世纪兽吗？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他。Revista rasa ketambia.还不检查一下？东西摔坏了，我扣你缝隙点。Ratan menghayal kata kaika. Terpilih membelau kaya. 你是谁？ Mematiundang takajrago tatsimayang ragikas. Yang natiragi takaparikas. Katan pascaku isyami talau ahikas. Regret tadoyak hai. Chasko ketikiran reiki pitale. Taparauda ini seinda ai eho. Yingi rasa remar ise takaj au hai.空中停车！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灵犀子里？躯壳怎么永恒？生命源只有怎么循环？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Madura mengai hen, tachu ke kokun hindu than rag hai. Tachu serki ho, nanusu nasabash irako, taku kokote. Time kya anuma, choyako se uvati.
托词！反重力引擎故障，无法重启，怎么可能？有未知的指令入侵了中控系统，并用航行系统断联，下降速度89米每秒。立即注意推进器故障，立即推进器故障。立即注意推进器故障，并有序的执行紧急避难程序，遵从指示，保持冷静。立即注意推进器故障。我们进去看看。是你要找的伙伴吗？麦朵，回家了。是救赎者的妄想，是末日冰冷的悲伤。当我们面对死亡，我轻轻吻你的头，你总算是回家了，我的朵儿。这至暗的夜，才
再度被唤起的向往，无法阻挡，不顾一切，去疯狂。我们活着，告诉每一个人，生命是多么不可想象，深藏着无尽顽强。在那一刻，你我站在宇宙的中心。在那一刻，他去到什么地方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这里出去？不行，出去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说？干爹，我是马克。Timejahanuma Choyako Seubakeo喂，快醒醒！马丁在吗？总指挥，我们都在。大家冷静，要传感器信息给我。下降速度已经超过70米每秒，再持续下去会造成灯塔结构性损伤。手动开启备用悬浮系统，开启主板后，物理勉强能支撑灯塔悬浮。输机室所有人立刻打开阀门，快！跟我来，去4区开启紧急管道！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快醒醒！你怎么会变成小孩？快醒醒啊！一定能醒的。只差一点了。快醒醒啊！快醒醒，把事情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救我回来了，马克。太好了，没事了。
总指挥，你没事吧？总指挥，根据信息溯源，我们发现了锁定系统的指令来自克洛托。什么？从10分钟前开始排查克洛托的输出。这里前后有细微的区别。指令居然伪装成无害垃圾代码，撤销它。怎么会连静南总指挥都没有权限？封锁消息，不要连线查尔斯。真的吗？真是太有趣了。没想到发生过那么多事情。曾经灯塔上的我们，就像井底之蛙。是啊，生命迭代系统，人类潜能，我们的世界里除了世纪兽，居然还有这么多谜团。唉，你真是有的学啦。如果有你在身边，别难过了，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这里也没那么糟，在你的灵犀子里，我还是我呀，就像生命原质备份了我的一切，真有意思。哎，只可惜没看到你为了我去闯晨曦大厅，还揍了大狗，真有你的。变成世纪兽，一定很辛苦吧？其实也没有那么……真想看看你的怪物模样，一定很威风。真想揍我是不是再也出不去了？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听你说了我们未来那么多精彩的故事，真羡慕。都是我的错。每个人都会死，只不过是早晚而已。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在我活着的时候，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爱。我死了还能待在这里，挺好的。至少我知道，现在连死亡都无法将我们分开。我可以一直陪着你，即使外面那个世界没有我，你也要好好活下去。傻逼！
我说就不能让敖登拿着吗？你们仨看的这叫个费劲。哎呀，这小妮真甜，嫩大眼睛。加潘肯定稳是个练武的好材料，不过舌苔有点发白，脾肺有点虚，湿气重。哎呀，你们别看了，马克现在情况怎么样？死不了，等他醒过来我才能上干预。放心吧，豆子在照顾他呢。算我看走眼了，那小子是好样的，我佩服他。我是不是该跟他说声谢谢？哎呀，让边去！其实大家应该谢谢你才对。正是因为这场阵鼓，我们的攻心计划算是有眉目了。大家忘了吗？玛纳花王是星玄泉眼的入口，是极兽与玛纳花王接驳，建立传导通路，交错最多的才能进入泉眼完成蜕变。按这个方式，马克那时就必须吸收大量生命原质当过路费。所以我一直在琢磨有没有别的办法进去，直到这次小邓为了卖朵妖阵鼓，我才想到个招。什么招？心流控制室。什么？弄啥了，老板？疯球了吧？那不是那家伙独有的能力吗？因为他的背叛了我们，失去了家园，还死了那么多人，他的招你也敢用？你看，所以阵鼓之前我就没跟你们提这事儿吗？我听老板，那家伙可以用心流术跳过交作，直接接驳花王进入泉眼。他正是因为心流术，那家伙才被生态吞噬的。你让马克学着，基本把他往生态里推。马克激发潜能时就已经被生态干扰了，他看到了我和卢生的过去。他成功救出麦朵，就意味着还有望进入泉眼。但万一被生态吞噬，完全兽化，那他就是重蹈了卢生的覆辙。我会当场震碎他的灵犀子。老板，那还是别提那家伙了，他就是一头人形棘手。那马克呢？哎呀，老板，这是到哪儿了？屏蔽塔核心。啊？为什么瞒着我？我并不知道克洛托有着灯塔的最高控制权。如果强行切断克洛托和中控的连接，能否重启推进器？确实可以手动切断连接，但从控制结构来看，这么做灯塔会立刻失去管理系统而坠毁。库存的物资加上空中花园和虫饼的产出，短时间内我们倒也饿不死。但氦气储备仅能维持数月，更严峻的是，灯塔下方有10级兽正在聚集，氦气耗尽时，迫降地面，我们必死无疑。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如何破解它输出的信息，却忽略了一件事：克洛托本质上可能与人类大脑的原理并无二致，内部运行也许都是通过神经突触和神经肽来传递的。它如果有自我意识，很可能也在思考。既然如此，只要将它与人脑直连，让地质传导，这样一来，神经信号应该就可以。你说的没错，克洛托是有机物和无机物相互嵌套而成的尸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活着的个体，但人脑与它的信号和神经突触反应并不匹配。假如两者相连，互相干扰，陷入混沌，那时候灯塔的命运就提前结束了。到现在为止，7人坠楼，200余人受伤，部分大型主要设施已损坏。城主大人，城主大人，城主大人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灯塔不能没有您。司令大人，城主叫你来，不是听你说废话的。雷达显示15公里内的噬棘兽正在异动，大量的生命原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目前民众对噬棘兽的聚集并不知情，我担心继续低空悬停会吸引更多噬棘兽靠近。我请求将猎荒者的备用弹药挪给城防军。小猫几只，要那么多武器干嘛？你手下有几个和噬棘兽战斗过？虽然我们对内有绿教士，对外有猎荒者，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用。
当下几支猎荒者队伍都在地面执行任务，眼前也只有城防军能保卫灯塔的安全。只要有我在，再强的噬击兽也绝不可能染指灯塔半步。好好看看屏幕吧。冤者，但无法启动的战甲就像一尊雕像，并不能对眼下的困境有任何帮助。给我足够的实验体，10天内一定可以启动临渊者。哼，据说绿教所一直没有停止攻击实验体吧？来不及了，我都已经醒了。所有人都得死，放开我！可当他才能即将降临，历史之魂从灯塔上归途。352，请回复。人类可以启动临渊者是毋庸置疑的，可惜。这是怎么回事？他似乎拥有类似免疫系统的排异机制，猩红症患者进去后都必死无疑。绿教所迄今为止提供给我的，都是猩红症患者和患有严重基础病的臣民。城主，我需要健康的活体。临渊者是眼下对抗噬极兽的唯一利器。要多少？越多越好。不过我先说好了，我需要那些实验体，但我不能保证他们最后都能活着。够了，加利博士，灯塔就这么多人，如果临渊者一直无法启动，5个、50个、500个够不够？如果所有人都成了你实验的牺牲品，那最终导致我们灭亡的，究竟是马纳生态，还是你？你刚才不是已经有解决灯塔悬停的思路了吗？那我们比比速度，看看你能不能在我把灯塔上的人都变成血雾之前，让灯塔再度起飞。现在应该将所有的资源投入到布防上，即使是臣民也要来协助城防军去他们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去白白送死。保护灯塔的众人，非城防军莫属。你们是灯塔的最后一道防线，你需要的武器和弹药我都批准，清点后尽快投入使用。是，城防军誓死捍卫灯塔。靖南总指挥，克洛托的问题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另外，摩根的状态好些了，去看看他吧。至于加里博士你的诉求，我也批准。什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查尔斯，不能这样！等等，兽群在不断接近灯塔，我的身体也撑不了多久。如果是摩根或者初代城主，他们会怎么做？无论是灯塔元年的战争，还是颁布3大法则的那场腥风血雨，作为城主考虑的从来都是灯塔的存续。灯塔需要力量，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为什么你以前从没带我们来过？之前不告诉你们，是因为屏蔽塔核心的真相会颠覆你们的认知。哎呀，老板，跟你恁多年，啥大风大浪没见过？那是大腿骨。地球的重力环境是不允许生物长到这么大体型的，除非是市极兽。屏蔽区里怎么可能会有市极兽？别瞎猜，跟我来就知道了。哦，他竟然在呼吸。你们眼前这个大家伙所散发的生物磁场，就是每一个龙骨村屏蔽塔信号的源头。市极兽感受到它的磁场，会判定该区域没有人类，也就不会靠近。真没想到，屏蔽塔竟然是基于生态建造的。既然其他的市极兽都不敢靠近，那证明它的生态位应该很高。根据过去的采样，已知的玛纳5种基因信息均被囊括于它的 DNA 之中。据此，当年我们称它为玛纳出体。它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吗？它在海沟里休眠了好几亿年，灾难前才被我父亲的研究所挖掘出来。它的骨骼密度已经不能支撑庞大的躯体了，目前的身体机能仅只能维持最低生命体征。你们口中的那家伙，就是从他的左脑里孕育出来的。其他市极兽是从玛纳之花里诞生的，它们没有生殖功能，但这个出体竟然拥有孕育能力，难道是分裂生殖？无论怎样，当年那家伙最终被生态同化，应该是源于它与生态之间的血脉联系。我始终怀疑玛纳出体和灾难的爆发息息相关。为了找到对抗生态的线索，我带着卢生去父亲的研究所求助，结果发现其体内不仅存在玛纳生态基因，同时还拥有免疫兼容性体质。也就是说，经过基因改造，卢生的器官可以移植给任何人类。后来造恁多克隆体，不能是为了贩卖器官吧？没错，他们复制了卢生人类部分的基因，植入普通人体胚胎，之后批量克隆，将器官高价卖给灾难中有需求的人。后来我救出卢生，逃离研究所，一路流浪。至于之后的事，还有他和马克的关系，你们都知道了。而马克成为生态嵌合体后，终于让我们又有了一次主动攻心的机会。唉，真是造化弄人呐！人类的贪婪推着卢生走向了被生态同化的宿命，我们过去的家园也因他而毁。可偏偏最后的机会就寄托在卢生的一个克隆体上。呀，这是搁哪儿掰了几颗老蒜呢？白月天，没大没小。哎呀呀！这么久没他的消息，原来一直待在这儿。那个叫马克的一出事儿，赖大师就安排月葵去错接峡谷把他带回来，还让我到这儿监控出体。有头有脸的时候还挺帅的。哦，你挺会找乐子的嘛，就是审美太单一。哎呀，这么多动作片儿，你看得完吗？我不仅能看，还可以用传感器模拟真实体验哟。不用看了，你穿不了。为什么不把你的脸放到你的脸上？因为想胖。这次叫你们来呢，是为了宣布我的一个重大发现。现在我们不能继续把马克留在龙骨村，必须立刻把他武器化。当初要激发马克潜能的是你，现在要干掉他的也是你，你是弄啥了？弄啥了？俺来告诉你。啊，在那边。嘿，那这恐龙的鼻子里塞着好久没来人，我习惯和这个列表置顶了。你们看，马克潜能激发失败，屏蔽塔遭遇授权，还有震骨仪式的时间，都和马纳出体脑部异常的时间吻合，而且他异常的幅度还在逐渐递增，这说明他很可能已经和马克产生了精神链接。喂，你们有在听我说话吗？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啊？那你们还这么淡定？干嘛？再这样放着不管，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逐渐复苏。就算他无法行动，也可以改变生物磁场的信号，召唤屏蔽塔外围的世纪兽来攻击我们。那么屏蔽塔的假象就会被识破。如果我们能在被识破之前就完成攻心计划，整片大陆的生态都会被清除，也就不再需要屏蔽系统了。可咱不能拿整个村就冒险呀！
我也不希望冒险，但我更不想孩子们永远生活在世纪兽的世界里。在马克被生态干扰以后，我就考虑过武器化的方案，但这次他创建了心流控制室，现在有望进攻星巡，他没有辜负我们。我还是听老板。现在没人知道他们的精神链接已经到什么程度了。随着出体逐渐复苏，马克只会像卢生当初那样越来越失控。多尔始终都坚信马克会站在人类一边，他愿意为了马克牺牲自己，我相信他的选择。不对，为了对抗生态，我们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但凡有一丝差错，龙骨村就会重蹈覆辙。你们这帮小崽子都疯了吗？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苟活在方寸之地，难道你想永远这么窝囊下去吗？马克是那家伙的克隆体，你敢保证他不会又背叛我们吗？如果马克与生态的羁绊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那我就赌他站在人类一边，这也是我们目前唯一的进攻机会。但是，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我会亲手。你要真能说到做到，卢生的脑袋现在真想把你吞口！行吧，把脑电频谱分析仪带上，至少能监控他和出体的连接程度。哼，谁让我是他哥呢？啊！赶紧的还给我！知道了。好的，雨熙，我知道了。你先别慌，整合好下坠前后所有的脑电监控数据。连脑的事，等我回来再说。金南总指挥，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如果需要其他帮助，律教所会倾尽全力帮你。为什么要帮我？城主大人对于灵元者的力量似乎格外向往。如果启动后，他执意亲自进去，我真心希望连脑计划提前成功，彻底拯救灯塔，避免城主遭受无妄之灾。放心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即使你这次挽救了灯塔，城主的位子也轮不到你。等我解开克洛托的秘密，也许那个时候也能找到治疗猩红症的办法。静南，来，正好生死攸关，快帮我看看。也许退一步是更理想的决策。不，没错，我可不会这么束手就擒的。我说格雷老师，下棋找场外援助可不像城主风范呐。妹妹啊，咱们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你们父女不能总是欺负我呀。好了，这是最后一次。我跟城主这是怎么了？马克坠下灯塔之后，老城主就这样了。为了唤醒他的记忆，查尔斯将他安置在这儿。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你们的母亲梅薇亲手布置的。你们别打岔，死僵！哎呀，大意了，有什么好得意的？你只是运气好罢了。再来一盘。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吗？家里说灾难前，旧世界的文献中曾记载过名为天使的基因特效药，能让大脑细胞再生，是阿尔茨海默的最佳解药。但灾难后就不知所踪了。
老城主察觉到自己有异样，就为你准备好了这个。里面是他和初代城主对克洛托研究的所有资料。早年，初代城主格雷将巨脑带上来之后，为了便于研究，将中控服务器连接到了巨脑上，组建了克洛托系统。后来某次航行中，塔尔塔洛斯不幸遭遇强刺抱团，绝境中，克洛托竟入侵中控，拯救了大家。从此二者无法分开。入侵了中控系统，假如有过连接的先例，那应该也能与人脑连接。绝对不行！每位，别听福林这个疯子胡说。巨脑来自于一个存活了数亿年的神秘生物，它与生态灾难的爆发息息相关，极其危险。福林，你再怂恿我妻子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就给我滚去资料室！好的，都听你的。哼。福林是谁？他是克洛托曾经的管理员。据说，旧世界最强的超级 AI 为了寻求救世的方法与巨脑相连，却被吞噬。多年后，福林受令于初代城主，多次尝试把超级 AI 从巨脑中剥离出来，但无论如何都检测不到他的意识信号。可是自从婴儿马克被带回灯塔之后，巨脑操控灯塔的频次剧增。初代城主正要一探究竟，克洛托却不知为何陷入了休眠。马克和克洛托竟有如此深厚的联系。嵌合体马克摄取染冰生命源之时，深眠多年的克洛托也出现了记醒迹象。马克和克洛托之间的神秘关联，是摩根城主一生都想破解的谜团，但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唉，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窥探巨脑的秘密。我现在必须揭开他的秘密。查尔斯为了保护灯塔，已经全面开启了临渊者的人体试验。我只有尽快解决玄庭问题，才能阻止他继续杀人。我对人体试验一向深恶痛绝，家里的疯狂曾让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为了灯塔的存续，这些牺牲恐怕在所难免。即使是摩根城主，也会做一样的选择。我是航控总指挥，因为灯塔悬停而牺牲的每一条性命，我都难辞其咎。去找福林吧，那个老家伙待在资料室很多年了，可不太好对付。等我解决了眼下的困境，再来看你。美薇，今天是你的生日。查尔斯和景南连了好久的四手联弹，他们一直想要给你个惊喜。我不会让你和灯塔有事的。省着点儿，还没找到马克那个怪物呢，掐点就被你干掉了一半。小策难信心。要是到时候人都死光了，剩下这车压缩饼干给谁吃？为司机省吗？
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不相信一个为孩子挡子弹的人会伤害队长。是啊，他还把绿教所给我们带的警环拆掉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话没有漏洞。也不知道坤姐能不能挺过来。队长的探头已取出，伤口已处理，不影响活动。队长，谢谢您救了我。以后不许违抗我的命令。如果下次再遇到危险，我还是会选择保护你。除了9033他们，你是对我最好的人。你不冲动，我也不会吃酱子儿。等你有本事了，再说要保护别人的事儿。这是什么？你们几个吵着什么呢？我去，绿色的草地，哇，好美啊！据说在旧世界，整片大陆都是绿色的。这里为什么没有被生态污染？全员警戒！有炸弹！喂，别往前走了，途经生态核心区的车辆携带马纳包，不能直接进入驯化后的青草原。你们前进方向的所有物资设备属于私人专有。地面真的有幸存者，马克队长的报告果然是真的。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还能净化土壤？飞雪是否有条件射击？已瞄准高危险目标，随时可以射击。你拿枪瞄我也没用，这个距离我看到枪火有足够的时间躲过去。想要通行，必须上缴全部武器装备，走净化流程。如不愿配合也不离开，将被视为入侵行为。那边的人听着，我们是来自灯塔的猎荒者小队，我是指挥官随影，我们在寻找我们曾经的指挥官马克。灯塔已经多年没有发现过地面幸存者，但我们依旧可以根据条款来接收。行了，要我上大锅盖子去？给你们那什么大厅先体操姿势大全吗？还是让我去啃虫饼当苦力？等我干不动了，再扔下来为世界上，不让人自己的爹妈，还不准去跑。我那可爱的克洛娃该怎么办？咪鬼發頭啦，講咁多托咩？喂，馬克現在我們招了，別打他主意，不想死滾遠點。姐姐，距離馬克還有多遠？变化马克就在前方的天空雾中，继续行进即可到达。撤退！都快点，别磨蹭！这些都往那边放。这次可真够悬的，眼看着从几千米往下掉，差点就没命了。哎，我听说灯塔的降落伞包都锁在物资整备室了，咱们夜里去看看。别做梦了，到时候绿教师的戒指抽死你！别偷懒，快干活！是谁？扣追！站住！该死的，又是陈明偷东西！站住！别跑！
卢克斯。怎么搞的？没事吧？来，他留下来的食物已经没了，这是我从上面去偷拿的。没事，装逼也行。小心脚下啊！哎呀，你们就别卖关子了。4068到了吗？着什么急啊？就是这儿了。先去看看。神经兮兮。这什么地方？你哪里弄到这么齐全的工具啊？蓄电池还是满的。全新的车床，连弹头都可以遮。臣民4277啊！因为你的长期贡献，灯塔特别奖励给你一间维修室。装模作样。你这家伙！以后捣鼓东西的时候动静可得小一点，万一被发现，4068麻烦可大了。4068，这里的东西都是他在地面拼死拼活给你捡回来的，还有一些是从闲置的上民维修室里顺过来的。搞得这么危险，还不如多来城门区看看我们。不要啊，那还给我呀！哎，想得美！来，还有好东西。哇，还愣着干嘛？今天面包牛奶可不是重点。天哪，这是新鲜的水果吧？真好看。尝尝。哎呀，舔什么舔？大口咬下去。今天呢，水果也不是重点。这什么味道？这叫葡萄酒，试一下。好甜啊！真好喝。
过了今天，日后这虫饼可怎么进得了口啊？这个呀，还不是重点。你们知道城主平时吃的是什么吗？哇，上民的食物就够我们俩回味好几天了，现在直接上城主待遇了，预制吧太高了吧？哎，要的就是这种一飞冲天的感觉。来，别眨眼啊，这才是重头戏。真香啊！哎，别急啊。这个味道，难道这就是上民的感觉吗？也太好吃了吧！这简直就不该是人类的食物。据说旧世界的人们很喜欢吃这个，这是灯塔特供给城主的，他每个月都会分我一袋。我的天哪，我知道了！怎么了？4068，你不会是下一任城主吧？为下任城主干杯！干杯！以后有我一口，就有你们一份儿。大家虽然是臣民，但也能享受上民待遇了。哎，我说城主大人呢？你还真敢答应？城主啊，你偏心啊？啊？我怎么了？你送他礼物，我呢？什么时候送我礼物啊？给你个好差事吧。啊？输气室怎么样？不用下地，又安全，奉献点还高。多谢城主大人。去。哎，什么时候给我们也弄个上民当当？哎，是啊，如果我们都是上民，也就不用每次这么辛苦的偷偷带东西过来了。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当上上民的？大家都说你很早之前就在帮查尔斯做事了，是真的吗？哎呀，4068，你就告诉我们吧，你除了救个城主，还为他们做过什么呀？没准我们也能做，说不定我们做的还比你好呢。对不起，我没得想。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你就别藏着掖着了。4068，要不然我们一起。够了！你管我是怎么成为上民的？我可以的，你以为你也可以吗？4068，以后别再叫我4068了。上民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别求这种当啊！你以为当上民有那么容易吗？你根本不知道我付出了什么。这里还缺什么？我给你们带。至于我的事情，以后少打听。你以为你当上指挥官，给我送了间破房子，施舍了一些残羹剩饭就了不起，我们就会感激你了？你不过是自我感动，你有今天只不过是靠着运气罢了。你装的再像，骨子里还是流着臣民的血。4068，随营队长，我们也不是一定要。不许走了，这些东西我吃腻了，你慢慢吃吧。
你知道我是认真的。你也知道我其实不喜欢男人，昨天是个意外。敢不敢再让我亲一下？你要是真没感觉，那咱俩这事就算了。行，来呗。有情况。为了马克，他们还真敢来硬的。大锅盖子就喜欢抢东西，老板当年救了他们老大，他们却下黑手抢了老板的战甲。他们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只能武力教教他们地面的规矩，一战之战。没错，不光马克不能给他们，村子的研究成果全都在这里，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大家听我说，这一仗很难，但只要拿下堡垒，不仅能带回马克，说不定还能知道他们躲避世界车的办法。我们现在补给见底，也没收到返回灯塔的坐标点。如果拿不下堡垒，不仅任务会失败，我们也没法活着回去。队长放心，队长之前救过我，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按照既定战术行动。是。保持队形，吸引火力，加速前进。是。朝着飞船的喷射口全速前进。切，不知道深浅就敢往里闯。检测到微波攻击，启动防护屏障。是旧世界的微波炸弹。经理，跟我来。车队停了，我们得快点。中立体掩护，全体转移到绅士后面。目標群而家轉移緊，距離1200米，風速2。炮台調整角度，覆蓋更3、新2區域。發射！炮车定位对面的炮台，发射火箭弹。收到。哇，唔係啊嘛，放飛彈啊！喂，得唔得㗎？哇，玩晒啦你！炮车向东延伸150米，行动！反雷达系统时间有限，得抓紧。收到了。出发。他们
们就要靠近喷射口了。那他妈是什么设备？放他们进来，关门打狗。终于醒了，你体内的偏性总算是暂时纠正了，就在这儿待几天吧。相位仪可以协调你的生命元质。他还在我身体里面，你到底知不知道？把你从错阶峡谷带回来的那天，我和天来就通过设备发现了他。为什么要瞒着我？生命元质在噬极兽体内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消散，这也是他们要定期交租的原因。你见到的他，跟以前相比是否有些变化？在元质已经逸散的情况下，就算取出来，也没法注入铸魂设备。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面对爱人消亡，却又无能为力的事实。既然你们能提取、储存元质，那能不能在染病消散之前，用你们的生命迭代系统复活它？很久以前，我和白老板冒险尝试过一次。我带你去吧。老婆，之前跟你提过，在咱们家混吃混喝的大块头来看。
咱们夏花呀，还有2个礼拜就要生了。哎，就是夏豆这孩子，前天又是打游戏打通宵。要是你说说他，那丫头肯定听你的。这是……他是世界上最信赖我的人，坚信我能治好每一个原质受损的病人。那时我已研究生命逆转多年，但始终没有成果。每每想要放弃时，是他鼓励我坚持下去，还打趣地说，也许自己变成肉土才能激励我成功。谁曾想到一语成谶。好了，老婆，我知道你很难过。没事。10几年前，他为了保全队友和天来，自己引开了兽群。等我们找到他时，只剩下了一尊肉土。没事。我们用镇蛊设备把他从玛纳之花里取了回来，花了很大代价，用旧世界的3D 打印技术重塑了他的碳基躯壳，尝试将生命原质逆向输送。结果，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怎么会这样？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每次来看他，我有多愧疚。是我的执着，让他连最后的安息都得不到。我现在就可以重启当年的誓言，可一旦失败，你确定这是你们想要的活法吗？当初如果他不是为了救我，现在一定还好好的。孩子，放过自己吧，别让他因为你急于赎罪的执念而落得这样的下场。可是我脑海里有个声音，说符合他还有别的办法。他还跟你说了什么？你知道他是谁？你还有什么瞒着我？也许是因为植入了脊骨，你能听到那些声音，那是生态的产物，不要受他的蛊惑。老板，出事了！灯塔的人来抓马克，打到生态基地了，他们请求支援。老夏，你再给马克做一次全面检查，我去生态基地。他肯定不愿你被愧疚永远禁锢，只有放下，才能好好的活着。灯塔的人我熟悉，我和你一起去。嗯。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一直都为灯塔尽心尽力的工作，你们要干什么？4926，不要紧张，你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这对于城主和整个灯塔来说非常重要。加里博士，上次3把我儿进去，就再也没出来过。加里博士，我求求你了，放了我吧！我不想待在这里，求求你，救救我！4926，我需要你做的仅仅是进入这台生物铠甲内部，然后尝试控制它，最后把所有内部情况告诉我。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这是什么？放开我！我不想进去了！那是什么玩意儿？当领源者受到微波脉冲刺激时，外壳便会展开，犹如扭成外翻稳步的捕猎机制。它仿佛对人体有趋向性，能够促进人体与机甲的相互生物转化。
这是什么？放开我！查理博士，还帮你打扫过房间呢，你还记得吗？查理博士，查理博士，查理。实验体与林原者的结合同步率在升高，目前没有排异，链接稳定。洛特，进行功能区域的测试。是。4926。能听见吗？活动右手的手指。攻击面前的目标。那可是用来测试穿甲弹的钢板，竟然一拳就……怪不得当年老城主和摩根要不计代价把他从白发女人手里抢过来。是啊，维克多那条胳膊也算没有白丢。健康活体竟然真的管用，看样子加利博士的研究就应该突破伦理壁垒才是嘛。光影之处必有。加利博士，展示武器。继续。4926，转过来。启动武器系统，攻击我身边的目标。4926，执行命令。4926，听到没有？执行命令，快！等等，4926，我让你。住手！4926，能听见我说话吗？4926，不好！所有人立即撤离，呼叫城防军中立体，立刻支援生态研究所。普通武器对他根本没用，听我！你的技能终于复苏了，那么多牺牲总算没有白费，一切都是值得的。立刻采样检测。是。线粒体碎片化严重，实验体的表观遗传时钟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往后波动了许多，几十年的生命过程仿佛被吞噬了。健康活体会衰退，
猩红症患者暴毙，为什么那个白发女人可以毫发无损？如果真如马克所说，白发女人一直活到了现在，那么为林渊者提供动力的难道是时间？不对，时间是不存在的，它不是实体，也不存在于任何维度，只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模糊概念。时间的流逝也不产生能量。自然界中一切都不可阻挡地走向最大的熵，唯有生命体的能量补充是例外。摄入熵减的极致秩序，排除熵增的极致混沌。也许它根本就不是单纯的武器，而是个生命体。那些粘液或许在迫使人体大幅透支生产 ATP， 然后将能量储存到铠甲内部，过程中或许也对端粒造成了磨损，使机体组织衰退。但 ATP 能量的消耗是实时的，不可能大量存储啊。下次将适配剂中的环线苷酸浓度提高，减缓细胞老化，保障林渊者的能量吸收。还要继续实验？加里博士，你真是疯了！目前在我看来，他就是个不可控的杀人机器，而且每次驾驶都会牺牲一条性命，这么大的代价，却只换来短短几分钟的驾驶时间和混乱的无差别攻击。驾驶时间短是因为基因低劣，失控是因为那个臣民主观意识的抗拒。你的意思是，接下来要拿上民做实验？坦白来说，在座各位现在在我眼里才是最优的实验人选。如果心系灯塔，基因优良的各位自愿成为实验体，我相信刚才的事故绝不会再发生。你这个混！你刚刚不是让我突破伦理壁垒吗？怎么到你这儿来就突破不了了？灯塔悬停，寿山逼近，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拿我们几个开刀？我要是进入林渊者，第一个杀的就是你。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听话。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灯塔有难，只要能替城主大人解忧，让灯塔转危为安，无论做出什么牺牲，我都愿意。加利博士，随时恭候。别开玩笑了！你们这帮疯子！林渊者实验是否继续，还得城主大人定夺。加利博士，给你最高权限，实验继续。城主大人英明。现在寿山离塔底不足100米，阻击兽群上塔，为林渊者争取时间，就只能依靠你了，森格总司令。是。我以性命担保，绝不会让任何一只世纪兽登上防御平台。尤恩，统筹灯塔现有的所有武器装备、战斗人员，全部交由森格总司令任他调遣。是，遵命，城主大人。现在森格总司令兵权独握，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2队呼叫1队，收到请回答。1队收到。我们刚才射杀了他们的人。我知道，别多想，想活着找到马克没有别的办法。明白。我们已突进到指定点位，但这个堡垒比想象中复杂，完成搜索还需要时间。我们会尽快与你们会合。在那之前，大家务必小心。长发女人的箭矢能阻截火箭弹，还有人能徒手接触子弹。这帮人很像灯塔早年记录的异能者，有着各种奇怪的能力。那应该不是人类了吧？那个生态介质看上去像旧世界的等离子护盾，别自己吓自己。他们开护盾，说明也怕枪炮。
大家只用考虑怎么把子弹送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如果你们下不了手，死的就是你和身边的队友。我们没法带上剑剑来搜寻马克，先逐个房间排除危险，分头清扫。楼梯安全，跟紧我。重力体控制墙围街区，遥物炮满，1层预定，2、3层警惕。行动。飞雪！大半手！这台机甲已经废了，抓紧我！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量子隧穿，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各单位注意，他们有隧穿能力，可能会从任何地方突然出现。我只在旧世界的文献上看过这种技术，没想到他们真能做到，太离谱了。这么看来，射击兽是不是还稍微正常点？能在地面活下来，肯定没那么简单。小心！你叫我发子弹！
见鬼了，比实际烧的皮还厚！终于废掉了他们的坦克，肋骨几乎全断了，深呼吸。他们知道我们的位置，他们知道我们的位置。你在重力梯里怕什么？快关上头盔！搞定了！这下去没法打，只有这个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喂！你没事吧？真是离荒者的耻辱。对不起，如果没有丽塔前辈，我们今天都完蛋。丽塔，能活着回去，就申请退出猎荒者吧。这样在地面迟早会送命的。
几个能打的都伤得不轻，没法启动潜能了。这里是最后一道防线，万一失手了，你们知道该怎么办？这次回去，咱们要不把父母资格证考了？哦，太好了，有证了，你爸就不会再打我了吧？到底是什么地方？可能是他们研究生态的位置。马克应该就被关在这里。从这儿能清楚危险。抓紧我！他们有光学迷彩。准备手雷！小心！丽塔！坚持住！小心，又是他！我们来晚了。
马克在哪儿？不交代就打死你！我见过你，当时在尼尔瓦纳，马克就快死了，你是赶过去救他的人。你们知道马克脖子上那道口子是谁留下的？什么？在尼尔瓦纳的那个夜晚，马克的机甲被怪物死死攥在手里。一位灯塔臣民抓起一根骨刺，走向了他。马克以为自己得救了，他一直很看好眼前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虽然只是臣民，但只要他的努力和天赋能让大家看到，将来必然有大作为。后来，那人竟然当上了猎荒者指挥官，而且是以马克想不到的方式。别信他的鬼话，他怎么会知道猎荒者的事？赶紧把他们干掉！现在还不知道这帮人有多狡猾吗？后面有人，是他在操纵那个战士。麦斯，愣着干嘛？快干掉那个女人！把枪放下！让他们继续说。该显示谁才是自己人还分不清吗？动动脑子！要是队长心里有鬼，怎么会把你们几个带在身边？那人爬上马克身后，撬开他的头盔，用那根骨刺狠狠割开了马克的脖子。马克来不及挣扎，瞪着眼睛想说什么，却说不出话来。鲜血沿着机甲向外流淌，马克从怪物的手中滑落到地上。那位灯塔臣民慌张地从废石堆上摔了下去，身上的鲜血和泥泞交织在一块儿，想擦也擦不干净。他分不清肮脏的是血迹，还是自己的灵魂。你们想死就继续听他编故事。之后，那人就取代了马克的位置，变成威风凛凛的指挥官，逐渐忘记了自己肮脏卑鄙的模样。你们猜，这个人到底是谁？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之前我们竟然还那么相信你。我
是这样的，别信他们，马克的死与我无关，与我无关！再不救他，他就被打死了。先把后面那个女人弄出来。卡洛瓦，朽物，这是生态的产物。开门。老板，失控的人形武器除了你没人搞得定。该你了。别动，把枪给我。试试我教你的办法。哎，你们外面那些人和车子被我们搞定了，而且马克那么能打，你们带不走的。什么？你说他是马克？真的是马克队长！快走！哎，你站住！别跑！我们为了你监狱被囚禁，为了给你讨公道，脑袋差点被炸上天。你小子在地面想轻浮，平安了也不知道报信儿，你有没有把我们当自己人？我去！
哎呀，你身手退步了，全退不如从前了。送你绰绰有余，你不服回头单练。马克队长，你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你现在闭着眼睛都能打人，是谁教你的？就是他们教我的，也是他们救了我。啊！完了，这下乌龙了。这……马克队长，你真的在地面生活啦？要是冉冰在就好了。那些人没把你切片研究，居然还把你治好了。我们杀了他们的人，他们应该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我来想办法。马克队长，我们很艰难才走到这儿。你现在是重要的生态强合体，灯塔需要你，请跟我回去，完成你的使命。还愣着干嘛？身为臣民，就要时刻记得自己的身份。你还想背负？我没找你麻烦就不错了。我刚才帮了他们。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要这自己。你装的再像，骨子里还是流着臣民的血。给我站住！马克，别忘了是谁割断了你的喉咙！所以队长，你在说什么？先别浪费力气，他只不过是枚棋子。棋子？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你之前在灯塔上为什么不杀我？先扫了你的手吗？我也能驾驶重力体，为什么你穿重力体救人就是英雄？我保护了伍兹，却挨鞭子，我他妈哪一点比不过你？就因为我是臣民，你们一个个的都觉得我不配当指挥官。可别忘了，是谁给你们争取来3倍风险点？谁让你们现在还有命站在这儿？是我！你们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我真后悔当时没一枪崩了你。一枪崩了我，你又是什么好东西？说实话，那天晚上我真的应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把我关在药房，我当时根本没有机会靠近马克。马克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有你的功劳。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不杀你吗？因为我觉得你还有希望。
你应该记得我说过，你是块好材料。可是你从骨子里鄙视自己，你做的所有选择，都是因为你的自卑。我要是不杀你，4277就会没命。我不能让他死，我没法违抗查尔斯的命令。要怪就怪基因划分，怪我一出生就是臣民，怪你得罪了查尔斯。如果当初你选择把一切告诉我，那我们的结局也许都会不一样。染病或许也不会死。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没人看基因。如果你还想好好活，把眼泪擦干净，跟我走。也许我们到任何时候都有得选。See the light and dark. 4277，谁啊？我是4068。啊，是随影大人。我们这乌烟瘴气的鸽子笼可不是上民来的地方。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不敢。我们臣民哪有资格生上民的气？我要睡觉了。哎，别这样。随影大人早点回去休息吧。那个计时器好用吗？你先开门，我还有东西要送给你。门又没锁。啊？什么东西啊？我是来道歉的。那，这是上民的通讯器。以后在灯塔上，我们随时都可以说悄悄话了。哇，又是上民的东西啊！没那个必要。活该，反应这么慢，是怎么当上指挥官的？在下面迟早要把命给送了。只要你消气，让我送命，我愿意。乌鸦嘴！他，不是你先说的吗？真奇怪，你当上民之前，我们从没有吵过架，我也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伤心过。对不起，之前你说想当上民，我不该对你那么凶。其实该道歉的是我。我知道你当上了指挥官以后，一直都很努力，白天要训练，晚上还要学习，接到命令就要下地执行任务。我几个月都见不到你，可有些人还是在背地里说你坏话。所以我想，如果我是上民的话，就能一直陪在你身边。如果有人欺负你，就算我帮不上忙，至少可以替你骂回去。你是我心中最棒的指挥官，郭
些日子就要去生态核心区搜寻马克了，你要给我活着回来！四儿，谢谢，对不起，我。你们上面是不是有繁育手册？啊？我们别说了。找我。原来繁育任务是这样的感觉。哎，你说今晚我们会繁育成功吗？你小子胆子不小，还想让我繁育成功，被抓到了烧不死你。你不害怕吗？我怕，我怕任务失败，失去一切，更怕如果死在地面，就再也见不到你。我也送你一个礼物，这是旧世界的小玩具，我通关了。真羡慕旧世界的人，用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就能体验另一种人生，没有上命臣命，没有三大法则。你害怕的时候就打开它。如果我们真有了孩子，我一定不会让你们有事的。哎，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下闯祸怎么了？你这么聪明，怎么就被绑起来了？你们每次跟人干完仗，都要这么连人带尸的拉回去吗？对呀，死的炖了吃肉，活的当储备粮。哎，咱有些日子没开过荤了啊。这么激动干嘛？这小玩意儿给我剔牙都嫌不得劲儿。还有的短刀好使呢，一刀砍过熟悉。孬种，你他妈给我出来！躲着算什么本事？谁要在地面活着，心里发生是寻常事，死几个大子，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算足力的人，我内部人生存的时候，生活了我1个。你活不长了！解开！我他妈现在就弄死你！有事时候，行，我们冷宫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二筒，过来开车。他现在很需要这个。像他这样的人，不适合活在现在的世界，死在我手里总好过被市级兽吸魂。回村以后，我们会把所有牺牲者的生命原质都存起来。存起来？我们正在研究生命迭代系统。也许未来，你们还能再见到他。我们之间并不敌对。灯塔上有3大法则，村子里也有村子的规矩。我们可以教你们如何在地面生存，最终去留，你们自己选择。杀过他们的人，他为什么还愿意收容我们？生态的最终目的是吸收所有人的生命原质，但凡被多吸走1枚，我们的胜算就少1分。可是这么血战一场，值得吗？人类需要面对的敌人，从不该是彼此，而是玛纳生态。可人性经不起考验，在地面狭路相逢。人们内心往往最先涌现出的是恐惧，这时，进攻就成了生存本能。既然冲突在所难免，我们就只能用自己的本领，以战止战。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混沌苟活的人们团结成我们的力量。我哋條村好耐冇試過咁多亂口㗎啦，今次仲夾咗成兜人咁多。你看什么呀？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快治好伤员？怎么，想试一下？鉴于灯塔悬停，世纪兽群距离塔底仅45米的严峻形势，灯塔已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自本令发布之时起，灯塔防御平台以下各岗位全部停工，所有民众严禁擅自离开居所和安全区域，任何违反戒严规定者将依据灯塔安全条例严惩不贷。目前灯塔物资极度紧缺，将立即启动紧急物资调配计划，缩减上民的食物配额，保障基本生命维持所需。请民众理解并配合，减少非必要消耗，共同节约每一份资源。为应对危机，灯塔维修工程师、物资调配员等关键岗位立即增调人手。城防军实行2小时换防制，确保精力高度集中，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与应对。鉴于灯塔悬停，世纪兽群距离塔底仅45米的严峻形势，灯塔已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自本令发布之时起，
灯塔防御平台以下各岗位全部停工，所有民众严切擅自离开居所和安全区域。任何违反戒严规定者，将依据灯塔安全条例追究负担。三个总司令，目前灯塔物资极度紧缺，将立即启动紧急物资调配计划，缩减上面的食物配额。卢卡斯，基本生命维持。你有什么事吗？请民众理解与配合，减少非必要。我想调岗。共同节约。为应对危机，灯塔维修工程师物资调配调哪儿去？关键岗位立即增加人手。城防军、航空室、预子部，哪儿都行。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与应对。为什么调岗？我站岗的时候见到过那些射击手，他们堆叠的像灯塔一样高，我们连一只射击手都没打过，更何况是那么多。明明咱们现在这个距离是听不到射击手的声音的，但我脑子里无时无刻都在回荡着他们的嘶吼声，包括现在，一想到那些怪物锋利的牙齿撕开我的皮肉，我就浑身发抖。我现在这样没法战斗，我对不起大家。我知道，我不应该跟大家并肩作战，多一个逃兵，城防军就少一份力量。但我就是不敢。我知道，也许就算我离开前线，可能也多活不了几天，但哪怕能多活1分钟也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让我离开城防军。去医疗区装个义肢，回到岗位上去。奉献点我出。你们每个人腰间都有一把枪。如果你们愿意，现在也能了结自己的生命。但还有另一个选择，你们可以用这些子弹去抵抗噬鸡兽，也许我们还有一点活着的希望。弹药装备已经全部就位，我们也按随影传回的最新消息调整了战术。已经用含镍的防腐蚀材料加级制成防护网了，剩下的就靠我们了。司令，要是这回守住了，我们能不能天天吃牛排？再好的东西天天吃，不腻吗？司令，我不像他就想着吃，
要是这次战斗您不小心壮烈了，您的位置能让我给您续上吗？要是你挂在我前头呢？哎，你有啥想要的？希尔达，如果这一仗打赢了，我想看看你的身体。别光看呢，打完仗，晨曦大厅见。回头我一定亲手把你俩送上火星台。为了灯塔而战！为了灯塔而战！他很迷人吧？我以为航空总指挥知道什么东西该碰，什么东西不该碰。没想到你长大以后简直和梅薇一模一样。摩根能一直把你当作女儿看待，真是不容易呀。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想到镣铐拴得住您的腿，却拴不住您的嘴。弗林博士，我希望您能帮助我们突破人脑和克洛托神经信号不匹配的瓶颈。当初我可就是因为研究连脑才被关到这儿来的，10多年了。摩根那个老顽固终于想通了。弗林博士，现在的城主已经是查尔斯了，目前灯塔被迫悬停，情况紧急，我们必须立刻连通克洛托，才有一线生机。摩根那个老东西是失智了吗？竟然把灯塔交到你们姐弟俩手里。他不是向来最倚重马克那小子吗？如果您还想离开这里，就赶紧帮我解决问题。你这是求人的态度。我可以帮你，不过有3个条件。第一，摩根关了我10几年，让他到这儿来给我道歉。第二，让查尔斯下台。我要当城主。这第三，你去律教所申请。和我到晨曦大厅完成繁育任务。有什么好笑的？第一，老城主现在连你是谁都认不清，肯定没法来跟你道歉。第二，你要当城主，只要写一份申请，查尔斯审核通过，你就能立刻上任。第三，要去晨曦大厅，你已经严重超龄了。别笑了，我不会帮你的，你给我滚出去！弗林博士，我知道完成一场人脑与克洛托的直连是你毕生的夙愿。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只要你答应，我立刻还你自由。你有没有想过，谁来做手术者？没人会愿意的。那就我自己来。等等，解决信号不匹配的关键是利用脊骨，还需要在你脑中植入孢子病毒。一切都是不可逆的。
那更应该由我自己来。森格司令，世机兽已逼近最后阻拦区域。各单位稳住。继续开火，稳住！司令，稳住！他们要上来了！稳住！老长！死这帮畜生！别高兴太早，这也就是拖延一下时间而已。再来就接着电他们呀！灯塔电力暂时不足以再次启动电网，各火力装填弹药。是。奥兰德，带守护者跟我来，准备对付第二波。是。开火！即使我要撑不住了，上炸药！断开金属网！起步！他们可以消停一阵子了。怎么回事？金属网崩溃了！是双恶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得找到兽群的支撑点，然后破坏它。行，照你说的办。兽群堆叠成锥形山体，生物雷达显示，内部的双恶兽是主要支撑结构。我们先同步打击其肢体关节，削弱山体结构的稳定性，
最后炸断他的脊椎，就能瓦解山体的支撑。可是这些点位都在兽山深处。炮台还剩多少枚导弹？15枚。炮台组激光标定目标，连续同步打击目标点位。3号视野良好，激光照射正常，2号照射正常，1号照射正常，1号武器发射，4号武器发射，6号武器发射，2号武器发射。导弹接近中，引导信号良好，3秒、2秒、1秒，到0。首发破口打上了，2发破口进入，2发点摧毁，贝塔点摧毁，伽马点摧毁，德尔塔点摧毁，只剩最后的脊椎点位了。2号炮塔立刻开火，2号发射，最后1枚发射，最后1枚发射。是哑炮，该死！混蛋，就差最后一下。有一台重力体正在脱离站位。是奥兰德。奥兰德，你想干什么？司令，我已经接近坐标了。如果不趁现在炸毁最后的点位，就会功亏一篑。你个混蛋！你忘记你之前说过什么了吗？对不起，希尔达，我要失约了。但我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是奥兰德。为灯塔而打！奥兰德！怎么会这样？爆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并不知道兽山内部还有什么。各单位重新布防。报告司令，剩下的弹药可能顶不了下一波了。虽然兽群再生需要时间，可一旦他们恢复过来，就会继续堆叠。想要摧毁兽山，就只有启动电磁炮了。城主大人，城防局已经暂时将兽山部分解体，请允许发射中央电磁炮，那样就可以彻底瓦解兽山。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为什么？不能再等了！兽群正在再生，一旦反扑，灯塔会彻底失守。司令大人，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守住防线，而不是索要更多。能给的资源，城主已经给你了。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才拉开灯塔与兽山的距离？现在伤亡过半，弹药即将耗尽，我们电磁炮会大量消耗能源，会影响未来支联克洛托。一旦手术成功，灯塔就能恢复航行。我不能把希望只压在你身上。什么？城主大人，我……最下方的监控没有画面，飞行兵去检查一下。是。大家注意，旁边还有！他们上来了！他们上来了！快不分！出去！城防军列队，屠城防线。是。我们子弹了！他们出的太多了！
司令，放弃末端钻井立柱，撤退到上环吧。退到上环，这里就会失守。我们已经失守了。城防军誓死捍卫灯塔，我以性命担保，绝不会让任何一只噬脊兽登上防御平台。城防军听令，全体撤退到上环，快撤退！快撤！撤退！快撤！司令，快走吧！一队、二队，快撤退！快！下打！你疯了吗？只有总司令有权下令撤退，越权者当场处决。放弃防御平台，解体末端钻井立柱，退守上环。什么？三哥，撤退的命令下得如此草率吗？你这个疯子，混蛋！你还想干什么？森哥，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在干什么？想活命的士兵有什么错？就算是撤退，也得是你下命令。他刚才那样越权是扰乱军心。司令，城主不打算帮我们吗？那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森哥，现在我们只有夺取灯塔控制权，发射电磁炮，才能在下一次兽群来袭前保住性命。你们是继续为那个城主卖命，还是想活下去？自己决定。今天早上雾茫茫，龙骨村口排了一行行，男男女女泪汪汪，打了败仗满身伤，皮囊被俘心发慌，不知何处是家乡。正义班长指方向，援至今后放光芒，众人携手力量强，战胜生态有希望，有希望。这群小孩真欠打，说话小心点。这么大，是世纪兽的骨头吗？为什么要住在这儿？
骨头上会生成髓精，是村子附近那些屏蔽情感设备的重要原料。屏蔽情感？为什么要屏蔽情感？你不知道的还很多，回头再慢慢告诉你们。已找到对外马克，检测到基因序列出现严重异常，建议立即就医，进行全面检查与潜在风险评估。你监测报告也太迟了。新来的，都跟我去登记。队长，借一步说话。检测到变化马克生命biến灰，需立即进行医疗救助。快跟上！小心点，把这个还有健健送到我那里去，准备回收他们的生命原质。老板，西北侧高岩要塞的人传讯，西边有大规模兽群聚集，原因不明。叮嘱所有人，未经许可千万不要出村。地表发现了市级兽，这些年来他们的分布密度持续增强，猎荒者频频遇袭，死了不少人，带回的物资也越来越少。现有的资源已经养不活灯塔上万民众。是爸爸，我们必须调整资源的分配规则。妈妈也在。未来将根据先天基因优劣划分灯塔的民众等级。基因的优劣将会决定不同的生活待遇，有价值的人才配得到珍贵的资源，优秀的基因才能拥有繁衍的资格，并且灯塔今后将会取消家庭关系，安排基因匹配度较高的男女繁育后代。城主大人，我不太理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城主说，以后基因低劣的只配吃虫子，基因优质的跟谁睡都行。反正他也不准备要自己老婆了。福林博士，我们这是在讨论灯塔的生存问题，不想与会的话，就请你出去。我只是闻到了人种优化理论的腥味儿。基因确实可以决定人的遗传特征和生理性状，但并不能左右命运。你把灯塔当成了什么？孟德尔的豌豆？
作为民生部的负责人，我想知道，取消家庭关系，孩子和老人怎么安置？基因优质的新生儿将进入吉育同教系统，按照年纪分级，由灯塔统一养育和培训。凡70岁以上的老人们都拥有足够的智慧，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追寻初代城主的脚步，到地面探寻更远的地方。以上所说的基因优化、吉育同教、勇者远行，是我们未来准备执行的3大法则。不就是想少几张吃饭的嘴吗？什么探寻真理？没了家庭，剥离骨肉，摒弃情感，把所有人都变成基因池里的数据，确实是末日生存的最佳决策。可这样活着，我们还算是人吗？你3言2语就否定了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灯塔上谁会同意？嬷嬷，老师，我也认为这样的变革并不利于生存。如今活着已经够辛苦了，而这些条条框框会彻底抹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让民众连最后一丝温情都感受不到，只怕会失控。你的担忧没错，安抚民心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一个精神寄托。我计划将德雷克的司法部门改为光影会，未来我们的是非对错将由光影之主决定。城主的选择是正确的。律法适合存在于和平年代，现今灯塔对司法体系的沿用，只是眷念曾经的辉煌，想以此证明我们还有文明。但实际上，身处末日需要更好的机制来维持生存。德雷克曾用生命捍卫司法体系，他到底怎么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向城主摇尾巴了？啊？我实在无法接受用这样荒诞的法则将我和家人分开。摩根城主，您很清楚灵渊者当年的战斗力，只要您批准人体实验，我一定再次启动它，那就能降低猎荒者的伤亡，也能解决当下的困境。你觉得家人不能被拆散，却拿其他人当你的小白鼠？灯塔人可以为了职责而牺牲，但不能把性命扔在实验室。总司令，不如调配更多城防军，由我率领支持猎荒者下地采集任务。以前，地面的敌人只是武装聚落和油漆悍匪，情况尚且可控，但现在实际兽越来越多，猎荒者的阵亡率已在60%以上。目前我们的繁育率远远跟不上战损补给，如果再不管控，不久后即便算上所有城防军，适龄的战士也将所剩无几。你们之前不也是靠着克洛托给出的坐标才能带回物资吗？没错，问题不在制度层面，唤醒克洛托才是关键。是的，到时候猎荒者的存在就不是那么必须了。就像过去，铝比黄金珍贵，皇冠都用铝打造。自从电解铝技术问世，铝都能拿去做易拉罐了。只不过如今唤醒克洛托可能要用人脑与它连接，灾难前用纳米机器人从颈部静脉到达脑皮层附近，就能轻松完成精密的脑部手术。但现在技术断层，只能开颅了。我可没把握受术者能活下来。我愿做开颅的志愿者。无论是克洛特还是临渊者，都得牺牲人命去做实验，你们能保证100%成功吗？谁再提这些，就去资料室待着。一体化计算机推演了未来半年的物资消耗。按照当前制度，即便最节省的分配模式，我们也会在4个月内灭临饥荒。执行3大法则，是确保灯塔存续的唯一出路。如果有办法应对世纪兽，降低猎荒者采集时的阵亡率，
老师，是否能再慎重考虑一下颁布3大法则的决定？几周前借调给猎荒者的城防军里，有1名士兵在与地面武装交火时头部中枪，命是保住了，但前额叶受损。后来世纪兽来袭，唯独没有攻击他，就像看不见一样。我们是否应该再研究一下？红鹿总司令，这是个小概率的事件。您是城主大人最骄傲的学生，现在更应该思考的是，当我们迫不得已必须实行3大法则时，该如何维持灯塔的秩序？老师，如果民众根本没法接受3大法则，你会怎么做？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做出改变。3大法则先强制实行，如有异议，再行商榷。今天到此为止。森格副官，我们出去聊一下。明天你生日，查尔斯和静南练习了好久的4手联弹，想给你一个惊喜。这违背了您制定的3大法则，城主大人。你父亲将灯塔托付给我，无论如何我都……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用算法匹配，情感更不会被冰冷的法则斩断。至少在基因检测前，我们一家还能最后再团聚一次。还装什么？到时候要我跟哪个男人反育，什么时候带走我的孩子，请你亲自通知我。按计划行动。灯塔的民众们，面对未来，我们必须做出改变。3大法则即将实行。民众需前往指定地点进行基因检测，灯塔将依据检测结果发放胸牌。胸牌是身份等级的标识，关系到每个人在物资领取、住所分配、职务调整等方面的权益，务必妥善保管。别放我求求你放手！德雷克，法则施行期间，想必你也收到了不少民众的意见。光影会还没正式成立，作为司法系统的负责人，你有责任向城主转达这些反对的声音。可你却无动于衷。以前我认识的你不是这样的。你倒还是老样子，正直赤诚，心系民众。少来这套！最近灯塔发生的暴力冲突，比过去3年加在一起还要多。我想找老师谈谈，但他却不肯见我。如何保障法则的实施，城主自有他的考量。那天在会上，灯塔的风向已经变了，你必须警觉起来。什么意思？那天会议上，城主和埃隆一直很淡定，无论任何方案都动摇不了他们。直到你提及那名士兵，他们的神色突然有了变化。前额叶是大脑中控制情感的关键区域，一旦受损，就会失去情感认知。你肯定在猜想，这就是士兵没受到攻击的原因。你也认为世纪兽也许是通过情感来追踪人类，而这一点老师和埃隆他们可能早就知情。这可能也是城主颁布3大法则的原因。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大多数体系都会有反对者，
更何况对于一个封闭的系统来说，但凡有一个背叛者，结果都将是万劫不复。确实，一旦有人在灯塔着陆地面时刻意制造混乱，用强烈的情绪波动引来噬极兽，灯塔就会覆灭。所以老师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真相。人类行动的第一大推动力是恐惧，正如旧世界一位哲学家所说，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情感的奴隶，并且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城主颁布3大法则是源于恐惧，也是为了灯塔的安全。其实摒弃情感对我来说也很艰难，但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接受城主的安排，因为我不想你有事。红龙总司令，猎荒者正在缉捕所有反对3大法则的高层，我们要不要介入？德雷克，你赶紧回去，我会派城防军保护你和家人，今晚千万不要出门。我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你不要插手这件事。城主是我的老师，在绝境中用3大法则维持存续，我虽能理解他们，但如果用暴力肃清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我实在不能接受。因为那些反抗者中也有和我出生入死的战友。进入1级城防状态，让4个山区的城防军队长带人到武器库集合。是。今天怎么是爸爸讲故事？妈妈呢？明天你要出任光影会会手，听完故事就乖乖休息，好吗？爸爸，可以给我讲一个新故事吗？好。曾经，大海是蔚蓝而神秘的乐园，海底的生活快乐无比。有一天，国王的船队从海上开过，小美人鱼爱上了人类的王子，她想要上岸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于是她潜入海底，找到禁地的女巫。女巫审视着小美人鱼，冷笑着说道：“愚蠢的孩子，想要得到人类的双腿，必须要拿出你最宝贵的东西来交换。”小美人鱼坚定地说：“如果不能和爱人在一起，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将自己美妙的歌喉献给了女巫。女巫递给她锋利的匕首，轻声说：“改变是痛苦的，孩子，你要挺住。只有拥有双腿，你才能在岸上活下来。”小美人鱼拿起匕首，刺向自己的鱼尾。红龙总司令，快走！摩根说：“只要你没来这儿，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作为城防司令，保护民众本就是我的职责，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老师为敌。现在投降，还有转换的余地。已经阻止不了这一切了。现在就放了所有被关押的人，停止杀戮，所有责任我来承担。不想红扣和马克出事，就把枪放下。你就算什么都不做，我也必死无疑。你今天的背叛，只会让城主永远不再信任你。我们都只能选择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我会替你照顾好红口和马克。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他们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运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也许他们的使命
就是打破这个冰冷的法则。司令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关于噬极兽的真相，无论如何都要公之于众。这也是你必须死的原因。伴随着刀刃切割骨骼和肌肉的声音，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意识。小美人鱼从海边醒来，艰难地站起来。水下的伙伴喊着：“加油，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小美人鱼痛得几乎要昏过去，但她知道，只有承受痛苦，才能迎来蜕变。德雷克法官，既然您答应把司法部门整改为光影会，为什么还要私自留存所有人的亲缘档案？灯塔的困境只是暂时的，等生存危机解除，人们总归是想要和自己的亲人再次团聚的。城主不会容忍这样的隐患，交出档案。我可以有很多办法保全当下的自己，但我想保全更多人的未来。美丽的夕阳洒下，小美人鱼向城堡走去，向自己的爱人走去。不知不觉中，她的剪开的鱼尾变成了美丽的双腿。爸爸，那小美人鱼如果不剪开尾巴，还能和王子生活在一起吗？有时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哪怕舍弃你最宝贵的东西。昨天夜间，灯塔遭遇未知怪物袭击，猎荒者城防军殊死抵抗。灯塔会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保卫家园不幸牺牲的勇士。他们分别是城防军总司令洪路、律政所长官德雷克、通讯链路工程师保罗、军械物资管理阿什、航空指挥部官维克、飞善军队如其光阴，光晕众生，众生随意，光地无魂，影蔽无体，一道至狱，乐而不淫，宁残体肤，不弃光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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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众生随应。光敌无魂，影蔽无体。以道治愈，乐而不淫。宁残体肤，不弃光影。森哥，要干什么？程度正在那。森格总司令不在防御平台抵御市级兽，怎么到这儿来了？擅离职守，是想被处以重罚吗？我想看看比市级兽更想要我们命的人，光影之主会给他什么下场？森格，既然选择战斗，就难免有牺牲。你和城主有各自的使命。眼下灯塔情况危急，别忘了你的职责。我们和市级兽奋战的炮火声，大家都听到了吧？城防军是灯塔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死伤惨重，终于换来一个炸毁兽山的机会，可他却拒绝发射电磁炮。现在呢？连脑手术还没开始，林渊者也无法启动。真正直面市级兽守卫灯塔的，只有我们城防军。希尔达、奥兰德，还有前线的兄弟们，不能白白丧命。从现在开始，灯塔的每一个指令，将由我直接下达。森格，现在马上缴械投降，我留你个全尸。现在带着你的人返回前线，也许还有补救的余地。你我一起为灯塔辛劳多年，只要你不多事，我不为难你。放肆，把他们拿下！住手！每一名牺牲在防御平台的城防军都是灯塔的英雄，而你根本没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这么多年来，我不知替你做了多少脏活，可你登上今天的位置后，却根本没想给我留条活路。即便我发射了电磁炮，只要灯塔依旧无法航行，兽山还是会再次堆叠。你很清楚这一点。无论你替我做了什么，你换来的位置是灯塔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守住灯塔。我要你坚守，可我没说不能放弃立柱梯次防御。退守的命令只有总司令才能下达，只是你夸下海口，却恐惧承担责任，犹豫不决。希尔达越权下令才被处决。自古以来，临阵逃脱的士兵本就该格杀勿论，监战官没错，而你却为了一己私情，以我不发射电磁炮为由，煽动士兵哗变。无能失职，害死战友，现在还临阵脱逃，你真是个废物！一己私情？哼！你作为城主，本该捍卫三大法则。来，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把谁一直偷偷留在灯塔上！森哥，你个混蛋！你不是想启动临渊者吗？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让你在临死前达成夙愿。你疯了吗？你这小谋逆施主！
老实点，跪下！城主大人，你神皇信武中绝对不能进去，他们就是想要你死！森哥，你临阵脱逃，华扁夺权，光影之主必然会降罪于你。 光影之主绝不会抛弃我们。改变是痛苦的，孩子，你要挺住。 只有拥有双腿，你才能在岸上活下来。小美人鱼拿起匕首刺向自己的鱼尾，伴随着刀刃切割骨骼和肌肉的声音，剧烈的疼痛使她失去意识。她从海边醒来，艰难地站起来，水下的伙伴喊着。 加油！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他痛得几乎要昏过去。你们这帮畜生！但他知道，只有承受痛苦，才能迎来蜕变。夕阳下，他向城堡走去，向自己的爱人走去。不知不觉中，被剪开的鱼尾。 变成了美丽的双腿，他的耳畔萦绕着伙伴们的声音：“加油，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 城主大人！
时，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哪怕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姐姐，照顾好父亲。他们这是怎么了？灯塔是有隔段时间把侍骑手招来，拿电磁炮轰一轰的惯例吗？娘了，真会玩呀！你们俩别扯了，但凡脑子没问题的话，早就跑了，肯定是出了什么岔子。村里每3天就会巡检一次平地塔，外出的觉醒者今早才发现他们被困在这儿。这上万口子人离地面不到300米，后面肯定会招来更多侍骑手。你还别说，还真被你小子给说着了。灯塔引发了整片奥亚新大陆的兽群围猎，他们还在招来更远的同伴。一旦灯塔陷落，人类离绝户又近了一步。看来这回咱们得拉他们一把。拉什么拉？拉臭臭吧你！我话还没说完呢。行，爷爷你说的对。东北方过来的兽群都会横穿龙骨村境域，洞壁最薄的地方不到10米，村子里之间还有少数人不会归元，更何况那些新来的连归元是什么都不知道。但凡有一个被感知到，村子就都玩完了。最北边的2个聚落已经完蛋了，你们觉得村子还能挺多久？哪还有余力救灯塔？如果分散战力，挡不住兽群，培养多年的觉醒者都会战死，村民和孩子也会被屠戮殆尽。而且楚红观里还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原质，我们至今对原质潜能和生命迭代的探索也都会毁于一旦。马克，别多想啊，救不了灯塔，我们也没办法，搞不好我们自己都挺不过去。你们说的没错，灯塔本就不值得你们搭上整个龙骨村。灯塔要救，村子也得守住。灯塔是目前已知拥有旧世界科技的最大聚落，虽然我们战斗力还说得过去，但也只有几百个人。一旦灯塔陷落，仅凭龙骨村一己之力，很难再维系人类存续。老板，你的身体只怕应付不了。这一仗，我们得做好付出任何代价的准备。我的身体就交给你了。即使救不了他们，那上万的生命原质也得收进铸魂罐里。还有些陈年往事，这次得一块儿了结。我们兵分2路，我带人去灯塔。小灯，务必守住村子，在我回来之前挺过兽场。至于你要不要一起，想好了就来找我。大家先回村，我送我哥回屏蔽塔核心。哥，你想过吗？短时间内，仅凭灯塔民众的情感波动，也许吸引不了那么多食棘兽。你是在说克洛托？也许这才是他们被困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克洛托怎么就突然有动静了？如果和出题有关，那碍事就危险了。得去了灯塔才知道。
这么晚还来呀？我也来护军娘，谢谢。来点下酒菜。来个孤孤单单，一个孤苦伶仃，再加个孤独一生。晚上少喝点儿。啊，那3个菜都是为我点的吗？怎么，就因为被我割破了喉咙，就连请我喝口酒都不愿意？这孩子说话真混账。你看，我只是杀你，你又没死啊！你俩要打去外面打，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我们钻天入地的马克队长也有烦心的事儿啊。你有什么好烦心的？以前在灯塔上你是英雄，万众瞩目，还是后人城主？就算被查尔斯折腾了一通，变成了怪物，你他妈还是全村的希望。我一直都很羡慕你，想成为你，想有一帮过命的战友，想当一呼百应的指挥官。你当了查尔斯的狗，想要的都有了。你以为我愿意吗？查尔斯他们拿427系的性命要挟我，就算你是天王老子，我也得干啊！怕不怕我现在就咬断你的脖子？怕什么？就算让我选，我也会再杀你一次。你能从灯塔跳下去救冉冰副官，我也绝对不能让427系有事。你还有脸说冉冰？他现在还困在我的灵犀子里。就算你是被胁迫的，但终究是因为你才变成现在这样。他再也回不来了。冉冰副官，我对不起你，让我进去，我要当面给冉冰副官道歉。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他正在一天天消散。马克队长，是我害了你和冉冰副官，是我对不起。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要是有你那么强，我就先干掉查尔斯，再灭掉生态，那样就能回到地面，没有什么狗屁法则，不分什么上民臣民，大家都能换个活法。我们有同样的憧憬，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谁让你原谅了？你肯定恨透我了。所以在生态基地的时候，你明明在里面，但你就是不出来，你就是想看我被揍，看笑话，对不对？扯淡！我当时根本不在生态基地。
别骗我了，是渐渐一路带我们追踪到那儿。是吗？可我们是接到战报后才去增援的。那就是渐渐不靠谱呗。他把果实袋里那玩意儿识别成了你。队长，借一步说话。队长，昆杰受伤前曾告诉我们一件事，在尼尔瓦纳的某个舱室中，有很多面容和你小时候一致的克隆体，而在基地里的那名战士，身形也与曾经的你相似。队长，他们对你是否有所隐瞒？小心点，把这个还有剑戟送到我那里去。激发设备关闭了你的五感，前额叶的逻辑判断肯定会受到干扰，琐碎的信息可能会被无意识的组合起来，但这就像梦一样，不一定真的发生过。他还跟你说了什么？你知道他是谁？你还有什么瞒着我？也许是因为植入了结果，你能听到那些声音，那是生态的产物，不要受他的蛊惑。身份识别中，身份核验结束。陆生，你已获得。
作茧自缚里，愚昧的将自己都融化。黑灵色嵌合体本名马克，因吸扰助心缺体，并通过迷走神经进入大脑，已昏迷86小时。根据脑电波动显示，大脑额叶皮质功能已失活。注入15毫升天使药剂，尝试刺激额叶皮质神经元的活性，实时监测神经突触的功能恢复情况。药剂的效用会反馈在脑皮层。该药剂中 BDNF 与神经递质增强复合物成分较高，可能会导致 K04 额叶过度激活，引发躁狂、认知功能障碍，甚至脑死亡，醒确认知性。确认，实时监控受试者对额叶皮质神经元的电信号传导。若36小时内额叶皮质没有激活现象，注射抑制剂，并将 K04 进行武器化改造，回收脊骨。请耐心等待。在融化中独自挣扎，独自只顾坠落在莫名阴影中徘徊。我们被杀了。拥有这世界，只想向我诉说，这是必要付出的代价。他快不行了，他的同伴要过来了。释放脊骨。什么？快！你不是他。脊骨生命体征正常。去楼顶，释放零推物。为什么会这样？Aku takkan tercengaja, yang napcira ham turut jatin raghar hai。有事情，到底是谁？莫灵，怎么会在这儿？Rakshatigo na putri chinara ramah Ini yahanoma, tuyako selera eno, jate dosami kokinde。
道被人利用不好受，但你在实验室看到的不是全部真相。我不关心真相，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抱歉，你现在只能跟我走。如果你现在走了，这段时间在村子的努力就……你在我背后放旗鼓，把我害成现在这样，还想让我为你卖命吗？我当时不那么做，你早就已经死了。只有让你现在还能活着。为了达成你的计划，所有人都是你操控的游戏角色，通关的工具。那些实验室里的克隆体和我，在你眼里还算是人吗？灾难爆发至今，人们本就是用死亡来积累对抗生态的经验。但我们并不只是在对抗生态，我们收集生命原质，团结地面力量，一切都是为了探究引发灾难的根源，找到那个左右人类命运的存在。那我承受的这一切算什么？你的死又算什么？只要能终结生态，任何个体的牺牲都是值得的。难道目标足够宏大，就可以牺牲少数拯救多数吗？无论是灯塔还是龙骨村，本就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没有他们，冉冰可能都没法来到这个世界。人们都靠着他者的牺牲才走到今天。可当必须牺牲自己或所爱之人时，人们又会愤怒地质问：凭什么要让我去拯救这个不堪的世界？你有喜欢的人吗？有啊，我当然有了。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立天下。无论怎么选，内心都会愧疚。可我必须这么做。对我来说，人类的命运需要我们共同承担。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回到地面生活，你到时候会和谁在一起？我想过和你。你还有其他办法？我岂能就让别人时间停在这一刻，该多好！也能保全所有人。我不能再冒险了。
快醒醒！快醒醒啊！金玉变成世界兽一定很辛苦吧？怪物！怪物！你不是他们口中的怪物，我可以一直陪着你。灵犀寺里那个家伙告诉我，只有让他复苏，人命就能重获新生，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如果你这么做，整片大陆的生态可能会肆虐到我们再也无法生存。我不愿意什么事情都是你挡在前面。他这种怪物不配原形。你答应过我的。就算冉冰能活过来，一到危险的时候，我要挡在你身前。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家人。你觉得他想看到这样的世界吗？即使会和这蔡的音乐一起化成灰烬，我都不后悔。真好，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少了我，你也要活下去。前方检测到高密度太空碎片，请立即重新规划航线，否则可能发生撞击与系统异常。没错，只有他活过来，我才知道他怎么想的。既然你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只能当你死在了尼尔瓦纳。操作失败，需要驾驶员指纹验证。龙骨村以外，整个地表都是生态，出体能监控你的所思所想。我本以为到了足够远的地方，它就感知不到你，但现在看来，来不及了，快让我回去！
立刻更改航向，我要回地面。我绝对不会让你复活出体。不知何时踏错节拍，在我旧气汹涌袭来。再恶与苦难，
基因原质被永恒的躯壳桎梏而诞生。你从旧世界一直活到现在，你与灾难的起因是不是有关？灾难爆发前，我像大多数学者一样，想用自己的学识造福人类。碳基生命是脆弱而短暂的，我想提升人类的寿命。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积累世间所有的知识，如果可以用时间去弥补天赋的不足，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掌握所有的自然、生命、社会、人文等科学知识，让人们更全面地感受这个世界。试想一下，知识的边界一旦被打破，人们对意识、身体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都将发生巨大的改变。人类将以无尽的生命探索整个宇宙。身为蝼蚁，却想改变世界。我的想法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我们却收到了来自更高维度的警告。随后，惩罚的灾难接踵而至，有东西在阻止我们接近真相，仿佛人类只是棋盘上的棋子，一旦试图跳出棋局，就将面临被抹除的命运。可是为什么？我们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并非坚不可摧。他们究竟是谁？想对我们做什么？我一定要找到答案。生死的天平如何倾斜？没有绝对，无解的谜题总是让你陷入能累。经过的枷锁难以粉碎，只能在苦难中抓住逆转的机会。即使是蝼蚁，也有追寻真相的权利。也许我即将知道，躯壳是否是灵魂的牢笼。什么值得颂赞？皮囊中腐烂，是古话交谈，名字是风散，历史成虚幻，唯有信念永远流传。灵魂只剩不离不弃。如何入很深的漩涡？你选择的路没有尽头，却不容易，也不能停留。你困在时间里，孤独的让你面前推荐，让你不敢看的不能惧怕，人情三天地气。只想不留一杯水一盏的念头，已经梦回挣脱命运惩罚，温柔会化作烟火。之间黑暗里我们是纠缠的伙伴，停留在长夜的尽头。世界不是千万，生活只能存在，世间冷暖变化，爱与会随时代流传。身份已验证。你将整个世界都装下，我的世界只有一个他，爱分不出谁比谁伟大，为何不相爱就要相杀？爱不复杂，你我他与他与他。生
们的计划提前了。